这个男人竟然因为嫉妒心太强而受到了嫉妒之神的眷顾，并且赐予了他独一无二的 S 加级别技能。技能效果被敌人杀死后，可以随机复制对方的一个技能为己用。金焕彻底崩溃了，本以为自己获得了人生崛起的机会，可迎来的却是让人无比绝望的际遇。他跪倒在地上嚎啕大哭，他不想这辈子都生活在贫民窟里当个最废物的 F 级猎人，他想成为像炎帝那样潇洒的世界第一猎人，但他也只能是想想而已了。在这之后，金焕每天借酒消愁过得浑浑噩噩，就连酒馆老板都不愿意待见他，给他赶了出去。可就在今天回家的路上，金焕突然听到一旁有女人的尖叫声，他悄咪咪摸了过去，然后定睛一看，发现正是炎帝和黑龙公会的圣女本人。只见炎帝一脸不屑地说道：“别装了，圣女小姐，你在我酒杯里下毒的事情早被我发现了，要不是我有技能在身，说不定还真死在你这个碧池手上了。”魔女还想狡辩一番，结果被炎帝一手掐住脖子。目睹这一切的金焕躲在后面瑟瑟发抖，大气都不敢喘。而圣女也深知自己不是炎帝的对手，便没有出手反抗。伴随着一阵阵痛苦的喊叫声，圣女死在了火焰之下。此刻炎帝在金焕心中的英雄形象瞬间崩塌，原来猎人们的真实面貌竟是如此可怕。金焕不敢再多待，转头就要逃跑，结果一不小心踩碎了啤酒瓶。听到声音的炎帝立马发现了金焕，然后又摆出那副一脸不屑的表情嘲讽着：“别跑呀，小老鼠！”金焕不敢回头，只能朝着前面拼命奔跑，但因为太过害怕，最后还是摔倒在了地上。他苦苦哀求炎帝饶了自己一命，并大声喊着自己什么都没看到。但炎帝怎么可能相信？掐住喉咙就质问他是谁派过来的。金焕表示自己真的就是个路过的，不信你用探谎技能确认一下。没想到此话一出，炎帝竟然撒开了手，说是自己已经确认过小哥说的话都是真实的。然而下一秒他又立马变脸，但是反正你都看到了，只好勉为其难的把你杀了吧。最终金焕还是死在了自己的偶像手下，但是他的生命并没有真正结束，并且金焕的被动技能也已经触发成功，他将会随机复制炎帝的一个技能。伴随着选择技能卡的提示，金焕踉踉跄跄的伸出一只手，这一次他又握到了金色卡牌。一阵光亮过后，金焕猛地睁开双眼，他惊恐的发现自己竟然复活在了家中，而且还是死亡的前一天。随后他赶紧打开技能卡一看，当看到新获得的技能时，他傻眼了，这个技能居然可以。这个男人只要被人杀死，就会回到死亡的前一天，并且死亡后还可以随机复制对方身上的一个技能。当金焕看到这个回归者之中技能时，他瞬间就明白了，原来炎帝之所以知道魔女在他的酒杯下毒，就是因为他被圣女毒死后回归到了前一天。但一想到这，金焕就气不打一处来，特么的我又没惹他，非要杀了我干嘛？既然结下了这个仇，那你就等着我报复吧。就在这时，外面的人群突然大喊着：“着火了，着火了！”金焕赶紧打开门一看，发现所有人都在前往地点救火。随后金焕也跟随着大部队来到现场，并看了一眼手机时间，而这个时间段正是炎帝杀死圣女后毁尸灭迹的时刻。几分钟过后，炎帝来到了失火现场，所有人都在拍照欢呼着炎帝，可他却假惺惺地向群众询问：“如果我帮忙灭火，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听到这，金焕被气得咬牙切齿，明明是你自己放的火，还有脸索要好处？但人们可不知晓炎帝背后的真面目，他们只知道炎帝是个脾气暴躁、性格直来直往的英雄而已。看着炎帝那虚伪无比的面容，金焕更加确信自己必须要杀了他。只见他转身走出人群，拿着刀径直走向了炎帝，接着加快脚步朝着他猛冲过去。然而他真正要杀的目标不是炎帝，而是自己。随着熊熊烈火的燃烧，金焕惨死在了众人面前，而他也不出意外的再次回到一天前。因为金焕的猎人等级已经达到了最低，所以这次重生没有任何副作用。现在的他实力太弱，如果想杀死炎帝还得另寻他法。随即金焕转头看向旁边的匕首，心中顿时有了一个完美的想法。之前他在电视采访中听到炎帝谈起过自己首次觉醒能力的日子，而这个时间也被金焕牢牢记在心里，正是11年前的6月7日，也就是4050天前。就这样，金焕为了能回到4000天之前，他开启了自杀模式，一次次的死亡惊醒让他的精神饱受折磨。但一想到炎帝的那副嘴脸，金焕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随着时间的一天天倒退，金焕的死亡次数达到了4049次。终于在最后一次自杀后，他回到了炎帝技能觉醒的那一天。身心疲惫的他伏在了墙上休息片刻后，穿好衣服就出了门。这次他一定要把炎帝扼杀在摇篮里。当一个老实人狠起来有多可怕？为了能向世界第一猎人复仇，他活生生刺死了自己4500次，而现在的时间也回到4500天前。这次他绝对不会让炎帝成长起来，一定要把他扼杀在摇篮里。随后金焕找到了柳岩的住处，经过几天的暗处观察，金焕已经摸清了他的生活作息。每天他会在中午起床，然后下午去巨塔2层刷一些变形怪，但今天就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刷怪了。随后金焕涂上了变形怪的红色液体，准备实施计划。来到第6层塔内，柳岩悠闲的正走在路上，突然背后一个男人叫住了他。回头一看，正是金焕本人。他佯装成被狼群袭击的样子，哀求柳岩给一点药救救自己。然而柳岩还是那副老样子，不给我钱就想白嫖，我看就是你总看比奇宝视频不点赞吧，老子又特么不是活佛，赶紧把钱掏出来。金焕表示我这就给你20金币，快把药给我。然而他理解错柳岩的意思了，
他要的可不是那点金币，而是他身上所有的钱财。接着他猛地抓起金焕，在他身上不断翻找，看了看钱包里零零散散的60多个金币。柳岩抓住他的头嘲讽道：谢谢你了，这些钱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吧。这历史性的一幕跟金焕被他杀死的那一刻一模一样。更过分的是，柳岩压根就没想过给他那瓶药，他反手掏出一把毒箭就要朝着金焕射过去。可下一秒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金焕一膝盖直接给他踢得鸡飞蛋打。趁柳岩处于蛋疼状态，金焕立马掏出匕首，干脆利落的切断了他的喉咙。倒在地上的柳岩鲜血直流，发不出任何声响。金焕也不给他丝毫的生存机会，冲上前就补了50多刀，生怕他技能觉醒复活过来。经过这次的经历，金焕终于明白了，这家伙就是个毫无人性的杀人狂。在这之前，他不一定还杀过多少人。什么狗屁世界第一猎人，庄里马的高尚啊！一阵发泄过后，金焕冷静了下来，他的背后也出现了一群红狼，看着狼群们口水横流的样子，金焕明白了，这家伙就送给你们吃吧，留着也是污染大地。时间转眼到了晚上，金焕迫不及待地来到酒馆畅饮，这是他20多年以来第一次这么开心。就在他思考以后如何靠着这能力发家致富的时候，一个身穿西装、脚踩运动鞋的硬汉大叔开门而入，一时间酒馆内的人议论纷纷，而金焕也非常好奇这人是谁。但当他看到电视里介绍的那个人物时，他瞬间愣住了，这个大叔居然就是排行榜第1名的人剑圣。这个男人只要死亡就会回归到前一天，为了向世界第一猎人复仇，他硬生生杀了自己4000多次，直接把还没觉醒技能的柳岩扼杀在了摇篮里。而现在他又盯上了另一个目标，看到剑圣就在自己身边，金焕立马联想到了自己的技能，如果能被剑圣杀死一次，一定能获得到逆天的技能。突然老头子一声怒吼，对着面前的空气就是一顿呵斥。金焕也不知道他什么情况，可能精神方面不太正常吧。然后随手看了一眼手机上的论坛，发现上面竟然有科普记载面对剑圣时都有哪些不能说的话。传言有一伙人在狩猎场跟剑圣起过争执，其中一人不知死活的嘲讽剑圣像个老年痴呆的傻子，还说他的儿孙也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结果剑圣瞬间杀意四起，一刀给男人当场腰斩。金焕看完灵感立刻就来了，这应该是激怒他的好办法。随着一阵阵吵闹声，剑圣把金币拍下桌子，愤怒的转身离去。等他走后，酒馆内的人开始议论纷纷，一直在那自言自语的，怀疑他得了精神分裂。金焕也紧随其后，立马跟了过去。一想到要复制剑圣的技能，他的心就扑通扑通的跳。他非常期待剑圣这种时代最强者身上都有什么技能。可跟着跟着，剑圣突然开口说话：“别躲在后面了，小伙子，快出来吧！”金焕内心有些发慌，但还是礼貌性的跟剑圣打了个招呼。然而剑圣却咧嘴一笑：“你难道还打算继续装下去吗？故意暴露自己，然后接近我，不愧是顶级杀手。”金焕被说的有点蒙圈，我不就是一路上跟踪他，也没干别的事情啊，而且我都还没提他儿孙呢，他就要杀我。金焕被吓得连连后退，赶紧解释自己不是什么顶级杀手，就是个普通人而已。此时剑圣也不再隐瞒，拔出他的利剑说道：“我有很多种技能，其中一个就是可以看出对方杀过多少人。”金焕明白了，原来是因为自己杀死了炎帝导致的这个误会。他慌慌张张地告诉剑圣自己是有苦衷才那么做的。然而剑圣听到一半立马打断了他，并怒骂他不知廉耻，满嘴谎言。什么狗屁苦衷，你头顶上显示的4091个杀人数，我看的可是清清楚楚。这个贼特么帅的老头子拥有一个特殊技能，所有人在他眼里头顶上都会显示出此生杀过多少人，而现在他的面前正站着一个背负4000多条性命的杀人狂。然而剑圣不知道的是，这其实并不是金焕的杀人数，而是他的自杀次数。但现在说什么都已经解释不清了。金焕转头就要拼命逃跑，但剑圣根本不给他逃跑的机会，朝着他的喉咙就是致命一剑。好在运气不错，躲过了这一击，可下一秒就一不小心踩到了石头，滚在了地上。就在剑圣举起长剑要刺死他的那一刻，剑圣身边的那个空气人突然叫停了他，说是先抓起来审问一番后再做打算。但老头特别倔强，不想放过他。当金焕再一次看到这诡异的一幕时，他确信剑圣绝对不是精神有问题，而是应该真的存在这种特殊的技能。心想既然已经到了这种无法挽回的地步，那就索性让老头子把我杀了吧。于是他开始问候他的家人：“您的儿孙还好吗？听说您之前是北欧的贵族，可越是显赫的家族越容易遭到匪徒的觊觎，那里肯定不太平吧？说不定您的孙子孙女们可能……”话还没说完，老头子就一剑挥了下去，直接把他的脑袋砍掉，翻转在了空中。这一刻他甚至都没看清剑圣的出手动作。金焕真的非常羡慕，什么时候自己才能成为这样的超级强者？伴随着死亡的到来，金焕的技能效果不出意外的触发成功。现在又到了最激动人心的选择技能卡环节。就在他以为能再次拿到金色卡牌时，他顿时愣住了。这里面根本没有金色卡牌，都是一些银色和铜色的普通技能卡。而这一幕又让他再一次感受到了剑圣的强大。原来那老头一直都是靠着自身实力走上的巅峰，而不是像炎帝那种靠着外挂级别的技能卡走上去的。虽然金焕有些失落，但仔细想想，这些卡牌里也一定有特别的技能。他心中祈祷着，给我一个战斗型技能吧。接着他猛地抓起了一个银色卡牌，选择完毕后，时间也回归到了24小时前。他起身赶紧打开状态栏一看，结果又是个被动技能，好在是个A加级别，也还算不错。就在金焕好奇这技能的效果时，旁边突然有人抱怨道：“老头子，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晚上出去的时候再修炼，现在别打扰我睡觉。”金焕看傻眼了，我靠，你谁啊？
我靠，兄弟你特么谁啊？金焕和红发男子四目相对，场面一度非常尴尬。男人好奇地看着金焕，你居然能看到我？话说这是什么破屋子啊，跟老鼠洞一样，并询问着马尔库斯那老头哪去了。金焕回答着，你说的老头是剑圣吧？红发表示他不过是个新手而已，你们称他为剑圣未免有点太抬举他了。金焕一脸不可置信，他居然称剑圣是新手，随后赶紧打开技能栏查看情况，结果一看吓一跳，技能描述此人来自异世界，生前攻略了巨塔的前99层，但因为最后没能通关第100层而抱憾终身成为了冤魂，说白了就是萧炎戒指中的药老。金焕看得冷汗直流，这家伙来头也太大了吧。他颤颤巍巍地告诉红发，不好意思啊，我一不小心把你复制过来了，你现在是我的人了。此话一出，红发差点惊掉了整个上巴，整个人画风都变了。他大喊着，你在说什么？快把老头还给我，既然你能复制，那也能取消吧，现在不都流行7天无理由退货吗？金焕表示这不是我能控制的呀，真的没办法。随后男人就开始在房间内鬼哭狼嚎，一直吵着不管怎样自己都要回去。金焕也顿时明白了，怪不得剑圣总是那么暴躁，有这么一个复读机在身边，谁天天受得了啊？但一想到这，金焕就绷不住了，他在红发面前痛哭流涕，自己用一辈子躲着剑圣的代价，却换来了这种技能。红发有些不解，老头子可是好人啊，为什么躲着他？金焕表示，剑圣不是有个可以看到对方杀戮人数的技能吗？而我头顶上显示的可是4091个次数。听到这个恐怖的数字时，红发一脸憎恶，应该不能吧？怎么看你都是个菜鸟，怎么可能杀得了这么多人？随后金焕把自己的技能和之前往事的来龙去脉讲给了他听。听完金焕的故事，红发对他产生了一些敬佩，为了复仇杀死了自己4000多次，换谁都得说声牛逼。随即红发让他站起来，然后在他的身边仔细打量着，嘴里还喃喃道，应该是个好苗子。最后他向金焕询问，小伙子，你想不想变强？小伙子，你特么想不想变强？想要的话就展示下你的实力吧。随后两人来到巨塔1层，红发让他小试身手杀几只变形怪看看。接着金焕开始大杀四方，变形怪被他砍得七零八碎。结束后还不忘装逼耍个帅。虽然这些都是弱到不能再弱的怪物，但红发还是非常欣赏他。而在这时，红发也敞开心扉介绍了自己的故事。原来他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古代，在那里的红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们都称呼他为剑帝。听到这儿，金焕既欣慰又失落。他告诉剑帝，我在战斗方面完全就是个弱鸡，一点天赋都没有，可能要让你失望了。然而剑帝可不这么觉得，相反他还认为金焕非常有潜力，但这里指的潜力不是战斗，而是他独有的不怕死精神。平常人打架都会下意识的保护自己，但金焕不一样，经过4000多次的自杀回归，他现在已经完全不惧怕任何死亡，而这个独一无二的能力也是所有人都无法相比的，所以剑帝才觉得金焕非常了不起。听完这番激励人心的话，金焕内心百感交集，一直以来他都是毫无存在感的底层废物猎人，现在终于有人认可了他。随后剑帝问道，你被老头杀死的时候心中有何感想？然而金焕当时并没有多想什么，只是觉得那时天空中的月亮非常的美。听到这个回答，剑帝被逗得捧腹大笑，好小子，你是真的太有趣了，既然你已经复制了老头的技能，那他的身边也肯定存在着另一个我很好奇你们俩当中谁会成为最强的猎人，就让我来帮你吧，我会让你超越他，达到猎人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快起床训练，快点起来！金焕被吵得实在受不了，他猛地起身怒骂道，你他妈属鸡的还是属坤的？这才凌晨4点啊，大哥！大哥，你他妈属鸡的还是属坤的？这才凌晨4点啊，你吵什么吵？剑帝一脸不屑地说道，你见过凌晨4点的洛杉矶吗？只有自律的男人才会成为强大的存在。然而金焕并不吃这套，顺带还嘲讽他，怪不得剑圣天天那么勤修苦练，估计就是你太吵了。剑帝表示，你要不服气的话就杀了我吧，要不然我就在你耳边一直吵。金焕一整个大无语，好歹也是个剑帝，怎么还耍上无赖了？架不住剑帝的软磨硬泡，金焕最后还是起床来到了大街上晨跑。随后剑帝一路上叨叨个没完，讲着讲着他告诉金焕，如果想把你这种烂泥扶上墙，肯定要花上不少钱，所以咱们去买彩票吧。几天后，两人来到商人联盟处，随后金焕把奖券交给猫儿小哥，一旁的剑帝还吐槽着，这里的店员都是变态吧，怎么都带着猫儿。当猫儿小哥打开奖券时，他傻眼了，您居然中了1等奖！听到有人中奖，人群里瞬间沸沸扬扬。这里我不说，估计你们也能猜到金焕为什么能中1等奖了。确认开奖号码后，小哥慌慌张张的去通知负责人，随后一个大叔走了过来，要请金焕上楼坐一坐。来到 VIP 接待室门口，刚打开门，金焕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住了。我的个妈呀，这得多少金币啊！看着这些闪闪发光的金币，金焕想起了以前出身贫民窟的自己，他以前的人生目标就是想赚大钱，舒舒服服的过上一辈子。然而在经历了这一系列事情后，他的人生轨迹早已改变，现在只有征服巨塔才是他的终极目标。随后他告诉负责人，把这些钱都存进金库吧，顺带再购买一个你们商联的2级荣誉团员位置。剑帝咧嘴一笑，你还真够聪明的，有了战团的庇护，你以后的路会好走很多呀。金焕表示那是自然，如果走炎帝那样的老路，迟早会被各大战团针对，就算实力再强，不一定哪天也会被暗算，所以低调发育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为了保险起见，最后金焕还让负责人隐藏了自己的中奖者身份。然而金焕的崛起才刚刚开始，现在他要带着这些钱干一票大事。
这个小伙重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彩票，直接中了66亿6666万6666亿的超级大奖。然而刚到手的钱还没捂热乎，马上就要飞走了，因为金焕现在急需丹药和秘籍来提升实力，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大量的金钱来支持。金焕不以为然，都是毛毛雨啦，一点丹药能花多少钱？剑帝一脸坏笑，来，你过来一点，我告诉你这些丹药要花多少钱。伴随着一阵恶魔的低语，金焕眼睛都被吓扁了。大哥，这也太贵了吧，就算我倾家荡产也只能买4瓶而已啊。就在两人你追我赶时，剑帝突然停下了脚步，接着一脸严肃地告诉金焕，快点，赶紧躲起来。而金焕此时也一脸惊愕地看着前方，随后两人躲进了旁边巷子内。原来面前走过来的人正是剑圣，躲在垃圾桶后面的金焕大气都不敢喘，稍微暴露一点气息可能就会被他发现。好在老头子最后没有发现什么，转身离开了。金焕也有惊无险地成功活了下来。而此时的剑帝也突然好像想到了什么，他急忙跑向前方，并大喊着快跟我来。到了地方后，剑帝一看，果然还是晚了一步，老头子已经进去了。原来他们要购买丹药的店铺就是这家，但这下全完了，老头子抢先一步把药全都买走了，而且这家店铺还是这里最好的。就在剑帝惆怅之时，金焕已经打开狗哥查询信息了，但搜索了一下后，发现他要找的那个人并没有出现在猎人排名里。然而这正是金焕想要的结果。他一脸轻松地告诉剑帝，不用操心了，我想到办法了，这次我不仅不会倾家荡产，而且只要花点小钱就能得到最高级的丹药，顺带还能让你见识一下世界上最厉害的炼药师。随后两人来到了一个破烂不堪的地方，这脏乱差的环境甚至都赶不上附近的贫民窟，这也让剑帝不由怀疑，这种地方真的存在你说的那个炼药师吗？金焕表示，你不用怀疑了，我们已经到地方了，我们要找的人就是他。他曾是风靡整个大陆的最强炼药师，也是威风凛凛的炼金城主。可年轻时的他过的那是相当凄惨，自己辛苦制作出的顶级药水不仅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还因为药水昂贵的出售价格而被误以为是黑商。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价格已经几乎就是药水的成本价了。在这之后，店铺也跟着倒闭，他也无力偿还之前欠下的借款，药水也被债主们纷纷抢走。看着如此凄凉的一幕，剑帝说了一句：“不会吧，这个怂包就是你说的那个天才炼药师？”金焕自信满满，因为只有他才知道这女人真正的含金量。随即他来到一涵的面前问道：“老板，你还做生意吧？”听到有生意找上门，一涵赶紧擦干眼泪，表示想要制作什么药水都可以，但你这边是想买多贵的东西呢？当听到金焕的回答时，他惊呆了。什么？2万金币？一涵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搞得有点手足无措，赶紧邀请金焕进屋坐坐。结果刚推开门就一不小心把门给拆了，而且这屋子已经乱到完全下不去脚。随后金焕开门见山的表示，自己已经跟商盟那边打过招呼了，需要多少钱购买材料自己就过去取吧，至于委托费你在金库里看着拿吧。一涵对金焕的好意有些惊讶，但他还是提了一嘴，自己是个有原则的人，如果要制作毒药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金焕连忙解释不是毒药，并根据剑帝提出的材料告诉给了一涵。看着这些奇怪的材料，一涵若有所思，突然他一脸兴奋地说道：“这个配方好厉害啊！按照这个制作出的灵药，可以最大程度提升反射神经。”剑帝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居然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奥秘，而且制作时间也只需要4天而已。金焕开心极了，要知道他当炼金城主的那时候，找他炼药1年半载都排不上一次队啊。过了几天后，一涵捧着几箱药剂来到了金焕的住处，完成委托后，他好奇地向金焕问道：“为什么要把这个大生意交给我这么一个毫无名气的药师呢？”其实理由很简单，一是他知道一涵是炼药的旷世奇才，二是他看中了一涵身上的善良和独特的眼光，所以才这么信任他。听到这段真心话，一涵的内心有些感动。就这样，两人不仅成为了合作伙伴，还成为了要好的朋友。两人告别后，剑帝又开始吐槽：“你小子是不是看上人家了？”第二天来到巨塔3层内，金焕准备试一下灵药的效果。然而就在喝下的那一刻，比肾上腺素还要强上100倍效果的药剂有多牛逼？就在金焕喝下的那一刻，他的心脏突然传来强烈的紧绷感，紧接着他的身体异常敏感，各项机能也大幅度全面提升，甚至就连苍蝇在空中拉的屎，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剑帝看着出尝禁果的金焕，不自觉地发出冷笑，并问道：“你心脏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流动？”不用害怕，那就是所谓的内力。正常在这种情况一般都需要冥想来融通内力，不过这样太俗套了。剑帝专门给他准备了一次魔鬼训练，因为像他这种天生就没有天赋的人就必须吃点苦。此时半兽人已经举起狼牙棒来到了他的背后，但半兽人在他眼里就如同放慢了几倍的速度，轻而易举地躲过了怪物的攻击，而且招式也看得一清二楚。可就算看穿了怪物的一切，也还不足以能反击他，因为金焕身体的内力还没有循环开来，现在他的体内就如同一段段堵塞的水管，只有不断的磨练才能打通任督二脉。就这样，金焕被半兽人不停地追击，只要一不留神就会被剁成肉泥。终于在怪物的不断死亡压迫下，金焕这次不再选择逃跑，而是站在他的面前跟他硬刚。只见金焕腿中不断蓄出内力，接着拔出身后的匕首，
一个弹射起步飞向半兽人的面前，狠狠刺在了脖颈上。但因为半兽人的皮肤表面非常厚，所以并没有将他一击毙命。剑帝见状，赶紧告诉金焕，快把所有内力集中在刀尖上。下一秒，金焕使用出吃奶的力气，一瞬间把所有内力都释放出来，直接给半兽人来了一次开肠破肚。在金焕匕首的不断刺入下，半兽人终于抵挡不住他的攻击，倒在了地上。而金焕的身体也因为极限负荷导致的生不如死。然而剑帝表示好戏才刚刚开始。金焕一脸懵逼，你在说什么东西啊？原来剑帝从头到尾就没打算让他一直活着训练，因为金焕就算死了也能再次复活，所以无论修炼强度多大都无所谓。然后剑帝笑嘻嘻地说道，来吧，先死500次练手。金焕顿时感觉自己上当了，这人特么疯了吧。话音刚落，另一个半兽人已经悄然来到了背后，一棒子下去给他拍得稀巴烂。随后金焕来到了自己的专属死亡空间，接着他解释给剑帝说，这里就是我回归之前暂时待的地方，也是技能卡选择的。话说到一半，两人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我靠，怪物的技能也可以复制啊！金焕和剑帝都看傻眼了，没想到死亡后就连怪物的技能也可以复制过来。剑帝觉得上天太不公平了，为什么这家伙这么幸运，而且外挂这么多呀？就在金焕准备随便挑选一个技能卡时，剑帝突然叫住了他。他不理解为什么金焕不选择好的卡牌技能，而去选择这个垃圾技能。金焕怀疑他脑子瓦特了，自己又看不到技能描述，当然只能随便抓一个呀。然而剑帝表示自己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啊。听到这，金焕顿时愣住了。一直以来他无论如何都只能看到卡牌的背面，但现在有了剑帝的帮助，这不就意味着以后不用再抽盲盒，技能卡随便挑了吗？随后他赶紧让剑帝描述一下技能效果，接着剑帝开始介绍技能卡详情。第一张卡繁衍的壁虎，使用后1年4季都会处于发情状态。第二张基你太美，使用后可快速学习唱跳 rap 打篮球。金焕彻底懵逼了，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一旁的剑帝幸灾乐祸，还建议让他选择那个男人必备的技能，但金焕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选择那个？肯定是选择基你太美。而且他早就看穿了剑帝的小把戏，原来剑帝故意把技能顺序说反，就是想让他选择那个尴尬的技能出糗。结果最后还是被金焕看穿，选择了基你太美。技能选择完后，两人回归到了家中，看着没上当的金焕，剑帝气得咬牙切齿，在一旁骂骂咧咧的。金焕让他不要闹了，赶紧继续去修炼吧。随后两人来到巨塔3层内，金焕状态满满，抄起匕首就要跟怪物决一死战。这次他没有选择退缩，而是全力一战。但就在半兽人挥舞狼牙棒砸向他的那一刻，金焕的基你太美技能突然自动触发，对着半兽人就说了一句昆语，没想到对方还真听懂了。天真的半兽人以为自己遇到了老乡，然而下一秒他就被金焕一刀抹了脖子。就这样小巧可爱的半兽人被暗算杀死。在后面看戏的剑帝气的是火冒三丈，我就知道你这家伙会这么做，真是太卑鄙了。金焕安抚着剑帝，消消气消消气，我们去攻略第4层塔吧。面对眼前这个终极 BOSS， 金焕想出了一个最不要脸的杀怪方式。只见他四周蓄出淡粉色的光芒，紧接着猛地跳跃过去，并在空中大声呼喊了一声咕噜咕噜。哥布林之王一听，我靠，还有混血的老乡！就在他愣神之际，金焕用他那强化99加的小匕首捅死了怪物，随后深沉地说道：再见了，曾经强大无比的对手。一旁的剑帝看不下去了，吐槽着金焕就只会用这招偷袭，上次那个半兽人也是这个死法。金焕你啊，真是太卑鄙了。其实金焕也不想用这种龌龊的方式取胜，但被哥布林之王杀死6次后，只复制到了这个鸡肋的族内沟通技能，自己也属于是迫不得已了。此时金焕的背后突然弹出提示，您的存在感已提升，技能栏增加，猎人等级提升至1级。金焕满脸幸福地享受着这种感觉，20多年了，他终于特么升1次级了。此时一旁的剑帝看出了一些端倪，这个光效不仅是用来庆祝升级的，同时它也代表着一种提示，比如炎帝，它的代表能力是火，那内力形态也自然是火。所以根据刚才那个光效颜色和对金焕的了解，剑帝觉得他的内力形态不是火就是血。金焕表示这个以后再详说，我们现在去攻打第10层吧。剑帝一脸严肃地警告金焕，以你现在的实力攻打第10层完全就是做梦。但金焕可不这么觉得，他不仅非常有信心，甚至还要跟剑帝打个赌。金焕表示，如果我只用2条性命通关的话，你就得告诉我第10层怪物的技能卡是什么，并且以后也不许叫我外挂之子，要尊敬地称呼我为金大人。剑帝听完立马吐了一口老痰表示不屑，然后突然对着金焕大喊，可以，没问题，但如果你没做到，以后你就必须永远叫我师傅大人。就这样，两人为了尊严之战达成了赌局。随后两人来到塔内的10层门口，可刚想进去就被守卫拦了下来，因为里面太过危险，随时都可能会出人命。金焕不耐烦地走上前，深情地握住守卫的手说道，我进去就是为了送死，1年前我的爱人离世，自己又查出癌症晚期，总之就是一顿忽悠加煽情。感动的小哥泪流满面，哭啼啼地给了他一把钱，并把他放了进去。随后两人来到一座洋馆门口，就在金焕打开大门进入馆内时，一个个诡异恐怖的洋娃娃映入眼帘，他们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金焕，随即异口同声地说道，你要陪我们玩吗？
这个诡异的洋馆是世界上所有猎人都挥之不去的梦魇，因为只要来过此地的人，不是精神出现问题，就是被熊熊烈火燃烧致死，并且通过这个关卡的人也是屈指可数。可就算如此，金焕还是毅然决然的只身闯入这里。伴随着头上挑战开始的提示，洋馆内熊熊燃烧的烈火不断向金焕靠拢，而通关这里的唯一方法，就是从眼前这些无数娃娃中找到最终 BOSS 的真身，也就是地狱之火梅登。但眼下局势并不乐观，地狱之火的威力实在太强，就算使用内力形成防护状态，也仅仅只能维持10分钟。见金焕马上就要坚持不住了，剑帝对着他就是一顿激烈嘲讽，还说剑圣那老头可足足撑过了30分钟，不像他这么窝囊废。转眼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金焕目前还是毫无进展。此时剑帝也不再隐瞒，告诉他这里其实有2种通关方法，一是靠着1/1000的概率找出真正的玩偶，二是拥有足够的内力对抗火焰，直到真正的 BOSS 现出真身。说完继续调侃金焕，这次打赌他必输无疑。很快金焕的内力就要耗光了，现在他只能听天由命，随便挑选一个娃娃。但不出意外的是，他选错了对象。金焕惊恐地看着眼前融化的娃娃，心想有必要做得这么逼真吗？此时他的防护罩也已经支持不住，直接破。最后他也被熊熊烈火活活烧死。第一次攻打10层也宣告失败。死亡后金焕来到了空间内，现在又到了他选择技能卡的环节。接着剑帝给他描述了一下这个金色卡牌 S 级技能地狱之火结界，使用后2公里内燃起不灭的地狱之火，如果不是本人取消技能则无法离开这个空间。剑帝一看这个技能牛逼啊，赶紧让金焕选这个。然而细心的金焕总感觉哪里不对，他让剑帝介绍剩余的技能卡效果。就在读到最后一张卡时，剑帝又摆出一张臭脸，接着立马转移话题，让金焕选择那张金卡。但金焕并没有理会，而是果断选择了最后那张银卡。技能描述 A 级技能火焰免疫，可免疫火焰带来的所有伤害以及效果，但受到冰与水属性伤害时，伤害提高300%。金焕激动的手舞足蹈，原来这就是地狱之火梅登的真正秘密。有了这个技能，通关还不是轻而易举。然而就在金焕等待重生回归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提示，本次使用技能将产生副作用，稍后会重现地狱火梅登的童年阴影。影像已生成完毕，惩罚正式开始。小男孩已经半个月没有吃饭了，他苦苦哀求眼前这个大叔给自己一个面包，可转头大叔就将他拒之门外，嘴里还谩骂着真他娘晦气。在这个闹饥荒的年代，别说这些小乞丐了，就连村民自己们都吃不饱。可就在此时，一个身着华贵的男人走到了男孩的面前，他温柔地摸了摸男孩的头，然后对着他说道：跟我走吧，我那里有好吃的。一番甜言蜜语后，男孩跟随着来到了一处豪宅。然而男孩不知道的是，等待他的不是幸福的避风港，而是他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地狱般生活。到了家后，男人暴露出了自己的本性，他无情地将男孩锁在牢笼中，让他每天饱受饥饿带来的痛苦。不仅如此，这个变态还不断地折磨他，全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完整的。之后的某天里，男人和一群病态的村民组织了一场邪教仪式，他声称这些无辜的孤儿都是魔女的孩子，并且诬陷他们就是传播疾病的罪魁祸首。随后刽子手当着男孩的面杀死了他的小伙伴。看着眼前发生的悲惨故事，金焕沉默了许久，剑帝也实在看不下去，特么的这群疯子居然把这些事都推卸给孩子们。话音刚落，只见一个管家拿着竹灯径直走了过来，结果半路突然崴脚摔在了地上，随后大火蔓延到了整个豪宅，所有人都在拼命逃跑，没人关心地下室的那些孩子们。伴随着一阵阵痛苦的喊叫声，孩子们无一幸免，都活生生被燃烧致死。看完地狱之火梅登的故事后，金焕瘫坐在床上，久久不能释怀。虽然剑帝也很认同这个故事非常伤感，但他还是提醒了一下金焕，想要通关就必须狠下心来，找到真正的玩偶并杀了他。然而金焕有他自己做人的方式，他绝对不会像炎帝那样为了登上巅峰不择手段的杀害任何人，而且他坚信肯定还有别的通关方法。随后他敞开大门，径直地走向了地狱之火中。看着走进来的金焕，玩偶们可爱地说道：来陪我们玩吧叔叔。金焕此时也温柔地回答着：好啊，我就陪你们玩一会儿吧。随后金焕捂上眼睛，跟孩子们玩起了捉迷藏。可这些玩偶们没有选择躲藏，而是乖乖地坐在原地跟金焕玩了起来，因为他们曾经也都是一些天真无邪的好孩子。随着玩偶们的不断融化，金焕来到了地下室内，并找到了地狱之火梅登的真身。金焕赶紧打开牢门，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并说道：找到你了，小家伙。接着跟所有玩偶一样，梅登也融化在了金焕的面前。但临走前，他对着金焕真诚地说了一句：谢谢你，大哥哥。等梅登消失后，两人愣在原地沉默不语。随之而来的是通关提示：恭喜您成功通关隐藏副本。他是最弱的 F 级猎人，但他却通关了所有猎人都不敢进入的第10层关卡。然而通关后的金焕并没有多开心，可能是因为梅登故事的缘故，他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太糟糕了。就在两人尴尬的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天空中突然亮起了烟花，紧接着世界各地的人都收到了第10层被攻略成功的通知。看着到处亮起的烟花，人们开始议论纷纷，有的猜测是黑龙公会，而有的猜是剑圣那老头。一时间这个话题引爆了全球热议，人们都非常好奇，到底是谁通过了这个关卡呢？看着手机里都是关于自己的信息，金焕感受到
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原来这就是万众瞩目的感觉。剑帝也打心底为他感到开心，但他表示以后的路还长，想要登上巅峰的话，还得继续加把劲。话音刚落，门口的守卫小哥迅速赶了过来，他气喘吁吁地询问：“是你通关了第10层吗？如果是的话，麻烦您留个名字。”金焕表示名字就算了，以后有缘再见吧。小哥看的是目瞪口呆，心想：你装逼别装我身上啊，我只是想单纯的向上级汇报而已。这时剑帝也在一旁疯狂夸赞金焕：“你小子可真聪明，保持神秘也是一种提供名气的好方法。”但金焕告诉剑帝：“不要再耍小聪明了，你以为转移话题一番夸捧，我就能忘了咱俩的赌约吗？从现在开始，你要叫我金大人。”剑帝一脸惊恐：“我去，这小子居然想起来了！”随后他赶紧向金焕求情：“咱俩可都是伙伴了，怎么能把你叫得这么生疏呢？你说对吧？”然而金焕并不吃这套，从此刻开始，你必须叫我金大人。随后俩人来到月巴克内喝咖啡，此时的剑帝已经叫得快要崩溃了，好歹自己活了几百岁，现在却要被这个毛头小子羞辱。过了一小会后，一个可爱的小猫出现在了面前，金焕一眼就看穿了他的真实身份，但他并没有揭穿，而是假装不知道。随着小猫的出现，各大顶级工会的人也纷纷到场，他们此行前来就是邀请金焕加入各自的工会。金焕早有准备，直接递给了他们自己的名片，并告诉他们，公布通关名单倒计时结束之前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还有不要在公共场合影响到其他客人。随后工会代表们立马包场，礼貌的请路人们配合了一下。现在谈判也该正式开始了。他是最弱的 F 级猎人，但现在他却被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工会疯抢。为了能得到金焕，他们不惜昂贵的金币和权力地位来拉拢他。就在金焕犹豫怎么选择时，怀中的猫咪开口说话了，表示商人联盟愿意以50万金币的价格和副团长的位置签约金焕。说完，猫咪便跳下了椅子，在众人面前幻化成了人形。而这个优雅的黑皮女人，正是猎人排行榜第3名的女爵团长。女爵看着如此冷静的金焕，夸赞他还挺有胆量的。金焕表示猫咪变成人不算什么，我还能看到鬼魂呢。此时众人也深知比不过女爵的财力，便起身纷纷离去。然而就在此时，一个独眼龙猛地踹开房门，嘴里还谩骂着这条破猫。但来的可不止天武门的毒蛇一人，还有万神殿的异端审判长、自卫队的圣骑士以及黑龙公会的黑魔女。金焕看得有些不知所措，没想到排行榜前几名的大人物都来了。随后大家坐在一起点咖啡，看到这一幕，店长妹子腿都软了。而现在也到了真正抢人的环节，只见黑魔女开门见山地问道：“金先生，你打算加入哪个战团？如果你还没确定，那么我们就会展开一场激烈的人才争夺战。但这段时间我们在第9层花费的时间太多了，如果不是你攻略了第10层，证明了巨塔的价值，估计人们马上就快要忘了巨塔的存在，并且现在已经出现了粮食危机，9层以下挖掘的物品很难维持供给了。而我们想要通过10层以后的关卡，就需要塔外的新鲜血液来不断的攻塔。但想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塑造一个榜样，由他来宣告这个世界巨塔的时代已经完全来临。”金焕明白了，你们是想让我当这个新时代的象征，对吧？可以，没问题。不过在这之前，咱们先玩个游戏。随后，金焕在裤兜里掏出了一副卡牌，并告诉大家，我们就通过打扑克的方式选出赢家。你们其中一人只要赢了，我就加入赢的那方战团，并且不用付给我定金和职位。但是如果是我赢了，那我就要同时加入你们所有人的战团，而待遇就是要跟你们平起平坐。女爵一听这个提议有点意思，便同意跟金焕玩玩。其余几人也没有反驳，各自抓起了牌。接着他偷偷跟剑帝说道：“你不想再叫我金大人了，对吧？只要你告诉我他们的牌，游戏结束后就不用再那么叫我了。”剑帝瞬间激动的手舞足蹈：“放心吧，包在我身上。”一个最弱的1级猎人，竟然当着排行榜前几名的大佬们面前出老千，并且这出千方式也是前所未有的新奇，居然让自己的鬼魂师傅帮自己看牌。随后在对局中，不管对方是什么牌型，金焕都了如指掌，可以说是赚得盆满钵满，打的大佬们都开始怀疑人生了。终于经过30多个回合后，天武门的毒蛇门主忍不了了，特么的这小子肯定出老千，30多局一次没输过，太离谱了。金焕淡定自如地说道：“好像没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出老千吧？”毒蛇也无可奈何，只好老老实实地走向败者区。一番交战后，自卫队的圣骑士老哥也败下阵来，他告诉毒蛇，这小子一定有什么特殊的能力，也许我们一开始就已经注定输了。一旁的审判官也让毒蛇不要再生气了，来，多喝点200度的咖啡消消气。现在场上只剩下黑魔女和发牌的女爵。谈话间，魔女表示金焕看上去是个很容易沟通的人，接着开始介绍自己的背景。原来年轻时的魔女非常不幸，她出生在一个战乱的国家，每天过得颠沛流离，直到巨塔的出现才给了她翻身的机会。然后她严肃地说道：“我们想在巨塔里创建一个不问出身，只看能力的社会，在这里所有人不分贵贱，每个人都很平等，这就是我们各大工会共同的目标。还有，你的倒计时马上就要结束了，到时你将会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开启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届时希望你一定要理智对待。”魔女说完后，金焕把所有的赌注都压了进去，并对在场所有人真诚地说道：“我并不在乎你们所说的那个社会，也不在乎你们之前提起的粮食危机，不管你们想怎么利用我都无所谓，我只希望你们能支持我攻略巨塔，因为我想品尝一次登上巅峰的感觉。”魔女听完有些头疼，你这家伙野心真够大的，简直跟剑圣那家伙一模一样。谈话结束
束后，此次的牌局也到了尾声，结果也是不出意外，金焕获得了胜利。会长们也愿赌服输，兑现了他同时加入在场所有人工会的诺言。而此时的剑帝也兴高采烈的在金焕面前显摆，自己以后不用再叫他金大人了。就这样，工会的事情告一段落，现在也是时候去准备攻打第11层了。这是一场见证人类历史性的一幕，所有人都在激动地呐喊到计时的时间。就在最后结束的那一刻，天空中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异响，一个金发女神优雅地出现在了众人面前，给下面的路人都看呆了。太美了，这是天使吗？随后女神轻柔柔地说道：“攀登巨塔的战士们啊，恭喜你们穿过了炼狱宅邸的怨恨之火，从此刻开始结束新手教学，第11层界限将会打开，只要说出传送2字就可以进入塔内。”可话音刚落，天空中突然出现一个飞奔的男人，他朝着女神就是一记华丽的斩击，直接将她劈得1分为2。没错，这个人正是剑圣马尔库斯。然而这一剑并没有伤到女神丝毫，伴随着滋啦滋啦的声响，女神竟然恢复了原貌，并且继续重复着刚才的那些话语。看到这一幕，下面的人们瞬间明白了，搞了半天原来就是个全息投影。此时剑圣突然感知到了什么，他犀利地往下面一瞅，正好与人群中的金焕对视了一眼。金焕顿时感觉毛骨悚然，看来自己已经被盯上了。随后老头说了一句传送，便消失在了面前。审判官也紧随其后进入了塔内。随着一声声传送，人们被陆续传送到了塔内，但女神的话还并没有说完，她善意地提醒人类，从11层到20层之间，你们的信念将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祝愿你们能找到最终答案并凯旋归来。金焕看得异常入神，他觉得眼前的这个女人不仅仅是全息影像那么简单。就在他也准备要传送进塔内时，背后突然来了一群记者，看来他通关第10层的消息已经彻底传开了。虽然金焕喜欢万众瞩目的感觉，但这么多话筒怼在脸上，他还是有些不知所措。最后他索性直接不管了，先进入塔内再说。可当所有人进入11层的那一刻，都被眼前发生的景象震撼住了，就连剑圣这老头也不由感叹，这战场竟然如此恢宏庞大。就在众人一脸懵逼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一个穿着盔甲的男人走到了面前，他大声呼喊着：“来自异世界的勇士们，快来帮助我们守护帝国吧！”说完，骑士的头顶就出现此层的任务描述，而任务目标就是帮助爱金帝国抵抗魔王的侵袭，因为只有守护补给港口成功后，才可以进入下一层。他是唯一一个受到众神眷顾的男人。当11层的守护帝国任务正式开始后，金焕在第10层通关的隐藏副本奖励也发放了出来。首先是普通奖励战神的庇佑，可以看到11层至20层的完整地图。其次是最重要的隐藏副本奖励元神的庇佑，可以看到11层到20层全部 NPC 的能力值以及所在的位置。然而奖励还没有停止，金焕又得到了伤神的庇佑，可以在11层至20层之间随意挑选一件装备。金焕幸福地沐浴着众神祝福，有了这些东西，通关还不是轻而易举。可一旁的剑帝费都要气炸了，一次都看不到他训练，每天净看他开外挂了。金焕表示：“大哥，你不要再吐槽了，现在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实力与运气并肩的男人。”随即金焕打开了 NPC 排行榜，然后找到了离自己最近并且拥有技能的 NPC， 接着他经典咧嘴一笑，心中顿时有了完美的想法。剑帝也瞬间秒懂了他的用意，一顿口吐莲花嘲讽他，说他又开始那套业务了。随后金焕走到了爱金将军的面前，他开门见山地说道：“如果你想拯救你的帝国，那就赶快把我杀了吧。”爱金顿时愣住了，你开什么玩笑？然而金焕却一脸严肃，他忽悠将军说自己有个特殊的绝招，只要自己一死就会得到神的庇佑，到时魔王军自会不战而溃。爱金还是有些不可置信，就算是能打得了胜仗，但毕竟金焕也是来自异世界帮忙的勇士，他怎么可能下得了手？可金焕的态度非常坚决，他只想死在将军手下，但如果爱金就是不出手，那自己就会亲自了结。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后，将军决定狠下心来，他猛地挥起长剑，忍痛杀掉了金焕，并在嘴里喃喃道：“谢谢你，真正的勇士。”随着死亡的到来，金焕成功复制了爱金的一个技能，可等他复活后再次来到这个时间点时，已经坐在了爱金将军的宝马上，而他手握的那把神器就是此次通关的关键道具。当金焕举起闪耀女神圣剑的那一刻，帝国军队瞬间士气大增，杀得魔王军们节节败退。原来金焕死亡后，不仅复制了爱金的控制战场技能，还得了这个大有来头的传奇圣剑。而创造这把圣剑的女神也在当初预言过，命运之人手握圣剑的那一刻，将是帝国迎来重生的日子。金焕享受着这种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可一旁的剑帝却一点都不开心，心想：你装逼别特么把剑怼我嘴里面啊！并且那些普通猎人们也看得直眼红。金焕洋洋得意地看着那些人的嘴脸，他就喜欢别人嫉妒自己的样子。在金焕圣剑的指挥下，魔王军们被杀得片甲不留，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哥布林之王。金焕找准机会朝着 BOSS 冲了过去，随即一个弹射跳跃到空中，直接一剑秒杀了哥布林之王。伴随着最终 BOSS 的死亡，帝国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巨塔也在这时提示，第11层副本已通关，正在统计贡献排行榜名单，前10名挑战者为以下人员。当大家看到第1名是金焕时，惊讶的目瞪口呆，纷纷讨论起他不就是那个一人通关第10层的大佬吗？虽然在别人眼里是大佬，但剑帝可不这么认为，因为在他眼里这只是一些小
聪明和运气罢了，根本就不是自身本质上的实力。金焕也明白剑帝的用心良苦，随后跟他说道：通关20层之前我会修炼剑术的，别生气了。剑帝一听，好小子，这才对嘛，放心吧，我会好好教你的。看着兴高采烈的剑帝，金焕觉得他实在太好哄了，简直就跟个小屁孩一样。随后艾金将军来到了金焕面前，对他进行了一番感谢，但艾金表示战争并没有结束，因为背后那堪比神明的恶魔还未现出真身。说完，两人正要握手告别时，巨塔再次传来提示，前10名挑战者已统计完毕，前10名可提前进入12层，奖励将在待会发放。传送前，艾金还对着金焕小声说了一句：我们的帝国就拜托你们了。随后几人被传送到了帝国皇宫内。此时审判官小可爱满脸佩服地看着金焕，夸他真厉害，居然能让 NPC 都对他唯命是从。就在两人商业互吹的时候，剑圣突然一剑劈了过来，还好小可爱及时挡下。接着剑圣恶狠狠地说道：我劝你们别拦着，今天我必杀了这家伙。这个男人凭借一己之力拯救了帝国军队，可现在他差点反手就被大义凛然的剑圣一剑劈死。审判官小可爱有些蒙圈，他还以为大叔转行做杀手了呢。剑圣恶狠狠地盯着金焕，扬言今天必须要杀了这个畜生，还说谁阻挡自己就砍断谁的胳膊。但小可爱可一点都不怕他，并表示金焕可是我们战团很重要的人，如果就这么被你杀了，那5大战团的颜面何存？剑圣犀利地看着他说道：我可不管那么多。审判官明白了，看来你是非杀他不可了。随即小可爱立马施展神圣之术送神，下一秒圣骑士和毒蛇从天而降，但剑圣转身一只手就秒接住了他们的攻击。这强大的实力让毒蛇不禁吐槽：你这个糟老头100年纪了，怎么还这么猛？说完，3人将他团团包围，然后小可爱转头向女爵索要1万金币。女爵本想拒绝，但局势已经到了这步，只好忍痛割爱支援一下。随后空中就下起了倾盆碧雨，小可爱一脸满足地看着这些金币，接着他双手并拢，庞大的魔力不断在他掌中聚集。下一刻，毒蛇和圣骑士的肉身得到了超级强化，身体的各项机能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而这就是神圣之术请神。此时一旁的黑魔女也不再看戏，准备帮他们一起出手，然后并告诉剑圣，我们之所以阻拦你，是因为我们和金焕签订了契约，他已经同时加入了我们5大战团，并且地位也相当于团长，所以你确定能应付我们几个人吗？现在局势已经完全逆转，此刻就算剑圣实力再强，也绝对架不住这群顶级猎人的围攻。剑圣被气得咬牙切齿，恶人就站在他的眼前，但他却无法伸张正义。然而就在此时，金焕竟然大摇大摆地走到了剑圣的面前，并表示自己其实内心也很害怕，想跟他好好谈谈。可剑圣却一点都不相信他的鬼话，因为在他眼里，金焕就是个杀害了4000多条性命的杀人狂。一个杀害4000多条性命的杀人狂正站在眼前，可这时一向嫉恶如仇的剑圣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逍遥法外。剑圣恶狠狠地盯着他们，在他眼里这些人跟金焕都是一丘之貉，并且他非常确信当初没有加入他们的战团是个明智之举。但其实剑圣真正拒绝加入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证明自己一人也可以登顶巨塔。他向众人训斥道：我的目标是要让所有猎人明白，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一样能获得成功，我给了他们翻身的希望，可你们呢？你们不过就是群腐臭的烂泥罢了。听到这话，黑魔女被气得咬牙切齿，毒蛇也在一旁怒骂着：别他妈装那么高尚，之前挑战5到9层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帮忙，伤亡人数至少都会减少1半。然而剑圣并不在乎他们说的这些，还表示你们要是不服的话，就真正的来打一场吧。金焕让大家不要再吵了，一味的相互指责解决不了任何事情。难道我们现在该在意的不应该是攻略第12层塔，帮助 NPC 们拯救帝国吗？说完，旁边一直沉默不语的圣骑士开口说话了，他觉得金焕说的没错。接着他亮出了自己的专属一级技能测谎，施展后可分辨出对方说话的真伪。然后圣骑士告诉剑圣和金焕，如果你们相信我，那就来一场真伪辨测吧。金焕一听，这不正是证明自己的绝佳机会吗？直接同意了他的提议。剑圣也相信圣骑士的为人，便也同意了这个方法。随后测试开始，剑圣首当其冲的质问金焕是不是杀害过4000多人，没想到金焕竟然毫无避讳，直接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剑圣激动地向众人大喊：你们看看，他果然是。然而话刚说到一半，圣骑士就打断了他，因为金焕刚刚撒谎了。剑圣瞬间惊愕在了原地，满脸写着不可置信。他赶紧换另一个问题，说这家伙绝对是培养出来的顶级杀手。然而这次金焕也没有解释，直接承认了。但圣骑士表示金焕说的还是谎言。老头彻底懵了，他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都开始怀疑自己的技能是不是出现了错误。就在这时，金焕主动说出了真相：我确实是杀过人，不过只杀过一个，而且那人还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渣。剑圣被说得哑口无言，因为金焕刚才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随后金焕凑到老头的面前说道：既然误会都已经解除，那你是不是应该向我道歉呢？如果没有这几个团长在场，我现在可能已经死在你的手下了，对吧？一个最弱的 S 级猎人，竟然在5大顶级战团团长众目睽睽下，要求猎人排行榜第1名的剑圣给自己道歉。现在事实已经证明金焕不是一个杀人狂，团长们也催促着剑圣赶紧给金焕道歉，而金焕也非常期待他接下来到底会怎么做。看着手中伸张过无数次的正义之剑，老头陷入了沉思。他拔出剑鞘看了看自己头顶上的杀人数，最后他收起了剑，郑重地向金焕鞠躬，并说了一声对不起。他承认是自己的鲁莽误会了金焕，还差点杀死了他。在遇到金焕之前，老头一直贯彻着不放过任何恶人的原则。
择走到的现在。但此刻他明白了自己的想法是固执且错误的，然后他真诚地向金焕表示，等自己登顶巨塔之后，这条命你随时可以来取。金焕转头看向旁边的圣骑士，圣骑士点了点头，暗示剑圣刚才说的都是真话。金焕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剑圣，随后他对剑圣尊敬地说道：“您不用有这么极端的想法，其实只要教我一点剑法，我就很满足了。本来我是不想提出任何条件原谅你的，但我怕你觉得自己太没面子，只好想到了这个法子。”说完这些的金焕老脸一红，没想到说着说着把真心话全吐露出来了，而这一番话也给在场所有人都说愣了，就连圣骑士都感到非常惊讶。天啊，他竟然说的都是真的！此时小可爱在一旁被感动得泪流满面，这是他见过最神圣无比的一幕了。剑圣低着头沉默了一会，下一秒他突然猛地抱住金焕，兴奋地说道：“没问题，你以后的训练包在我身上了，你就叫我马尔库斯爷爷吧。等我那个乖巧可爱的孙女来巨塔了，我一定要把她介绍给你。”金焕有些受宠若惊，这一切来的都太突然了，自己都还没准备好呢。就在两人东拉西扯时，巨塔突然传来提示：“恭喜你通关第11层，成为排名第1的猎人，现在开始发放第1名奖励。”话音刚落，一个金色女神和黑色魔王出现在了金焕面前。选择守护女神的奖励，则可以成为帝国的任意一个重要的职位，选择后也会得到相应的能力和威望。然而秋雨魔王的奖励却跟这个有着天壤之别。魔王对金焕的表现十分惊叹，他想跟金焕暗中合作，只要杀死在场的所有勇士，完成后就会使用权能将他传送到第99层塔。金焕惊恐地望向旁边的团长们，只要杀了这些人，我就可以。男人的面前有着2个不同道路的选择，一个是获得守护女神的祝福继续攻塔走下去，而另一个则相当诱人，只要杀死在场所有的勇士，就可以被魔王使用权能传送到塔的顶端第99层。然而在这2个奖励出现后，剑帝立马就看穿了这是陷阱，并警告金焕千万不要上当。金焕当然清楚这是阴谋，因为炎帝那家伙肯定选择过魔王的奖励，但他之后并没有被直接传送到99层，而是被逗留在了40层。不过尽管知道是陷阱，金焕还是有些心动，他向剑帝询问，要不我们先去第99层看看，反正死亡之后再重新回到这里如何？剑帝一脸深沉地告诉金焕不要那么做，就算身为剑帝的我也攀登到第99层就失败了，而且第99层里没有终极怪物，但存在着比怪物更可怕的东西。总之你还是继续保持状态慢慢攻略吧，有些事情是急不得的。金焕听完深思熟虑了一会，最后他决定放弃这次机会，2个奖励索性都不要了，走一条最保险的路。随后金焕转头告诉大家，自己面前有2个第11层的奖励选择。黑魔女表示，我说你刚才怎么在发愣，快选择吧，然后应该就轮到我们了。金焕回答着，我已经决定好了，2个我都不要。伴随着众人的疑惑，奖励也消失在了金焕面前。随后剑圣看了看眼前的奖励描述，他觉得金焕这么做确实很保险，但没必要放弃所有奖励吧。说完，剑圣就选择了女神的奖励，成为了骑士团团长。现在该轮到小可爱选择了。为了能让大家更清楚地明白这次奖励，小可爱直接施展法术，把技能描述投影到了地面。当众人看到这骇人的奖励时，瞬间冷汗直流。小可爱表示，看来是巨塔想让我们来一场狼人杀游戏，但好在有圣骑士在身旁，如果谁撒了谎选择了魔王的奖励，一测便知。了解完情况后，大家各自选择了跟自己相近的帝国职位。现在奖励也已经结算完毕，巨塔开始清点人数，一共10人完成了选择，1人放弃了奖励，而选择女神的奖励人数为8人，选择魔王的奖励1人。听到有人选择了魔王的奖励，一时间所有人都表现得非常不安，他们紧张地望向彼此，看来还是有人忍不住诱惑选择了魔王，而这个叛徒就隐藏在他们所有人之间。这场狼人杀游戏也正式拉开帷幕。这是一场真人版死亡狼人杀，在所有人都表明自己选择的是女神奖励后，巨塔却提示有人偷偷选择了魔王的奖励。黑魔女首先放下狠话，如果让我知道了叛徒是谁，我绝对会让他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去。此时的大家非常紧张，都催促着圣骑士赶紧使用测谎技能审问在场所有人。随后圣骑士开始测谎，但由于金焕放弃了奖励，所以这次他没有任何嫌疑。接着圣骑士开始对大家进行1对1审问，可他们无一例外说的都是真话，没有一人撒过谎。毒蛇想想就脊背发凉，在场10个人都没有选择魔王奖励，那叛徒到底是哪来的？看到众人慌慌张张的样子，女神哀叹勇士的愚蠢，而魔王则在上面看得开怀大笑。圣骑士告诉大家别慌，冷静一点。然而剑圣这时突然打断，他怀疑圣骑士也许就是叛徒，因为测谎的人也可以说谎。听到这话，黑魔女很是不满，你是在怀疑我们吗？剑圣表示没错，就算圣骑士不是叛徒，他也可能为你们其中的人说了谎。就在大家互相猜忌之时，小可爱向众人说道，我们5大战团认识了10年之久，信任肯定是没问题的，但5大战团之外的人那可就说不准哦。路人甲们听懂了审判官的意思，可没等他们来得及逃跑，小可爱一个瞬移到了背后，一掌刺穿了男人的身体，毒蛇也紧跟着干掉了另一个人。剑圣看不下去了，他拔出剑怒骂着，你们这群畜生果然露出了真面目。小可爱心狠手辣，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将几人残忍杀害后，巨塔在这时也传来提示，3位勇士已死亡，他们不是魔王的手下。剑圣特么忍
忍不了了，一击斩击下去，直接把小可爱的胳膊斩断。还好有毒蛇拦着，要不然已经死了。其余几位团长也见状，连忙过去帮忙，跟剑圣打了起来。现在场面一度非常混乱，圣骑士赶紧把判断权交给了金焕，让他出面制止这些人不要再乱来了。随后金焕大声叫住剑圣，看在我是您女婿的份上，先停手好吗？我知道您不会原谅这些人，等查明真相之后再说也不迟啊。等众人都冷静下来后，金焕给大家仔细分析了一下，你们看，上面写的是毁掉20层的魔王之河，我们的精力应该放在对付魔王上面，而不是这个莫须有的叛徒上。说不定这个所谓的叛徒就是系统强制指定出来让我们内乱的，只要我们不断攻塔干掉最终的魔王，这一切不都会迎刃而解吗？秋雨魔王终于现出真身。当魔王矗立在战场上的那一刻，天空中下起了血红色的噩梦之雨，被淋到的所有士兵都陷入了恐怖的梦魇之中。就算是剑圣这般强大的猎人，也在秋雨魔王面前顶不住那令人战栗的压迫感。看着宛如蝼蚁的人类们，秋雨魔王开口道：“你们以为找来异世界的帮手就能帮助你们拯救帝国吗？真是一群可悲的人类！无论找来多少人，我都会瓦解你们的意志，让恶灵吞噬了你们。”说完，巨塔就弹出了这次的任务描述，难度也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SSS 级别。而这次的目标就是要阻止魔王削弱他的力量，但无论怎么看，这都已经超过了猎人们的能力范围，这秋雨魔王根本不是他们能解决的。然而金焕却不这么认为，他知道巨塔不会发布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他开始指挥众人，给每个人都布置了不同的目标。可在叫到小可爱时，金焕却没有给他好脸色，因为他讨厌小可爱这样乱杀无辜的猎人。但现在不是解决恩怨的时候，因为他作为重要的大将军角色还有任务要去做，那就是安抚城墙上的士兵，稳定当下的局势。现在全员已经准备完毕，战斗也在此刻正式打响。随后金焕准备出发前往战场，但就在此时黑魔女却找到了他。金焕有些不解，这时候你不应该在城墙上吗？怎么突然就回来了？魔女表示当然是要把你带过去啊，因为你那把圣剑可以吸引 NPC 振奋人心，所以城墙上需要的人不是我是你，你快同意吧，我这就带你瞬移过去。金焕非常诧异，要知道 S 级技能都是每个人压箱底的秘密，没想到魔女竟然直言不讳把这个直接告诉给了他。但其实魔女没有想那么多，因为她现在的身份是帝国宰相，拯救人民才是最重要的目标。随后魔女紧紧握住金焕的手，哭嚓一下，两人就瞬移到了城墙上。可到这之后发现情况并不乐观，站在这里一眼望去，下面都是一群绝望的哭泣士兵。黑魔女眼神犀利地看着士兵们，随后她站在城墙上大喊着：“都给我振作起来！帝国的士兵们，你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城墙，只要你们不倒，这个国家就不会灭亡，而神也会庇佑我们的。”说完这番慷慨激昂的话语后，守护女神对魔女感到非常赞叹，为此女神赋予了她另一个全能——圣剑之光。面对如此可怕的魔王，人类的意志被瞬间恐惧瓦解。还好关键时刻黑魔女挺身而出，当她和金焕举起圣剑的那一刻，女神赋予的全能圣剑之光笼罩在帝国各处，保护人们不受噩梦之雨的侵扰。然而在金焕眼里，这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全能，因为这圣剑之光仅仅只能照亮一片区域而已，但这也已经足够了。有了魔女的鼓舞和女神的祝福，被陷入恐惧梦魇中的士兵们逐渐清晰恢复了斗志。金焕一脸诧异地看着黑魔女，没想到如此冷酷的她竟然也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看到金焕愣神的表情，黑魔女吐槽道：“我就这么好看吗？一直盯着我，赶紧想想接下来怎么应对魔王吧。”但其实金焕心中早就有了一个想法，他计划让猎人们吸引小怪，然后利用魔女的瞬移功能，把自己传送到落单的魔王面前。听到这，魔女有些疑惑：“你这跟送死有什么区别？”然而他说的没错，金焕就是要去送死。就在此时，魔王开口说话了，他嘲讽女神给人类的根本不是什么祝福，只是个戏耍人类的玩笑罢了。接着魔王举起那黑气缠绕的神秘巨剑，一剑挥砍下去，整整数十万的帝国军队瞬间灰飞烟灭，就连固若金汤的皇宫大殿也顶不住这毁天灭地的力量，被一剑砍成了废墟。而负责内殿的勇士女爵团长也没能幸存下来，死在了魔王手下。魔女感叹，昔日的好友竟然就这样死了，但现在不是悼念的时候，先解决眼下的问题再说。随后俩人握住双手传送到了战场，看着面前成群的怪物袭来，剑帝告诉金焕，这是锻炼你的绝佳机会，拼尽全力去抵抗怪物吧，不管能坚持多长时间。随后金焕拿起增强版的肾上腺素，一口气直接闷了下去。现在一切都已经准备完毕，是时候该真正讨伐这些魔王军了。面对敌方千军万马的魔王军，金焕没有丝毫退缩，他猛地喝下那瓶82年的肾上腺素，接着抄起圣剑对着魔王军们疯狂屠戮。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金焕已经记不清杀了多少怪物，他开始达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眼中的世界变得暗淡无光，只有自己鲜艳的在这战场上脱颖而出。此刻他又联想起了炎帝那个畜生，心想凭什么他就可以攻略20层，既然他也能做到，那我也可以，并且我还要攻略塔的顶端100层。经过不断的击杀怪物，金焕的存在感再次提升，升级为了D级猎人，而他也离 S 级猎人又近了一步。随后剑圣老爷子也赶到了现场，他夸赞金焕真的厉害，作为一个D级猎人，竟然拥有了堪比 S 级猎人的实力与胆识，果然是个好苗子。金焕谦虚地回答着，你这不废话吗？因为老子有挂呀。随后俩人合力开始在战场上大杀四方，小可爱也紧随其后，带领着帝国大军进攻战场，而毒蛇门主也在此时赶了过来。可他来到金焕的身旁时，却发现金焕太过投入，根本没有听到自己说话。廖凡欣慰一笑，这小子果然非常特殊。接着他陪同在金焕身旁一块杀了过去。看着这群拼命挣扎的人类，魔
王已经没有耐心陪他们玩了，他举起黑色巨剑在天空中召唤出血色迷雾。黑魔女见状立马使用镜子将攻击反射了出去，随后大家集合在了一起，握紧了魔女的手准备传送。可当魔女叫到金焕时，金焕有些犹豫了，他站在魔王的面前，内心有些感慨，因为眼前的这些景象和之前经历的这些都要消失了。剑帝在一旁安慰他不要那么悲伤，走吧，我们去对付终极怪物。随后勇士们全部集齐来到了魔王的面前，可没等双方开打，金焕突然撒开魔女的手，举起圣剑朝着魔王就要砍下去。魔王嘲笑金焕真是愚蠢又自大，竟然一人就敢挑战我。然而愚蠢的人不是金焕，而是他自己，因为金焕就是故意要死在他的手上。这是男人的第4500次死亡，他不仅可以无限复活独挡，还能复制击杀者身上的技能。为了攻破巨塔的第12层关卡，他故意死在了秋雨魔王手上。现在到了挑选技能卡的环节，随后剑帝开始描述技能卡的详情。首先是第1张 S 级技能怨恨如雨水蔓延，技能效果：只要身边有无辜之人的鲜血在流淌，天空就会下起噩梦之雨，被淋到的人会陷入梦魇之中，活活耗死。第2张1加级技能心脏的回响，你的感情会提升你的内力，无论是仇恨、报复还是喜怒哀乐，都会转化成源源不断的燃料，增强你的内力。第3张最牛逼的技能来了 ，SS 级技能百鬼召唤，被你杀死的人或者怪物，可以让他们变成亡灵大军，但只能变成一些哥布林、半兽人、骷髅等等，并且1周内只能使用1次。金焕若有所思，这3个技能都非常符合他的心意，但因为限制的存在，他只能选择一个。最后金焕抓住了一张金色卡牌，因为金焕的猎人等级提升到了D级，所以这次将产生副作用。秋雨魔王的心理阴影即将重现，惩罚强度终极，选择结束后时间也回到了24小时前。有了这次的经历，金焕决定将11层和12层的信息全盘托出，但前提有个条件，就是进塔之后，团长们必须无条件答应自己一件事，具体金焕现在不能说，但可以保证的是，不会做出伤害别人性命等等之类的事情。小可爱表示没问题，未雨绸缪总是好的。女爵团长也在旁边附和着赞成这个条件。随后金焕把10层以上的详情讲给了他们听。商议完巨塔的事情后，金焕让圣骑士陪着自己走走，接着两人悠闲地走在大街上。过了一小会儿，剑帝提醒金焕，那家伙跟上来了。金焕并不惊讶，因为这每一步都在按着他的计划来。随后走着走着，两人来到了伊寒的药店。当看到自卫队的圣骑士亲临自己的小店时，伊寒被吓得立马跪地求饶，嘴里还不断念叨着自己是小本生意，没有任何违法乱纪，大大的良民。金焕让他赶紧起来，表示自己是带着圣骑士过来购买药水的，你误会了。听到这，伊寒一把握住金焕的手说道，你真是我的天使。就在此时，一个男人走到了药店门口，而来的人正是剑圣马尔库斯。他上来开门见山地说，麻烦都请出去吧，我想跟这小子单独聊聊。当一个人打心底里误会你的时候，你的解释是有多么的苍白无力。在见圣老爷子踏进药店那一刻，他威胁除了金焕那小子，所有人都立马出去。但圣骑士怎么可能会袖手旁观？他坚定地挡在剑圣面前，没有丝毫让步，似乎战斗将一触即发。然而剑圣骑士并不想对圣骑士出手，因为他知道这个男人是个没杀害过任何性命的好人。此时伊寒也挺身而出，他向剑圣解释，金焕是自己的恩人，无论如何自己都会拼命保护他。看到这一幕，剑圣沉默了。虽然两人没有很强的实力能阻拦剑圣，但他们坚定的眼神和正义的举动却显得非常铿锵有力。思索片刻后，老爷子把剑收了回去，并扭头潇洒地说道，看来今天来的还不是时候。在他走出药店后，金焕也立马紧跟了出来，他大喊着让剑圣明天下午在城北的空地见面，到时自会把一切解释给他听。看着剑圣凄凉的背影，圣骑士有些感叹，其实老爷子以前不是这样的人，他也有个和谐美满的家庭，可在他一次外出时却发生了意外，他的女儿和女婿都被杀人狂杀死，只有孙子和孙女侥幸存活了下来。可能就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他变成了嫉恶如仇的剑圣。其实圣骑士非常能理解老爷子的心情，因为有些恶人就不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时间来到第2天下午，金焕如约而至，来到城北的会面地点。剑圣夸他很有胆量，竟敢一人就面对我，看来你杀了那么多人后对自己实力很有信心啊。金焕有些心痛，委屈的像个孩子一样。随后他开门见山的说道，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想杀我，是因为侦探的慧眼技能吧？老爷子有些吃惊，这家伙是怎么知道的？金焕告诉他，我是一名预言家，拥有预知未来的技能，无论你接下来做什么举动我都一清二楚。剑圣眉头一皱，然后把手放到了后面，让金焕猜自己伸出了几根手指。金焕失算了，他知道自己根本猜不出来，随即他猛地掏出匕首。就在剑圣以为他要动手的时候，金焕竟然毫不犹豫地刺死了自己。伴随着老爷子的一脸惊愕，时间又回到了24小时前。经过金焕一次又一次的死亡，终于在这次他说服了剑圣，他让老爷子给自己5天的时间，到时自会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老爷子同意了，反正自己在他身边，这小子也跑不了。现在事情都已解决完毕，第12层关卡也将迎来全新的结局。为了能让世界第一猎人相信自己的清白，金焕足足杀死了自己将近600次，好在最后终于把剑圣老爷子成功说服。现在全员已经集合完毕，开始攻打第11层关卡。随后众团长开始在敌军中大杀四方，但这次不同的是，金焕并没有选择去抢风头，而是在后面默默地看着发生的一切。可能是之前经历的太多，现在只想低调一点吧。可他笑着笑着，却突然感觉脊背发凉，然后他猛地转头一看，发现剑圣正死盯着自己，而且老爷子还表示要24小时监督金焕。金焕也无可奈何，谁让他是
自己的克星呢。为了尽快结束战斗，金焕找到了黑龙团长，接着拿出了一张迷你地图，并告诉他这个可以一眼就看清战场的局势。听到有这宝贝，黑魔女眼前一亮，她握住金焕的手说道：“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快点，赶紧找出终极 BOSS。”随即两人紧紧握住彼此的手，下一秒二人直接就闪现到了空中，一眼就看穿了最终 BOSS 的位置。黑魔女继续使用传送来到了 BOSS 的头顶，让我来吧，我去杀了他。说完，金焕就举起圣剑纵身一跃，一剑把哥布林之王劈成了青苹果未分打。看到老大被砍成了肉泥，小弟们被吓得落荒而逃，而这场战役也完美收官。黑魔女激动地呐喊着：“太好了，我们不到1小时就攻略了副本，而且战死的猎人也屈指可数。金焕，你真的太棒了！”金焕都看傻眼了，一直以来黑魔女的形象都是冷酷无情的样子，没想到她竟然拥有如此单纯善良的一面。看着黑魔女美丽又灿烂的笑容，金焕顿时感觉自己恋爱了。因为这些宝贵的经历，金焕在其中不断蜕变。从此刻开始，他不再需要那所谓的虚荣感，他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他要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一直将他们守护下去。剑帝为他感到欣慰，这臭小子终于成熟一点了。排名统计完后，前10名依旧还是这几位团长。随后大家被传送到了12层的皇宫内，小可爱刚跑过去夸他，金焕就给他拦住了，因为他现在要宣布一件事。之前团长们不是答应过金焕要无条件做一件事吗？现在该信守承诺了。金焕表示，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留在皇宫内，什么都不要做，我会在5天之内独自一人攻破到第20层关卡。一个最弱的 S 级猎人，竟然当着各大顶级团长们的面前，扬言要独自一人5天内攻破到第20层关卡。团长们震惊无比，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黑魔女善意的提醒金焕，不要太过盲目自信，要知道我们当初各大战团可是耗费了多年时间，才仅仅攻破到第10层关卡呀。但金焕心意已决，他真诚的拜托各位就听从自己的请求吧，不管发生什么，你们就在这等我5天就好了。说完，巨塔就开始发布第11层的奖励，但因为金焕刚才的举动，魔王没有找到挑拨离间的机会，他气急败坏的让金焕快点选择自己的奖励。可金焕依旧不为所动，小可爱宠溺的看着金焕，最后决定同意了他的请求。毕竟之前那些宝贵的情报都是金焕提供的，而且我们几位团长还答应过他要无条件做一件事，所以于情于理我们都没有反驳的理由。黑魔女有些头疼，虽然她很担心金焕的安危，但也只能这样了。然而团长们是同意了，可见圣老爷子却没答应。他之前跟金焕有过约定，这段期间会24小时观察他，不管身处何处。金焕觉得太好不过了，如果身边多个剑圣帮助自己打败魔王，那就更有底气了。跟大家告别后，金焕便转身离去。可当他刚推开大门时，两人就被眼前的一幕看愣住了。这些 NPC 和场景都变成了灰色，时间也仿佛静止到了现在。金焕解释着，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选择奖励和职位的缘故，这些需要角色扮演的任务和关卡没有被激活，所以才变成了这般景象。说话的途中，秋雨魔王也在不断的催促金焕快点选择奖励，但金焕并没有鸟他，因为他想到了一个好点子，他要在这里提前干掉魔王。接着金焕掏出迷你地图找到了魔王的位置，就在两人准备前往地点时，魔王终于忍不下去了，他愤怒地现出了真身，赫然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并警告金焕立刻遵守规则，按照流程去做。金焕拿起圣剑指着魔王的鼻子说道：“我就是要打破规则，在这里杀了你，这样就没有任何人能惨死在你的手下了，因为我想要的可是圆满的结局。”魔王听到后大发雷霆，他化作一滩凶恶的黑水向着金焕吞噬而来。然而在这个时停的世界里，金焕可是永恒无敌的存在。这是一个静止的世界，无论是时间还是人类和事物，都被永远定格在了现在。而打破这个诅咒的唯一方法，就是杀掉这个堪比神明的秋雨魔王。然而因为魔王的实力太过强大，金焕每次跟他战斗都是被一击秒杀。但金焕最不怕的就是死亡，他将自己每次死亡的数次记在了手中，并且也在跟魔王的战斗中不断提升自己。不管是几百次还是几千次死亡，金焕都不会放弃，直到能把魔王干掉为止。就这样，金焕开启了无限循环。在这期间，剑帝也没有疏忽对他的教导，认真的教了他武功和内力的用法。可打着打着，金焕对魔王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感情，他觉得这家伙就跟自己的老朋友一样，甚至每次战斗前都会对着魔王喊一句：“今天我要跟你打个痛快。”可能因为是金焕无限回归的缘故，魔王不知为何在与这个男人对话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且他在金焕的身上看不到一丝的恐惧，相反，金焕的脸上还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魔王很是不解，他都要死了，怎么还笑得出来？金焕嘲讽着：“你这种人，这辈子都体会不到这种感觉。”魔王怒了，他猛地挥起黑色巨剑，再一次击杀了金焕。虽然金焕每一次轮回都是同样的结局，但过程却每次都在发生改变。之前可能是需要50分钟才能通关的第11层，现在却只要20分钟即可，并且伤亡人数也降到了不到10人。随着时间的不断推进，第11层已经被金焕完美通关，不仅几分钟就攻略了关卡，他还保护了所有人的性命，没有一人因为魔王军而死亡。魔女紧紧握住了他那写满记号的手，然后一头扎进金焕的怀中，嚎啕大哭了起来。谢谢你金焕，大家都活下来了。随后金焕继续来到魔王的面前单挑，但就在此时，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爆炸，紧接着黑魔女竟然出现在了他的身边。金焕告诉魔女，我在玩单人游戏，但毕竟你都来了，那我俩就来一次双人快打吧。魔王看到后哈哈大笑，你以为就你能找来帮手吗？随即魔王伸出了手，直接召唤出了百鬼大军。看着数不清的怪物袭来，黑魔女让两人赶紧握住自己的手，现在的局面不是我们能应付得了的。金焕微微一笑，然后举起手指大喊道：“百鬼召唤！”
百鬼召唤，在金焕使用技能的那一刻，所有埋藏在地底的尸骸破土而出，一瞬间，整个战场布满了亡灵大军。这场面，巫妖王看了都直呼内行，黑魔女和剑帝看得目瞪口呆，这技能简直太逆天了。然而，这些召唤的骷髅并不是怪物的尸体，而是金焕自己本人。因为这个技能效果只能召唤出自己亲手杀掉的人，所以金焕才能一口气召唤出上千个。看到这一幕，秋雨魔王震惊无比，这家伙为什么会拥有跟自己一模一样的技能？感受到羞辱的秋雨魔王彻底被激怒，他绝对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随后，金焕提醒大家做好战斗准备，并举起圣剑号令百鬼大军进攻。说完，无数的骷髅就冲向魔王军，杀的这群怪物残肢断臂。一时间，整个战场的局势就被金焕所掌控。剑帝在一旁看得哈哈大笑，这不死者军团是真赖啊！魔王唾弃着人类，你们从未背负过这个世界的恶意和怨恨，竟然还想阻挡我的进化之路！金焕坚定地站在魔王面前，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会跟魔王一战到底。说完，金焕的身边突然散发出金色光芒，巨塔也在这时提示：恭喜你获得称号“死亡之主”，向收割生命的王致敬。其实魔王起初并不是属于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但他却有个特殊的能力，只要吞噬掉对方，就可以完整复制被吞噬的那个人的生命形态，包括对方的记忆和情感等等。最初的魔王只是复制了一些动物的身体，可在他吞噬掉一个小女孩后，一切都变了。等女孩父亲赶过来时，发现自己的女儿艾斯特满嘴鲜血，而这不仅是魔王的第一个名字，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人类的情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艾斯特逐渐成长，成为了人们眼中的边疆圣女。因为不论是什么疾病，只要经过她的救治，就可以恢复如初。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艾斯特并没有治愈疾病的能力，但她却可以重塑一个新的生命。她温柔地抱着孩子，感受母爱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孩子病痛的折磨。为了解脱这个可怜的灵魂，艾斯特一口将其吞噬，并抬手又创造出了一个健康的孩子。就这样，艾斯特又拯救了一个生命，而他的信徒们也在日益增加。然而好景不长，因为艾斯特的影响力太过庞大，女神的权威受到了影响，因此帝国的士兵们觉得艾斯特就是魔女，一致认为他们的信徒也是异端组织。为了清除这些诅咒，他们放火烧了村庄，残忍杀害了所有的无辜村民，甚至就连孩子都不放过。见到这一幕，艾斯特悲愤交加，他发誓不会放过帝国所有人，直到把他们全部吞噬为止。她本是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圣女，但因为女神的嫉妒，这一切都毁了。帝国的士兵们被女神蛊惑，残忍杀害了这些无辜的村民。而艾斯特见到这一幕后，彻底黑化，成为了吞噬一切生灵的秋雨魔王。然而魔王的背景故事，此刻的金焕还一无所知，他还在奋力与魔王战斗。尽管金焕使用了百鬼召唤，可还是无法伤到魔王丝毫。但金焕却找到了另一个击败魔王的方法。这次他不再记录自己的死亡，而是把魔王的每次攻击动作和战斗习惯都牢牢记在了心里。在经历又一轮死亡后，金焕在魔王面前变得肆无忌惮，无论魔王使用什么样的技能或者攻击，他都能轻松闪躲。这也让魔王感到疑惑，这家伙难道还拥有预言之眼之类的技能吗？技能冷却时间结束后，金焕再一次使用了百鬼召唤，接着拿起圣剑朝着魔王就劈砍而下。虽然没能伤到魔王，但这一招已经很不错了。本来还能坚持一会跟魔王拉扯，结果剑帝在一旁叨叨个没完，吵得金焕一不小心就死了，气得金焕口吐芬芳。这一死又得折腾一周了。剑帝一副欠揍的表情嘲讽着金焕：“你能拿我怎么办？”回到战场，金焕指挥着黑魔女躲避攻击，并让她释放大招了结魔王。随后黑魔女开始蓄力，只见5只黑镜不断反射出黑色能量，并在中间形成了5芒星阵。下一秒，一团威力巨大的黑色能量体倾泻而出，这恐怖的一击直接将魔王的身体贯穿。魔王踉跄地扶着身体，看来这大招对他的伤害还真不小。黑魔女见状，立马趁胜追击，随即跳跃到空中，将所有黑镜聚集到魔王面前，接着砰的一声，直接把魔王炸得稀巴烂。而此时的魔王也因为受伤露出了黑水下的一丝真面目。看到这跟人类一样的皮肤，金焕有些震惊。魔王见大势已去，决定暂避锋芒，化作一滩黑水后便消失在了几人面前。金焕崩溃了，自己努力做了这么多，到头来却是一场空。然而就在此时，巨塔突然传来提示，触发隐藏任务，第12层到19层任务已改变，隐藏任务名称：静止的世界。魔王因受伤而逃走，但还没有逃远，是否追击魔王，请做出你的选择。金焕欣慰地看着任务栏，果断选择了接受。而这一切的真相也在此刻渐渐拉开帷幕。这个男人不仅击退了堪比神明的秋雨魔王，甚至还因此改变了整个巨塔故事的历史。在金焕触发隐藏任务后，天空中开始散落蓝色的花瓣。就在几人一脸懵逼时，金焕突然发现背后的城镇竟然恢复了生机，就连之前那些战斗的旗帜也跟随着消失了。随即，金焕握紧黑魔女的手，传送到了城墙上。可到上面一看，两人都被眼前的繁荣景象看愣住了，仿佛整个帝国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金焕顿时明白了，原来改变历史是这个意思。之前魔王侵略后，无论胜负，历史都无法改变，而现在则是直接变成了魔王从未出现过。就在两人静静地欣赏帝国美景时，楼下的艾金将军突然大喊道：“你们是什么人？竟然私自随便登上城墙！立刻给我下来！”看着眼前昔日的好友把自己当成了陌生人一样对待，金焕失望地低下了头。可下一秒，他竟然哈哈大笑了起来。随即，金焕猛地抬头，对着城墙下的所有人说道：“我做到了，我成功守护了你们的帝国！”这一声声激动的呐喊贯彻了整个城镇。此刻，金焕终于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从现在开始，他不再是那个懦弱又充满嫉妒心的废物猎人了。发泄完后，巨塔也攻
公布了此次攻塔的排行榜，但第一名的名字不再是叫金焕，而是巨塔赋予他的称号死亡。随后金焕挥手跟城墙下的艾金告别，而艾金也是一脸懵逼，怀疑这人脑子好像有问题。一旁的剑帝也被金焕逗得捧腹大笑，原来金焕也有着疯狂的一面。金焕撩拨着头发回答着，没办法，今天我实在太爱自己了。随后金焕转头准备握紧黑魔女的手传送到13层时，发现魔女竟然摆出一脸看垃圾的表情看着金焕，随即魔女开口道，我就知道实力越强的猎人越不正常。调侃完后，几人便握紧了彼此的手准备传送，可当他们在传送到第13层的那一刻，瞬间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秋雨魔王竟然正站在他们的面前，魔王站在3人面前歇斯底里的吼叫着，这恐怖的叫声贯彻在13层塔内各处。看到这骇人的一幕，几人身体不自觉地发出冷战。就在金焕等人做好战斗准备后，剑帝却在这时发出了疑惑，他发现魔王的力量好像变弱了。虽然黑魔女重伤了他，但似乎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更像是等级降低后的一种惩罚。比如魔王之前在12层的实力相当于 SSS 级的哥布林之王，那现在他的实力差不多削弱为了第5层关卡的小哥布林之王。剑帝分析完后，巨塔再次弹出提示，正在统计12层奖励。然而下一秒，面板竟然显示无法统计，并且这些正式奖励都只能在第19层通关后结算。随后巨塔便发放了基础奖励，战神的庇佑效果增强，第11层至20层的小地图全部开放。当看到地图信息后，金焕瞬间秒懂了，原来他们回到的其实并不是魔王侵略帝国之前的历史，而是魔王还未正式入侵整个大陆的时期。而魔王之所以现在的实力很弱，是因为他的存在感非常的低，因为在塔里就算是终极怪物也有等级的法则。现在的魔王就如同刚进入新手村的小 boss， 还未击杀过任何平民，没有经验升级的他自然是实力大减。魔王怒骂着这群不遵守规则的混蛋，然后抬手再次召唤出了百鬼大军，接着就如同12层一样，金焕不断的在战斗中死亡，并在其中摸索着攻略关卡的秘密。经过数十次的轮回后，百鬼大军被解决的差不多了，现在只剩下这个僵尸巨人。看到这闪亮亮的大眼睛，黑魔女瞬间来了兴致，兴奋地说要用自己的光线攻击巨人的眼睛。可还没等他们动手，巨人就喷射出火焰把他们烧成了灰烬。等在一次轮回后，金焕告诉黑魔女不要射他的眼睛。听到这话，黑魔女一脸诧异，她指着巨人说道，你看那么巨大的一只眼睛，谁能忍得住啊？虽然黑魔女手痒难耐，但为了顾全大局，只好强忍着听从了金焕的话。随后几人开始配合，不到一会儿就击杀了巨人，而魔王也再次逃之夭夭退回到了第14层。随着魔王的撤退，13层的样貌也恢复了原来的生机。接着3人继续乘胜追击，从15层开始，一层一层的不断攻破，直到攻略了第19层关卡后，魔王竟然变成了这副模样。现在的他虚弱不堪，宛如一个娇羞的女子瘫坐在地上。随即金焕拔出圣剑，对着魔王说道，来吧，使出全力跟我一战，不要再想着逃跑了，因为不管你逃到何处，我最终都会找到你。艾斯特，当神明拥有了嫉妒之心后，究竟有多么可怕？不光是帝国子民们受到了女神的蛊惑，就连精灵和人鱼这些种族都参与到了其中。现在整个大陆势力齐聚一堂，而他们如此兴师动众，竟然只是为了毁灭一个百姓居住的村庄。为了彻底清除他们所认为的这些异端组织，村庄里的老人孩子无一幸免，全部惨死在了帝国士兵手下。而女神这么做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艾斯特的治愈能力威胁到了她的地位。看着眼前化为废墟的村庄，艾斯特呆滞地走向村民们的尸体，就算他们被烧得面目全非，也依然能认出他们。他痛苦地跪倒在地上，嘴里不断念叨着这些孩子们的名字，然后他一把抓起地上的骨灰放进了嘴里。一瞬间，所有人的记忆涌入了他的脑海，而他的眼角也不自觉地流下了黑色眼泪。随后艾斯特缓缓站起身，黑水从地面开始不断扩散，天空也紧随着下起了噩梦之雨。他无法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凭什么所有人都安然无恙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的孩子们要遭受这样的苦难？既然你们创造了恶，那就由我来诅咒这片大陆吧。秋雨魔王故事演绎完后，金焕一言不发地躺在地上，眼神呆滞地望着天空。这种悲剧，他这辈子都不想再经历第2遍了。惩罚结束后，时间线回到了现在，此刻的魔王已经虚弱不堪，根本抵挡不住金焕的猛烈攻击。随着魔王的存在感不断降低，体型也逐渐变小了许多。金焕让魔王乖乖回到20层大本营，因为那里既是他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而魔王也自知不敌，便消失退回到了20层。随后金焕转头告诉魔女和剑帝，他希望自己单独去和魔王做个了结。两人自然没有意见，这一切都由金焕来做主。随着一声传送，金焕来到了第20层关卡，这里鸟语花香，只有一个弱小的魔王孤零零地站在中央。随着金焕不断走向魔王的同时，巨塔也统计完毕了20层以下的通关奖励，并且还赋予了他临时的使徒权限。除了 EX 级别技能外，金焕拥有的所有技能现在都可以进行改造。随后金焕拿起圣剑，指着魔王说道，这一切该结束了。伴随着艾斯特挣扎的喊叫声，终极副本也在此刻正式开启。
他本是令世间所有人为之战栗的秋雨魔王，可如今却变成了这般羸弱的模样。随着艾斯特挣扎的吼叫声，终极副本也在此刻正式开启。尽管艾斯特现在成为了史上最弱的终极怪物，但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他依然选择与金焕殊死一搏。然而无论艾斯特怎么拼命反抗，他都不是金焕的对手，只是轻轻一记斩击就能将他重伤在地。随着金焕的不断挥砍，魔王的存在感也跟着不断降低，直到战斗最后，黑水终于从艾斯特的身上缓缓退下，并且巨塔也不再认可他，无情剥夺了秋雨魔王的称号。他努力挽留着这些残存的力量，然而这一切都结束了，巨塔已经彻底抛弃了他。艾斯特惊恐地看着金焕，让他不要过来，还说你们人类都是邪恶残暴的生物。金焕反驳道，虽然我知道你过去的所有经历，但我之前就说过，我是来自异世界的异乡人，像我们这些猎人本来就不需要对这件事负责吧。艾斯特苦苦向金焕求饶，表示自己什么都没做，只是治好那些人的病而已。金焕告诉他不要再伪善下去了，之前艾斯特遇到你的时候，他还只是个8岁的孩子，而你却丝毫没有怜悯残忍地将他吞噬，并且你也不是什么拯救人民的圣母，说到底就是个吞噬别人的怪物罢了。艾斯特极力否认着金焕的话语，解释自己当初还没有人类的记忆，根本什么都不懂，也不明白艾斯特说的是什么。金焕让他不要再说了，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无法再去挽回，再纠结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而现在你要承受这一切带来的后果。随后金焕转头召唤出技能栏，准备使用之前巨塔赋予他的改造权限，但巨塔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不能对技能过度改造，只能在原有技能等级的基础上最多进化1级。随后金焕告诉巨塔，我希望把百鬼召唤的技能效果改为死者被召唤后保留生前的所有记忆。听到这，艾斯特心中充满了恐惧，测算了一会儿后，巨塔同意了他的改造要求，而百鬼召唤的等级也升为了 SSS 级别。现在金焕要用艾斯特同样的方式把他杀死后并再次创造出来。然而就在金焕马上要动手的那一刻，剑帝突然叫停了他，他认为艾斯特就是个普通的 NPC， 如果杀死后技能提示该目标不符合效果该怎么办？要知道巨塔可是很会玩文字游戏的。金焕转头看向瘫坐在地上的艾斯特，犹豫了一会，他觉得剑帝说的没错。然后金焕向巨塔询问是否可以向 NPC 使用该技能，但这次巨塔的回答是该问题超越了巨塔权限。金焕顿时傻眼了，连巨塔居然都没有权限。紧接着巨塔提示金焕，问题已升级为正式议题，正在向万生六支柱申请会议表决。时隔1年，那个可以无限重生的男人终于回来了。时间回到金焕打败秋雨魔王后，艾斯特彻底被巨塔抛弃，并收回了他所拥有的全部力量。不过面对犯下种种罪恶的艾斯特，金焕并没有立马将他杀掉，而是选择利用巨塔的通关奖励，把 SS 级的百鬼召唤升级为了3S 级别的百鬼重生。这样一来，金焕杀掉他后再召唤时，就可以选择性保留艾斯特生前的记忆和外形了。眼见金焕马上就要下手，师傅突然打断了金焕，他表示艾斯特现在应该不属于怪物，以他现在的状态，很有可能就是个 NPC 或者人类。万一你把他杀了后无法召唤怎么办？还是想清楚再决定吧。听完师傅的言论，金焕转头看了看瘫坐在地上的艾斯特，想了想，也许师傅说的真没错。于是金焕立马询问巨塔，百鬼重生的作用对象能用在 NPC 身上吗？说完，巨塔便立刻加载了起来，但最后给出的答案却是无法确定，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巨塔的权限。虽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巨塔却将这个提问升级为了正式议题，并向万生六支柱申请了会议表决。伴随着光芒的闪耀，金焕来到了一个神秘的黑色空间，而空间的上方正是巨塔所说的各大支柱。接着他们便展开了激烈讨论，听着这些具有压迫又超越认知的语言，金焕的3值逐渐开始崩溃。但好在讨论时间不长，没过一会便停止了。随后几位支柱开始投票议题，其中有2位表示赞同，2位表示反对，还有1个则放弃了投票。看着投票结果，金焕若有所思，现在就差1个没有投票，而这人始终没有出现在这里，很可能他就是巨塔的主人。为了拉拢到最后1票，金焕开始了演讲，他告诉众人都应该赞成自己，因为如果百鬼重生不能用在 NPC 的话，凭什么魔王就可以召唤无数的怪物？那些死去的王国百姓和士兵不也都是 NPC 吗？话音刚落，一个金发女人缓缓出现在上方。你说的不错，死亡，但你还是说出真正的心里话吧。随后金焕低下头，一脸自信地朝着支柱们说道，没错，魔王是我亲手抓到的猎物，所以请你们不要碰。听到这个回答，第1支柱的万生之主被逗得哈哈大笑，并把最后1票投给了金焕。随着投票结束后，空间也逐渐开始崩塌，而金焕也在这时缓缓睁开了双眼，看着突然发呆的金焕，师傅催促他赶紧问问巨塔呀。金焕表示不用问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说完，金焕举起了王国之剑，杀掉了艾斯特，然后再用百鬼重生将艾斯特召唤复活，并给他起了个新名字恶鬼。剑帝此时却疑惑了，为什么不可一世的魔王现在却这么卑躬屈膝的听你的？你马上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了。此时巨塔也响起提示，20层未发现魔王，蓝光飘散，历史再次改变。恶鬼看着自己曾经的村落，双手捂脸，低声喃喃，拜托，不行。就在此时，村外帝国的军队已经到来，恶鬼恐惧的瘫倒在地，他苦苦哀求着金孔子，无论要我怎么样都没关系，拜托请救救我的乐园吧。知道此时剑帝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啊。金孔子也爽快答应下来，既然你是我仆人，那我就会保护你的。此时金孔子来到军队面前停下，而巴斯将军看见面前的来人，瞬间怒吼道，大胆，哪来的狂徒竟敢挡路？金孔子看着眼前这些熟悉的面孔，
都是他在之前楼层拯救的帝国将士。那么接下来金孔子会如何选择？究竟是为美人阻挡一切，还是亲手结果这些帝国将领？曾经不可一世的秋雨魔王，现在竟如乖乖女一般跪坐在地，而且对金孔子的话言听计从，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直到累到身体动弹不得，瘫倒在地。原来在金孔子重新召唤了恶鬼后，帝国的军队便准备来攻打他的家园。此时金孔子站在军队面前，准备说服他们不再攻打这里。随即他便掏出了圣剑，璀璨的光芒瞬间闪瞎了众人的眼。金孔子大吼道：“我乃帝国王室重臣。”巴斯将军瞬间单膝跪下：“伟大的埃金帝国，永远闪耀吧！”其他队员看到这一幕，也纷纷单膝跪地参见始皇帝的官员。一旁的剑帝看到金孔子这一顿乱吹，不禁感叹：没想到你吹牛很有一套啊！不过我要提醒你一件事，吹牛最重要的是要自信，想让对方上当，你一定要先骗过自己。金孔子默默地看着跪倒的士兵，而一旁的贵族和精灵族也非常吃惊，没想到这里还有始皇帝的官员。巴斯将军此时问出自己的疑惑：我们是来讨伐魔女的，但是大人为什么会来到这种小地方？金孔子自信地大声说道：帝国军们，魔女已经被我打败了。说着直接向后一指，众人目光瞬间转移到跪坐在地的金发美女。金孔子随即对恶鬼招了招手，让他跪在军队的面前，把头低下去，额头点地。恶鬼浑身颤抖着，还是向帝国军磕了头。但这还没完，金孔子接着让他双脚蹬地向前翻一圈，而跪倒在地的恶鬼一脸懵逼，但还是按照主人的要求做了起来。接下来金孔子玩心大起，让恶鬼做着各种锻炼动作，开合跳20次，起立蹲下10次，俯卧撑、平板支撑不断的做着，直到恶鬼浑身瘫倒在地，再也无力支撑他羸弱的身体。看吧，如你们所见，魔女已经被我打败了。巴斯将军和帝国军顿时惊了，这样也可以吗？就在帝国军队犹豫不决时，一个蜥蜴人大喊着走出人群。现在情况其实很简单，这个少年是不是始皇帝的官员？那个女人是不是真正的魔女？只需要确认这2件事，那么这少年说的就是真的。那么你打算用什么方式确认呢？只见蜥蜴人掏出一个蓝色圆球，只要将血滴在上面，就可以知道你是善是恶。那么你是否愿意接受测试？这个发着红光的灵魂宝珠，只要滴上人的鲜血，就可以看到灵魂的善恶。然而接受测试的男主滴血后，竟直接发出耀阳般的光芒，这让刚刚提出测试的蜥蜴人震惊不已。众人快都被这耀阳般的光芒闪瞎了。这灵魂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是拯救了多少生命啊！这完全就是光的化身。蜥蜴人看着金孔子泪流满面，他一定是始皇帝的官员。不对，他根本就是女神的使者。而后他迅速拉起恶鬼的胳膊，直接从他的手掌划出一滴鲜血，然后迅速地滴在刚刚的宝珠上。刚刚明亮的宝珠迅速漆黑一片，蜥蜴人再次惊骇，他这种漆黑程度都达到魔王级别。而金孔子此时一脸冷漠说道：我其实是女神的使者。此时帝国军又开始了议论，精灵族也感到十分疑惑。此时一个将领走了出来，就算他是光的化身，但他为什么要阻挡我们的去路呢？难道大家都忘记了我们必须烧了那个地方吗？恶鬼听到这些，低着头默默拉了拉金孔子的衣服。剑帝此时又发言了，吹牛的最高境界是由90%的实话和10%的谎话构成。金孔子看着发言的圣骑士，请谨慎你的发言，执行天谴也是我来决定的，所有的恶我已经收拾干净了。说罢，金孔子直接开启百鬼召唤，无数骷髅大军出现在军队面前。这些人都是我完成的任务，女神对我下了命令，请我代替她消灭这世间的恶，我的使命就是将恶魔送入地狱，这就是我的任务。说完他便直接消除所有的骷髅。圣骑士赶忙问道：使者大人，这些恶魔们是被你关到安全的地方吗？金孔子又召唤出一个骷髅，圣骑士神色慌张地看着，只见骷髅瞬间开始恢复，下一瞬间炎帝出现，他直接抓起金孔子的衣领：你 TM 的，我和你什么仇？你要把我弄成这样？金孔子却没有理会这凡人的言语，向着众人解释道：这人也是残忍的恶魔，但他却被我完全收复控制。说罢他打了一个响指，炎帝竟直接原地开始跳舞，这妖娆的舞步完全不可描述。那么这样你们还会担心魔女会作恶吗？圣骑士单手握剑，请问使者大人尊姓大名？我的名字是孔子。下一瞬间所有人都齐齐下跪，我们将听命于孔子大人。就在此时巨塔提示响起，天空开始回复蔚蓝，通关奖励开始结算。剑帝大笑不已，你小子仅凭一张嘴就通过魔王关卡。金孔子默默了身旁的恶鬼，其实巨塔并不在乎结局，无论村庄被火吞噬，还是像现在这样和谐安康，都只是一种结果。现在这个结局就是我的选择。此时巨塔也放起了烟花，倒计时再次开启，黑魔女也顺应上来，直接扑到金孔子的怀中。你小子竟然真的在5天内通过了20层，看看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你的事情，小子你真的是太能干了。和姐姐说说你想要什么奖励，姐姐都能满足你哟。曾经冷傲无情的黑魔女，如今竟被一个 F 级猎人彻底攻略。她还对着纯情的金孔子暧昧地说道：小子你真的是太能干了，想要什么奖励，姐姐都能满足你。金孔子面红耳赤地看着眼前的女孩，这么可爱的女孩是天使吗？不是天使的话，那肯定就是女神了。此时黑魔女也从金孔子身上跳了下来，拿着塔内的报纸展开给金孔子看，上面赫然展示着猎人排行榜，而死亡之主就排名在第3位。金孔子吃惊地看着报纸，那么接下来你要想想未来的路了，
你现在同时加入了5大工会，这也代表你不属于任何工会，所以你现在应该拥有一个工会长的头衔。当然，如果你想像剑圣老爷子一样当一个独行侠，那也是可以的。金孔子看了看身旁的恶鬼，现在先处理一下20层的一些事情吧。至于工会长什么的，等去居住区再说。黑魔女开心的笑着，多亏了你，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在塔内做贸易了，不用再对外部世界的老家伙们卑躬屈膝了。那群混蛋每次都用粮食威胁我们，我把我的名号借给你们做贸易吧。我现在可是始皇帝的官员，还有女神的使者呢。听到这话的黑魔女意外的看向金孔子，那么借用你的名义应该不是免费的吧？当然，我希望第20层的土地归我所有，但我不会要11层到19层的通过奖励，还有贸易的盈利也请分给其他猎人。相比于金钱，我更喜欢不动产的土地。就在大家准备离开时，黑魔女看向流下屈辱泪水的言语，这人是什么情况？黑龙主你就当什么都没有看到吧。说完，众人便传送到第1层的市集，黑魔女也打开传送的大门。金孔子看到门外的瞬间愣住，无数的记者和摄像头都对着他一顿输出。他跟随着黑魔女走在人群中央，无数的记者扑到他面前，问着各种各样问题。曾经的他无数次的幻想过这种场景，如今真正面对的时候，他却有点不知所措了。黑魔女在一旁指挥道：“什么都不要说，保持一个神秘的人设。”金孔子一学就会，默默地走在人潮之中。很快，他们便来到了之前的酒馆内，5大会长也都在这等着他。此时，黑魔女率先开口：“我想把金孔子树立成代表我们塔的英雄。伯爵太爱财，而审判长杀人太多。至于圣骑士不想获得关注，然后毒舌你啊，不好意思，你长得实在是太抱歉了。”剑圣老爷子则是沉浸在自己剑里，所以现在只有死亡之主最为合适。异端审判者直接起身，瞬间跑到金孔子身边，开始了他的八卦。金孔子被问得毛骨悚然，于是拉着黑魔女说道：“你不是说让我保持神秘的人设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黑魔女眼神迷离地盯着金孔子，口气温柔地说道：“求求你了，今天就拜托你一天了。世人们都想知道你到底是谁。追更的家人们，漫画名搜索时间猎人，多多支持下作者吧。”这个美丽的女孩只是稍微撒了个娇，就让巨塔的第一勇士任人摆布。此时，金孔子无奈地被摄影师摆拍着，而一旁的工会长们却在悠闲地聊天。见地此时笑得前仰后合，金孔子终于忍不住了，啪的一声丢掉外套。就是因为你们总是在乎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才导致第10层都突破不了。众人也纷纷回头看向金孔子，但下一瞬间，他们又恢复了刚刚聊天的话，丝毫不在意金孔子发的牢骚。而金孔子此时更加生气了。剑圣此时开口说道：“放弃吧，年轻人，在我登顶排行榜第1时，也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情。那些孩子只是想要展示给外部世界看而已，想表达出我们也过得非常好的自卑感啊。虽然他们放下一切来到塔内，但心里还是有一丝的怨恨吧。走吧，再待着一天就浪费了。”于是两人直接开启技能逃跑。临走，黑魔女还不忘嘱托道：“明天记者会记得回答。”而金孔子他们此时来到无人的屋顶，他率先开口问道：“在剑圣先生眼里，我杀人无数对吧？但你照镜子时也会看到杀人无数的杀人魔，但你不会认为自己有罪。所以说，剑圣先生，我其实和你现在走的是同一条路。其实你没必要用这种方式让我理解。在巨塔内排名前列的人，都是在外部世界被狠狠伤害过的，而我的生活却十分优渥，感觉自己就像温室的花朵。但我不想接受这样的自己，所以我才来到了塔内证明自己。但这自信似乎慢慢成为了我的绊脚石。我现在太依赖技能了，我应该相信自己的眼和手。那么我现在问你，你是否曾经杀害过任何一条无辜的生命？”巨塔此时也给出提升，让金孔子说出自己的真心话：“我从来没有做过那样的事，剑圣先生，当然以后也不会。”听到金孔子的回答，剑圣毫不犹豫地击碎了自己的技能：“以后我会相信自己双眼所见。那么这5天辛苦你了，配合我这老人的固执。”说完，剑圣便直接转身离去。下一瞬间，金孔子瘫软在地，终于成功了。而此时女神也出来表示对金孔子的认可。金孔子看向剑帝，女神怎么突然回应我了？守护女神允许你召唤她。女神，请你低头向下看。金孔子瞬间看向左手的剑，等一下，难道这守护女神的意志就是这把剑的剑灵？守护女神表示肯定，她曾经是塔内的星座，自己曾被当作神敬仰的圣灵，但因为帝国把自己分裂成5把剑，然后分别封印起来，而她是第1把圣剑圣像，还有其他4把分别是怜悯、祈愿、牺牲、救援。如果集齐这5部姊妹剑，将能重新找回她全盛时期的威能。金孔子此时便问道：“那你知道其他4把剑的下落吗？”守护的女神使用缄默权限，那也就是说不集齐5把剑，你就是一个废物对吧？圣剑瞬间光芒大盛，表示自己不是废物。而金孔子十分无语，这我都已经看腻了。这时记者会的时间也到了，金孔子和黑魔女坐在台上，经典的开场白过后，黑魔女开始进入正题。我们这次攻略牺牲数为0，大家请看赏下，每块石头上都刻有名字，这些都是攻略牺牲的前辈们，而今天将不会有任何人的名字被留在上面。而此时离巨塔开放第21层只剩5分钟，黑魔女便直接准备开始结束这场记者会。但就在这时，有人却举手问道：“黑龙主和死亡之主2位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黑魔女邪魅一笑，问得好，我们2人的关系啊，是超越朋友以上的关系。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到来。结束后，2人便一起下台。
而后黑魔女直接抓住金孔子双手，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好，如果你想要什么请直接和我说，名声、钱还是爱人，我都可以满足你。而此时天空中的倒计时也只有5秒了，倒计时结束，女神再次降临天空，解说完毕后，众人直接被传送到21层。金孔子在落地之后，一个全身白衣的小孩出现在面前，欢迎各位来到万想的大元博物馆。这是一个全是图书构成的世界，但是这里面的藏书全都是珍宝，并且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而在这里的图书馆馆长此时却不讲武德，拿起一本全身漆黑的图书，就直接把攻塔的50人收了进去，并对着剩下猎人的说道：“欢迎来到万想的大元博物馆。”黑魔女直接发问：“你到底是谁？”本馆长只是管理这个有点大的图书馆。随即他直接来到金孔子面前：“看来你就是死亡之主吧？大家都不要害怕，我只是想热情的欢迎大家一下。我收藏的这些书可都是很特别的，例如记载各位的历史以及他所在世界的历史。而能来到这里的人，都是巨塔赋予拥有外号的猎人，总共302位猎人。但考虑到我刚刚吞噬的50人，你们现在还有252人。”黑魔女大吃一惊：“难道只有我们这么点人攻塔吗？”馆长说道：“各位不用担心，光靠你们中的3人就可以守护埃及帝国。现在有将近300人，你们一定可以顺利通关的。那么接下来就是发布任务的时候。首先我要告知大家，这里收藏的图书都不是普通的书籍，这里是记录着无数个世界的大书房，这个就是你们已经攻略的世界，还有这是你们原本的世界。这些书有很多方式来称呼，而我喜欢叫它们为启示录，但并不是每部启示录都能顺利连载下去，有些启示录不得不面临连载中断。这种世界不止一个，有千千万万的世界都是如此。这部启示录中断的原因就是我，那么另一部中断的原因就是水。多么悲惨的世界啊！就是因为各种不正当的理由，导致一切提前结束。当然，如果这不好理解，你们也可以简单将它们称作灭亡。那么请你们从这些连载中断的启示录中选出8本作为拯救的世界。本人想继续看看这些灭亡的世界，请你们亲自去阻止这8个世界的灭亡吧。随即巨塔任务栏也出现在大家面前，任务难度未定，目标让灭亡的世界燃起生的希望吧。说完他便召唤出30个萝莉纸片人服侍大家，而后就是宣布需要注意的规则。第一，未经本作允许的书籍绝对不允许触碰。但还没等馆长说完，就有跳梁小丑出来挑衅他。黑魔女此时看着这些白痴，正准备上前阻止他们，但突然被金孔子拦住了。这都是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处于现场直播，塔外所有的人都在看，不能做出破坏形象的事情。但馆长可不管这些，他阴恻恻地看着这些找死的猎人，他直接掏出一本书，打开后瞬间便吞噬了这些调戏他的人，随后啪的一声合上了书本。那么接下来你们该好好想想，该如何选择要去拯救世界了。这个男人拥有可以看穿内心的能力，但他却利用这能力看向爱慕已久的女神。一个粉色的系统任务面板瞬间出现，上面赫然显示他对男人的好感度达到4.5星，所以只要达到5颗星就能修成正果。上面还显示着黑魔女的各种喜好。然而这一切都源于刚刚金孔子得到的通关奖励，他获得了美神的祝福，获得了超级 bug 能力，自信心爆棚的他就出现上面的内容。然而他看着陷入沉思的黑魔女，加上他此时的内心状态和他的爱好，金孔子直接陷入呆滞。剑帝也在看到人物面板后哈哈大笑，这冷艳魔女居然喜欢白马王子吗？金孔子你快去弄一匹白马，肯定能瞬间攻入女神的内心，这不瞬间就可以抱得美人了。金孔子面对剑帝的嘲笑，直接打开了剑帝的人物框，好感度3星，喜爱角色妈妈。金孔子直接一脸死相，没想到这5大3粗的大汉居然有特殊的恋母情节。剑帝马上就感觉不对劲了，威胁金孔子说道：“如果你敢说出去，我会杀了你，和你绝交。”此时馆长又对着众人说道：“现在大家考虑好没有？有谁想当主角？”可是大家刚刚目睹了馆长的恐，很多人都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没有任何人回应图书馆馆长。金孔子此时站了出来：“各位请看一下任务弹窗，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段话。根据各位所拯救的世界，奖励一定多少有些不同。要是拯救了充满钻石的世界，那这个世界就会成为我们第22层关卡。当然钻石只是举个例，但要是换成粮食、水以及各种资源丰富的世界，那我们就可以自给自足了。那这样一来，我们将不需要外部世界的力量，自己就可以解决粮食问题了。”随即金孔子就拿起一本书打开观看，众人看着金孔子打开书后，并没有发生任何可怕的事情，人们都愣住了。图书馆馆长也开口了：“在本作发挥能力之前，这些都是普通的书，并不会像之前那样吞噬你们，所以大家都明白没有？统统集合，一起来全部读完。我们需要分组，会读书的站左边，不会读书的站右边，然后会读书的按照自己的喜好分组。那么大家现在开始好好读书吧。”随后大家便开始如火如荼地读了起来，一个一个的故事都被找了出来，例如所罗门温学院故事，讲了2个人的学院爱情，但因为恶魔的出现，世界就这么灭亡了。还有火山生存记，世界因为核战争而荒废，只剩下亚当和夏娃。但有一天2人约会，正好在火山活动区域，突然火山喷发，人类因此灭绝。顺带一提，曾经的炎帝挑战到29层时，之前的世界都是火山和熔岩地带，因为他对火焰敏，但他并没有考虑到塔内人的需求，
所以他这次要考虑全面。就在他如火如荼地看着故事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了黑魔女居然在推理区。金孔子此时十分疑惑，刚刚人物窗口不是说他喜欢爱情类吗？该不会他怕别人知道他喜欢爱情类的书吧？金孔子此时紧张地对着黑魔女说道：“我以为你是浪漫主义的人，我看你不在爱情类读物组，我有点意外。是吗？我看起来像适合爱情类的人吗？对，你如果待在其他组，我会觉得非常奇怪。那既然这样，我就去爱情组尝试一下吧。”此时金孔子又看向一旁的异端审判者，人物视图直接开启。金孔子无奈了，直接拉着金发萝莉便去了童话区。就这样，金孔子开始筛选每个人到适合的组。这时黑魔女扶额说道：“这些启示录全都断在剧情高潮的地方，具体剧情在直播的时候不好说，你凑过来一点，我和你说说。”说罢，黑魔女直接凑到金孔子耳边开始说了起来。一段时间过后，每个组都开始介绍自己组的推荐作品。童话组，我们的戴罪羔羊；武术组，天魔实录。然而就在大家激烈讨论的时候，金孔子的圣剑发出了光芒，他的姐妹剑就在附近。金孔子看向走来的剑圣，姐妹剑的气息就是从剑圣手上的书散发出来的。她曾是埃金帝国的守护女神，但因为她的一句话惹怒了她的主人埃金帝王，她直接被封印，分成5把圣剑。而这一切都是圣剑的回忆录。原来在金孔子得知第2把姊妹剑在不同世界的时候，他便来到厕所准备自杀。他想了解圣剑的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另一把剑在武林世界，这就代表埃金帝王拥有跨越世界的能力。想到这，金孔子直接拔出圣剑，直接对准自己的脖子刺了下去。你已死亡，达成技能使用条件，但因为守护女神处于封印状态，无法习得技能。随后剑帝和金孔子便来到女神的回忆中，金孔子和剑帝并肩站立着，看向王座上的银发青年。剑帝说道：“这人外号好像叫杀天星，他是专门找到星座便将其破坏的疯子，所以因此得名。而塔和每个世界都是连通的，从第50层开始，就需要和那些来自异世界的猎人们竞争。那也就是说，埃金帝王也是猎人？”剑帝回答道：“应该是的。”看着女神和埃金的对话，星座，这个世界不属于星座，是属于我们人类的。守护女神默默祈祷着，埃金却直接伸出手抓向女神，女神被这猝不及防的一击击碎了。这一路走来，你帮助我很多，我不会杀了你，但我要将你分割封印。抱歉了，我只能这么选择。随后金孔子和剑帝也退出了回应，看着手中的圣剑，他直接问道：“为什么你之前的主人要封印你？”圣剑回忆道：“他曾经是个沉默寡言、充满正义的勇士，但最后为什么抛弃帝国，圣剑也不得而知。”剑帝摆了摆手：“别想了，猎人就是等级越高越疯的生物。”金孔子缓缓起身，只要我能像他一样强就可以了吧。时间再次来到了启示录选择环节，金孔子直接选择了天魔实录。这是一个武侠的世界。图书馆馆长也说话了，天魔实录限制人数为2-4人。然而金孔子一马当先站了出来，而剑圣也跟随着一起站了出来，并且开始为大家讲解启示录的背景。大家注意看启示录最后一句：因突然流行的怪病导致天魔染病身亡，接着其他人也都因此而死，所以我们需要掌握最多疾病相关知识的人。那么药王，你愿意加入吗？此时金孔子也推荐了一人，那就是药店老板娘一涵。说着他便上前握住了她的手：药剂师小姐，您是我认识的人中能力最好的药剂师兼医师，希望你不要拒绝我的请求。而且你之前不是说过，如果我有任何要求你都会帮助我，那么现在我非常欢迎你的加入，亲爱的药剂师小姐。此时众人纷纷看向金孔子二人，而去天魔实录的名额也满了。一涵怯懦地躲在金孔子身后看着剑圣，剑圣摸着下巴表示：你说他是你认识的最厉害的炼药师吗？剑圣沉思着想让他们和药王拉近关系，然而药王却嘲笑地说道：居然敢说是最厉害的，乳臭未干的臭小鬼就是这副德行。此时金孔子一脸不爽，这老头是来砸场子的吧？药王，你消消气，死亡之王是很优秀的人才，只是人生阅历有点欠缺，他看起来就和我20岁时在硅谷赚了10亿美金后一模一样。听到这话，金孔子一脸懵逼，一涵忍不住了，老头有本事来比一场。说罢，金孔子便掏出药材，两位用我的药材制作药品，比较一下立刻高下立判。金孔子扶着一涵的肩膀，我相信你可以的，我会加油的。随后两人便在众人的观看下开始了制作，公爵也开始了自己的赌局，两人的赔率也来到 1.05 比47。就在此时，药王完成了他的药品制作。臭小子，乖乖在我伟大的作品面前颤抖吧！众人纷纷欢呼，是特级恢复药水，果然是药王。而此时一涵的药剂也完成了制作，他手中的药剂发出了耀眼的光芒，这光芒直接闪瞎了猎人的眼，就连一旁的公爵也戴上了墨镜观看。哈哈哈，下级神级药剂登场！被啪啪打脸的药王该如何是好？他曾是贫民窟默默无名的炼药师，如今却和世界最强药王同台竞技。药王直接制作出了特级恢复药水，现在压力彻底的给到了一涵这波，他也不负金孔子的众望，手中的药剂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准神话级的恢复药水瞬间诞生。众人看到这一幕都愣住了，这下两人的药剂高下立判。一涵蔑视的推了推眼镜说道：这就是老先生您做出来的药剂啊？嗯哼，好像也不咋样啊。老先生拿好你的药剂吧，难道你就这点程度吗？此时两人在中央疯狂 OB， 药王觉得他是运气好，想要再来一次。一涵毫不示弱，那老先生就再来比试一次吧。然而一段时间过去，药王大喊道：运气真好呢，但是幸运女神绝对不会连续对你微笑3次。而后又来一次，
药王再一次的被碾压，剑圣此时看不下去了。药王够了，你现在看起来很可悲。不可能，就是这次了，我一定会用我的经验粉碎那个菜鸟的运气。看着陷入癫狂的药王，剑圣抱歉的说道：小姐，看来您确实是最强的药剂师，没有立刻相信死亡之王的话是我的错。那个，你应该时常因为你的朋友头疼吧？这个嘛，虽然他的药没你的好，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用的。就在此时，女爵迅速的冲了上来，抓住伊寒的双手，急切的说道：请立刻和我签约吧，我给你做专属合约代理，我会给你世界最高的待遇，还可以让你摸我的猫形态，怎么样？众人也纷纷上前讨好。伊寒大喊：等一下，先听我说，想和我交易药品的先去找死亡之王，除了目前和我缔结合约的圣骑士，其他人需要获得死亡之王的批准，我才会出售我的药品。金孔子也表示先通关天魔实录再说吧。那这样看来，你们登场的人物已经确认了吧？本作最后强调一次，若本人在启示录中死去，现实中的本人也会死去，唯一逃脱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度过中断危机，迎接正确的结局。至于什么是正确的结局，就需要各位自己判断了。很好，那么请立刻传送我们去天魔实录吧。然而就在此时，毒蛇的小弟说话了：门主大人，您不打算去吗？金孔子瞬间惊了，差点忘了这个狂热的武侠爱好者。毒蛇哈哈大笑起来：你们不会忘了我的存在了吧？但此时他的内心一万匹草泥马跑不了。该死的臭弟子，谁说我要去的？众弟子看到毒蛇的表现，纷纷抱拳行礼，老大威武。此时剑圣和毒蛇四目相对，两人剑拔弩张，只可以一决高下。呵呵，我可以放水故意输掉，这样弟子们也可以接受。但这时圣骑士却说话了：剑圣这次能不能让出这个位置呢？老爷子略微思考了一下，没问题，最近我想要照顾一下自己的面子，毒蛇这次我就把位置让给你吧。我擦，老爷子你不是这种人啊，不可以，我不想去。圣骑士和黑魔女此时如沐春风，剑圣老爷子居然开始慢慢改变了。那么死亡之王、毒蛇、药王、药剂师以上四人将成为天魔实录全新登场的人物。诸君再次睁眼时，场景将会是天魔实录连载中断10天前，请各位务必让我看到美好的结局。这个男人只是问了个最简单的问题，结果直接惊动了巨塔的6大创造神。原来金孔子在打败秋雨魔王之后，便想杀掉艾斯特，再通过技能将他重新召唤，但由于复活的是 NPC 的原因，金孔子害怕技能召唤失败，于是他向巨塔提出了他的疑问，但巨塔没有权限回答他的问题，于是直接开启的6大柱会议，他们开始探讨百鬼召唤技能是否能作用于 NPC， 展开了投票。金孔子的精神瞬间陷入黑暗，6大柱开始了投票。第6大柱太古之杖反对，第5大柱海市蜃楼同意，其余3大柱也都投了票。此时反对票2人，赞成2人，还有1人放弃，最后只剩1人还在思考。金孔子此时也想到了什么，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此时巨塔的创造者说话了：你的想法听起来不错，我赞成你的想法。于是最后1票也投了下去，而金孔子也慢慢回归现实。此时剑帝指着发呆的金孔子：你发什么呆呢？我让你问问巨塔技能能不能用啊。金孔子茫然地看着自己的身体，想到刚刚见到的画面，他握了握腰间的圣剑，下一瞬间他直接指着艾斯特，一刀剑直接结果了他。但下一瞬间金孔子便使用百鬼召唤将他再次复活。他看着眼前这个再造的生命，从今天起你就叫恶鬼，以前的名字就不能再用了。恶鬼微微低下头：是的主人，我会服从你的命令。剑帝此时却疑惑了，为什么不可一世的魔王现在却这么卑躬屈膝的听你的？你马上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了。此时巨塔也响起提示：20层未发现魔王。蓝光飘散，历史再次改变。恶鬼看着自己曾经的村落，双手捂脸低声喃喃：拜托，不行。就在此时，村外帝国的军队已经到来。恶鬼恐惧的瘫倒在地，他苦苦哀求着金孔子：无论要我怎么样都没关系，拜托请救救我的乐园吧。知道此时剑帝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啊。金孔子也爽快答应下来，既然你是我仆人，那我就会保护你的。此时金孔子来到军队面前停下，而巴斯将军看见面前的来人，瞬间怒吼道：大胆，哪来的狂徒竟敢挡路？金孔子看着眼前这些熟悉的面孔，都是他在之前楼层拯救的帝国将士。那么接下来金孔子会如何选择？究竟是为美人阻挡一切，还是亲手结果这些帝国将领？曾经不可一世的秋雨魔王，现在竟如乖乖女一般跪坐在地，而且对金孔子的话言听计从，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直到累到身体动弹不得瘫倒在地。原来在金孔子重新召唤了恶鬼后，帝国的军队便准备来攻打他的家园。此时金孔子站在军队面前，准备说服他们不再攻打这里。随即他便掏出了圣剑，璀璨的光芒瞬间闪瞎了众人的眼。金孔子大吼道：我乃帝国王室重臣。巴斯将军瞬间单膝跪下：伟大的埃金帝国永远闪耀吧。其他队员看到这一幕，也纷纷单膝跪地参见始皇帝的官员。一旁的剑帝看到金孔子这一顿乱吹，不禁感叹：没想到你吹牛很有一套啊。不过我要提醒你一件事，吹牛最重要的是要自信，想让对方上当，你一定要先骗过自己。金孔子默默地看着跪倒的士兵，而一旁的贵族和精灵族也非常吃惊，没想到这里还有始皇帝的官员。巴斯将军此时问出自己的疑惑：我们是来讨伐魔女的，但是大人为什么会来到这种小地方？金孔子自信地大声说道：帝国军们，魔女已经被我打败了。说着直接向后一指，众人目光瞬间转移到跪坐在地的金发美女。
金孔子随即对恶鬼招了招手，让他跪在军队的面前，把头低下去，额头点地。恶鬼浑身颤抖着，还是向帝国君磕了头。但这还没完，金孔子接着让他双脚蹬地向前翻一圈，而跪倒在地的恶鬼一脸懵逼，但还是按照主人的要求做了起来。接下来金孔子玩心大起，让恶鬼做着各种锻炼动作，开合跳20次，起立蹲下10次，俯卧撑、平板支撑不断的做着，直到恶鬼浑身瘫倒在地，再也无力支撑他羸弱的身体。看吧，如你们所见，魔女已经被我打败了。巴斯将军和帝国军顿时惊了，这样也可以吗？就在帝国军队犹豫不决时，一个蜥蜴人大喊着走出人群。现在情况其实很简单，这个少年是不是始皇帝的官员？那个女人是不是真正的魔女？只需要确认这2件事，那么这少年说的就是真的。那么你打算用什么方式确认呢？只见蜥蜴人掏出一个蓝色圆球，只要将血滴在上面，就可以知道你是善是恶。那么你是否愿意接受测试？这个发着红光的灵魂宝珠，只要滴上人的鲜血，就可以看到灵魂的善恶。然而接受测试的男主滴血后，竟直接发出耀阳般的光芒，这让刚刚提出测试的蜥蜴人震惊不已。众人快都被这耀阳般的光芒闪瞎了，这灵魂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是拯救了多少生命啊！这完全就是光的化身。蜥蜴人看着金孔子泪流满面，他一定是始皇帝的官员，不对，他根本就是女神的使者。而后他迅速拉起恶鬼的胳膊，直接从他的手掌划出一滴鲜血，然后迅速地滴在刚刚的宝珠上。刚刚明亮的宝珠迅速漆黑一片，蜥蜴人再次惊骇，他这种漆黑程度都达到魔王级别。而金孔子此时一脸冷漠说道：“我其实是女神的使者。”此时帝国军又开始了议论，精灵族也感到十分疑惑。此时一个将领走了出来，就算他是光的化身，但他为什么要阻挡我们的去路呢？难道大家都忘记了我们必须烧了那个地方吗？恶鬼听到这些，低着头默默拉了拉金孔子的衣服。剑帝此时又发言了，吹牛的最高境界是由90%的实话和10%的谎话构成。金孔子看着发言的圣骑士，请谨慎你的发言，执行天谴也是我来决定的，所有的恶我已经收拾干净了。说罢，金孔子直接开启百鬼召唤，无数骷髅大军出现在军队面前，这些人都是我完成的任务，女神对我下了命令，请我代替她消灭这世间的恶，我的使命就是将恶魔送入地狱，这就是我的任务。说完，他便直接消除所有的骷髅。圣骑士赶忙问道：“使者大人，这些恶魔们是被你关到安全的地方吗？”金孔子又召唤出一个骷髅，圣骑士神色慌张地看着，只见骷髅瞬间开始恢复，下一瞬间炎帝出现，他直接抓起金孔子的衣领：“你 TM 的，我和你什么仇？你要把我弄成这样？”金孔子却没有理会这凡人的言语，向着众人解释道：“这人也是残忍的恶魔，但他却被我完全收复控制。”说罢，他打了一个响指，炎帝竟直接原地开始跳舞，这妖娆的舞步完全不可描述。那么这样你们还会担心魔女会作恶吗？圣骑士单手握剑，请问使者大人尊姓大名？我的名字是孔子。下一瞬间，所有人都齐齐下跪，我们将听命于孔子大人。就在此时，巨塔提示响起，天空开始回复蔚蓝，通关奖励开始结算。剑帝大笑不已，你小子仅凭一张嘴就通过魔王关卡。金孔子默默了身旁的恶鬼，其实巨塔并不在乎结局，无论村庄被火吞噬，还是像现在这样和谐安康，都只是一种结果。现在这个结局就是我的选择。此时巨塔也放起了烟花，倒计时再次开启，黑魔女也顺应上来，直接扑到金孔子的怀中。你小子竟然真的在5天内通过了20层，看看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你的事情，小子你真的是太能干了。和姐姐说说你想要什么奖励，姐姐都能满足你哟。曾经冷傲无情的黑魔女，如今竟被一个 F 级猎人彻底攻略。她还对着纯情的金孔子暧昧的说道：“小子你真的是太能干了，想要什么奖励，姐姐都能满足你。”金孔子面红耳赤的看着眼前的女孩，这么可爱的女孩是天使吗？不是天使的话，那肯定就是女神了。此时黑魔女也从金孔子身上跳了下来，拿着塔内的报纸展开给金孔子看，上面赫然展示着猎人排行榜，而死亡之主就排名在第3位。金孔子吃惊的看着报纸，那么接下来你要想想未来的路了。你现在同时加入了5大公会，这也代表你不属于任何公会，所以你现在应该拥有一个公会长的头衔。当然，如果你想像剑圣老爷子一样当一个独行侠，那也是可以的。金孔子看了看身旁的恶鬼，现在先处理一下20层的一些事情吧，至于公会长什么的，等去居住区再说。黑魔女开心的笑着，多亏了你，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在塔内做贸易了，不用再对外部世界的老家伙们卑躬屈膝了。那群混蛋每次都用粮食威胁我们，我把我的名号借给你们做贸易吧，我现在可是始皇帝的官员，还有女神的使者呢。听到这话的黑魔女意外的看向金孔子，那么借用你的名义应该不是免费的吧？当然，我希望第20层的土地归我所有，但我不会要11层到19层的通过奖励，还有贸易的盈利也请分给其他猎人。相比于金钱，我更喜欢不动产的土地。就在大家准备离开时，黑魔女看向流下屈辱泪水的炎帝，这人是什么情况？黑龙族你就当什么都没有看到吧。说完，众人便传送到第1层的事迹。黑魔女也打开传送的大门，金孔子看到门外的瞬间愣住，无数的记者和摄像头都对着他一顿输出。他跟随着黑魔女走在人群中央，无数的记者扑到他面前，问着各种各样问题。曾经的他无数次的幻想过这种场景，如今真正面对的时候，他却有点不知所措了。
黑魔女在一旁指挥道：“什么都不要说，保持一个神秘的人设。”金孔子一学就会，默默地走在人潮之中。很快，他们便来到了之前的酒馆内，五大会长也都在这等着他。此时，黑魔女率先开口：“我想把金孔子树立成代表我们塔的英雄。伯爵太爱财，而审判长杀人太多。至于圣骑士不想获得关注，然后毒舌你啊，不好意思，你长得实在是太抱歉了。”剑圣老爷子则是沉浸在自己剑里。所以现在只有死亡之主最为合适。一端审判者直接起身，瞬间跑到金孔子身边，开始了他的八卦。金孔子被问得毛骨悚然，于是拉着黑魔女说道：“你不是说让我保持神秘的人设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黑魔女眼神迷离地盯着金孔子，口气温柔地说道：“求求你了，今天就拜托你一天了。世人们都想知道你到底是谁。追更的家人们，漫画名搜索时间猎人，多多支持下作者吧。”这个美丽的女孩只是稍微撒了个娇，就让巨塔的第一勇士任人摆布。此时金孔子无奈地被摄影师摆拍着，而一旁的工会长们却在悠闲地聊天。见帝此时笑得前仰后合，金孔子终于忍不住了，啪的一声丢掉外套。就是因为你们总是在乎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才导致第10层都突破不了。众人也纷纷回头看向金孔子，但下一瞬间他们又恢复了刚刚聊天的话，丝毫不在意金孔子发的牢骚。而金孔子此时更加生气了。剑圣此时开口说道：“放弃吧，年轻人，在我登顶排行榜第1时，也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情。那些孩子只是想要展示给外部世界看，想表达出我们也过得非常好的自卑感啊。虽然他们放下一切来到塔内，但心里还是有一丝的怨恨吧。走吧，再待着一天就浪费了。”于是两人直接开启技能逃跑。临走，黑魔女还不忘嘱托道：“明天记者会记得回答。”而金孔子他们此时来到无人的屋顶，他率先开口问道：“在剑圣先生眼里，我杀人无数对吧？但你照镜子时也会看到杀人无数的杀人魔，但你不会认为自己有罪。所以说，剑圣先生，我其实和你现在走的是同一条路。其实你没必要用这种方式让我理解。在巨塔内排名前列的人，都是在外部世界被狠狠伤害过的，而我的生活却十分优渥，感觉自己就像温室的花朵。但我不想接受这样的自己，所以我才来到了塔内证明自己。但这自信似乎慢慢成为了我的绊脚石。我现在太依赖技能了，我应该相信自己的眼和手。那么我现在问你，你是否曾经杀害过任何一条无辜的生命？”巨塔此时也给出提升，让金孔子说出自己的真心话：“我从来没有做过那样的事，剑圣先生，当然以后也不会。”听到金孔子的回答，剑圣毫不犹豫地击碎了自己的技能：“以后我会相信自己双眼所见。那么这5天辛苦你了，配合我这老人的固执。”说完，剑圣便直接转身离去。下一瞬间，金孔子瘫软在地，终于成功了。而此时女神也出来表示对金孔子的认可。金孔子看向剑帝，女神怎么突然回应我了？守护女神允许你召唤她。女神，请你低头向下看。金孔子瞬间看向左手的剑，等一下，难道这守护女神的意志就是这把剑的剑灵？守护女神表示肯定，她曾经是塔内的星座，自己曾被当作神敬仰的圣灵，但因为帝国把自己分裂成5把剑，然后分别封印起来，而她是第1把圣剑圣像，还有其他4把分别是怜悯、祈愿、牺牲、救援。如果集齐这5部姊妹剑，将能重新找回她全盛时期的威能。金孔子此时便问道：“那你知道其他4把剑的下落吗？”守护的女神使用缄默权限，那也就是说不集齐5把剑，你就是一个废物对吧？圣剑瞬间光芒大盛，表示自己不是废物。而金孔子十分无语，这我都已经看腻了。这时记者会的时间也到了，金孔子和黑魔女坐在台上，经典的开场白过后，黑魔女开始进入正题。我们这次攻略牺牲数为0，大家只看上下，每块石头上都刻有名字，这些都是攻略牺牲的前辈们，而今天将不会有任何人的名字被留在上面。而此时离巨塔开放第21层只剩5分钟，黑魔女便直接准备开始结束这场记者会。但就在这时，有人却举手问道：“黑龙主和死亡之主2位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黑魔女邪魅一笑，问得好，我们2人的关系啊，是超越朋友以上的关系。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到来。结束后，2人便一起下台。而后黑魔女直接抓住金孔子双手：“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好，如果你想要什么，请直接和我说，名声、钱还是爱人，我都可以满足你。”而此时天空中的倒计时也只有5秒了。倒计时结束，女神再次降临天空。解说完毕后，众人直接被传送到21层。金孔子在落地之后，一个全身白衣的小孩出现在面前：“欢迎各位来到万想的大元博物馆。这是一个全是图书构成的世界，但是这里面的藏书全都是珍宝，并且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而在这里的图书馆馆长此时却不讲武德，拿起一本全身漆黑的图书，就直接把攻塔的50人收了进去，并对着剩下猎人的说道：“欢迎来到万想的大元博物馆。”黑魔女直接发问：“你到底是谁？”本馆长只是管理这个有点大的图书馆。随即他直接来到金孔子面前：“看来你就是死亡之主吧？大家都不要害怕，我只是想热情的欢迎大家一下。我收藏的这些书可都是很特别的，例如记载各位的历史以及他所在世界的历史。而能来到这里的人，都是巨塔赋予拥有外号的猎人，总共302位猎人。但考虑到我刚刚吞噬的50人，你们现在还有252人。”黑魔女大吃一惊：“难道只有我们这么点人攻塔吗？”馆长说道：“
各位不用担心，光靠你们中的3人就可以守护埃及帝国。现在有将近300人，你们一定可以顺利通关的。那么接下来就是发布任务的时候。首先我要告知大家，这里收藏的图书都不是普通的书籍，这里是记录着无数个世界的大书房。这个就是你们已经攻略的世界，还有这是你们原本的世界。这些书有很多方式来称呼，而我喜欢叫它们为启示录，但并不是每部启示录都能顺利连载下去，有些启示录不得不面临连载中断。这种世界不止一个，有千千万万的世界都是如此。这部启示录中断的原因就是我，那么另一部中断的原因就是水。多么悲惨的世界啊！就是因为各种不正当的理由，导致一切提前结束。当然，如果这不好理解，你们也可以简单将它们称作灭亡。那么，请你们从这些连载中断的启示录中选出8本作为拯救的世界。本人想继续看看这些灭亡的世界，请你们亲自去阻止这8个世界的灭亡吧。随机巨塔任务栏也出现在大家面前，任务难度未定，目标让灭亡的世界燃起生的希望吧。说完，他便召唤出30个萝莉纸片人服侍大家，而后就是宣布需要注意的规则。第一，未经本作允许的书籍绝对不允许触碰。但还没等馆长说完，就有跳梁小丑出来挑衅他。黑魔女此时看着这些白痴，正准备上前阻止他们，但突然被金孔子拦住了。这都是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处于现场直播，塔外所有的人都在看，不能做出破坏形象的事情。但馆长可不管这些，他阴恻恻地看着这些找死的猎人，他直接掏出一本书，打开后瞬间便吞噬了这些调戏他的人，随后啪的一声合上了书本。那么接下来，你们该好好想想，该如何选择要去拯救世界了。这个男人拥有可以看穿内心的能力，但他却利用这能力看向爱慕已久的女神。一个粉色的系统任务面板瞬间出现，上面赫然显示他对男人的好感度达到 4.5 星，所以只要达到5颗星就能修成正果。上面还显示着黑魔女的各种喜好。然而这一切都源于刚刚金孔子得到的通关奖励，他获得了美神的祝福，获得了超级 bug 能力。自信心爆棚的他就出现上面的内容。然而他看着陷入沉思的黑魔女，加上他此时的内心状态和他的爱好，金孔子直接陷入呆滞。剑帝也在看到人物面板后哈哈大笑，这冷艳魔女居然喜欢白马王子吗？金孔子，你快去弄一匹白马，肯定能瞬间攻入女神的内心，这不瞬间就可以抱得美人了。金孔子面对剑帝的嘲笑，直接打开了剑帝的人物框，好感度3星，喜爱角色妈妈。金孔子直接一脸死相，没想到这5大3粗的大汉居然有特殊的恋母情节。剑帝马上就感觉不对劲了，威胁金孔子说道：如果你敢说出去，我会杀了你，和你绝交。此时馆长又对着众人说道：现在大家考虑好没有？有谁想当主角？可是大家刚刚目睹了馆长的恐，很多人都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没有任何人回应图书馆馆长。金孔子此时站了出来，各位请看一下任务弹窗，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段话。根据各位所拯救的世界，奖励一定多少有些不同。要是拯救了充满钻石的世界，那这个世界就会成为我们第22层关卡。当然钻石只是举个例子，但要是换成粮食、水以及各种资源丰富的世界，那我们就可以自给自足了。那这样一来，我们将不需要外部世界的力量，自己就可以解决粮食问题了。随即金孔子就拿起一本书打开观看，众人看着金孔子打开书后，并没有发生任何可怕的事情，人们都愣住了。图书馆馆长也开口了，在本作发挥能力之前，这些都是普通的书，并不会像之前那样吞噬你们，所以大家都明白没有？统统集合，一起来全部读完。我们需要分组，会读书的站左边，不会读书的站右边，然后会读书的按照自己的喜好分组。那么大家现在开始好好读书吧。随后大家便开始如火如荼地读了起来，一个一个的故事都被找了出来。例如所罗门温学院故事，讲了2个人的学院爱情，但因为恶魔的出现，世界就这么灭亡了。还有火山生存记，世界因为核战争而荒废，只剩下亚当和夏娃。但有一天2人约会，正好在火山活动区域，突然火山喷发，人类因此灭绝。顺带一提，曾经的炎帝挑战到29层时，之前的世界都是火山和熔岩地带，因为他对火焰敏，但他并没有考虑到塔内人的需求，所以他这次要考虑全面。就在他如火如荼地看着故事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了黑魔女居然在推理区。金孔子此时十分疑惑，刚刚人物窗口不是说他喜欢爱情类吗？该不会他怕别人知道他喜欢爱情类的书吧？金孔子此时紧张地对着黑魔女说道：我以为你是浪漫主义的人，我看你不在爱情类读物组，我有点意外。是吗？我看起来像适合爱情类的人吗？对，你如果待在其他组，我会觉得非常奇怪。那既然这样，我就去爱情组尝试一下吧。此时金孔子又看向一旁的异端审判者，人物视图直接开启。金孔子无奈了，直接拉着金发萝莉便去了童话区。就这样，金孔子开始筛选每个人到适合的组。这时黑魔女扶额说道：这些启示录全都断在剧情高潮的地方，具体剧情在直播的时候不好说，你凑过来一点，我和你说说。说罢，黑魔女直接凑到金孔子耳边开始说了起来。一段时间过后，每个组都开始介绍自己组的推荐作品。童话组，我们的戴罪羔羊；武术组，天魔实录。然而就在大家激烈讨论的时候，金孔子的圣剑发出了光芒，他的姐妹剑就在附近。金孔子看向走来的剑圣，姐妹剑的气息就是从剑圣手上的书散发出来的。她曾是埃金帝国的守护女神，但因为她的一句话惹怒了她的主人埃金帝王，她直接被封印，分成5把圣剑。而这一切都是圣剑的回忆录。原来在金孔子得知第2把姊妹剑在不同世界的时候，他便来到厕所准备自杀。他想了解圣剑的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另一把剑在武林世界，这就代表埃金帝王拥有跨越世界的能力。
想到这，金孔子直接拔出圣剑，直接对准自己的脖子刺了下去。你已死亡，达成技能使用条件，但因为守护女神处于封印状态，无法习得技能。随后剑帝和金孔子便来到女神的回忆中，金孔子和剑帝并肩站立着，看向王座上的银发青年。剑帝说道：这人外号好像叫杀天星，他是专门找到星座便将其破坏的疯子，所以因此得名。而塔和每个世界都是连通的，从第50层开始就需要和那些来自异世界的猎人们竞争。那也就是说，埃金帝王也是猎人？剑帝回答道：应该是的。看着女神和埃金的对话，星座，这个世界不属于星座，是属于我们人类的。守护女神默默祈祷着，埃金却直接伸出手抓向女神。女神被这猝不及防的一击击碎了。这一路走来，你帮助我很多，我不会杀了你，但我要将你分割封印。抱歉了，我只能这么选择。随后金孔子和剑帝也退出了回应，看着手中的圣剑，他直接问道：为什么你之前的主人要封印你？圣剑回忆道：他曾经是个沉默寡言、充满正义的勇士，但最后为什么抛弃帝国，圣剑也不得而知。剑帝摆了摆手：别想了，猎人就是等级越高越疯的生物。金孔子缓缓起身，只要我能像他一样强就可以了吧。时间再次来到了启示录选择环节，金孔子直接选择了天魔实录。这是一个武侠的世界，图书馆馆长也说话了，天魔实录限制人数为2-4人。然而金孔子一马当先站了出来，而剑圣也跟随着一起站了出来，并且开始为大家讲解启示录的背景。大家注意看启示录最后一句：因突然流行的怪病导致天魔染病身亡，接着其他人也都因此而死，所以我们需要掌握最多疾病相关知识的人。那么药王，你愿意加入吗？此时金孔子也推荐了一人，那就是药店老板娘伊寒。说着他便上前握住了她的手：药剂师小姐，您是我认识的人中能力最好的药剂师兼医师，希望你不要拒绝我的请求。而且你之前不是说过，如果我有任何要求你都会帮助我，那么现在我非常欢迎你的加入，亲爱的药剂师小姐。此时众人纷纷看向金孔子二人，而去天魔实录的名额也满了。伊寒怯懦地躲在金孔子身后看着剑圣，剑圣摸着下巴表示：你说他是你认识的最厉害的炼药师吗？剑圣沉思着想让他们和药王拉近关系，然而药王却嘲笑地说道：居然敢说是最厉害的，乳臭未干的臭小鬼就是这副德行。此时金孔子一脸不爽，这老头是来砸场子的吧？药王，你消消气，死亡之王是很优秀的人才，只是人生阅历有点欠缺，他看起来就和我20岁时在硅谷赚了10亿美金后一模一样。听到这话，金孔子一脸懵逼，伊寒忍不住了，老头有本事来比一场。说罢，金孔子便掏出药材，两位用我的药材制作药品，比较一下立刻高下立判。金孔子扶着伊寒的肩膀，我相信你可以的，我会加油的。随后两人便在众人的观看下开始了制作，公爵也开始了自己的赌局，两人的赔率也来到 1.05 比47。就在此时，药王完成了他的药品制作。臭小子，乖乖在我伟大的作品面前颤抖吧！众人纷纷欢呼，是特级恢复药水，果然是药王。而此时伊寒的药剂也完成了制作，他手中的药剂发出了耀眼的光芒，这光芒直接闪瞎了猎人的眼，就连一旁的公爵也戴上了墨镜观看。哈哈哈，下级神级药剂登场！被啪啪打脸的药王该如何是好？他曾是贫民窟默默无名的炼药师，如今却和世界最强药王同台竞技。药王直接制作出了特级恢复药水，现在压力彻底的给到了伊寒这波，他也不负金孔子的众望，手中的药剂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准神话级的恢复药水瞬间诞生。众人看到这一幕都愣住了，这下两人的药剂高下立判。伊寒蔑视的推了推眼镜说道：这就是老先生您做出来的药剂啊？好像也不咋样啊。老先生拿好你的药剂吧，难道你就这点程度吗？此时两人在中央疯狂欧币，药王觉得他是运气好，想要再来一次。伊寒毫不示弱，那老先生就再来比试一次吧。然而一段时间过去，药王大喊道：运气真好呢，但是幸运女神绝对不会连续对你微笑3次。而后又来一次，药王再一次的被碾压。剑圣此时看不下去了，药王够了，你现在看起来很可悲。不可能，就是这次了，我一定会用我的经验粉碎那个菜鸟的运气。看着陷入癫狂的药王，剑圣抱歉地说道：小姐，看来您确实是最强的药剂师，没有立刻相信死亡之王的话是我的错。那个，你应该时常因为你的朋友头疼吧？这个嘛，虽然他的药没你的好，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用的。就在此时，女爵迅速地冲了上来，抓住伊寒的双手，急切地说道：请立刻和我签约吧，我给你做专属合约代理，我会给你世界最高的待遇，还可以让你摸我的猫形态，怎么样？众人也纷纷上前讨好。伊寒大喊：等一下，先听我说，想和我交易药品的先去找死亡之王，除了目前和我缔结合约的圣骑士，其他人需要获得死亡之王的批准，我才会出售我的药品。金孔子也表示先通关天魔实录再说吧。那这样看来，你们登场的人物已经确认了吧？本作最后强调一次，若本人在启示录中死去，现实中的本人也会死去，唯一逃脱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度过中断危机，迎接正确的结局。至于什么是正确的结局，就需要各位自己判断了。很好，那么请立刻传送我们去天魔实录吧。然而就在此时，毒蛇的小弟说话了：门主大人，您不打算去吗？金孔子瞬间惊了，差点忘了这个狂热的武侠爱好者。毒蛇哈哈大笑起来：你们不会忘了我的存在了吧？但此时他的内心1万匹草泥马跑不了。该死的臭弟子，谁说我要去的？众弟子看到毒蛇的表现，纷纷抱拳行礼。
老大威武。此时剑圣和毒蛇四目相对，两人剑拔弩张，准备一决高下。呵呵，我可以放水故意输掉，这样弟子们也可以接受。但这时圣骑士却说话了：剑圣这次能不能让出这个位置呢？老爷子略微思考了一下，没问题。最近我想要照顾一下自己的面子，毒蛇这次我就把位置让给你吧。我擦，老爷子你不是这种人啊！不可以，我不想去。圣骑士和黑魔女此时如沐春风，剑圣老爷子居然开始慢慢改变了。那么死亡之王、毒蛇、药王、药剂师以上4人将成为天魔实录全新登场的人物。诸君再次睁眼时，场景将会是天魔实录连载中断10天前，请各位务必让我看到美好的结局。这是一个武术为尊的武林世界，但此时这世界只剩下了最后一男一女，而且2人还在这冰天雪地一决生死。2小时前，金孔子才来到这天魔实录的世界，这里大雪纷飞，一副世界末日景象。金孔子迅速运起灵气抵挡风寒，但药王和一寒都没学过灵气，2人被刺骨的寒风吹得瑟瑟发冷。看到这，金孔子迅速让毒蛇护住药王，而自己则向老板娘伸出援手。下一瞬，2人被红色的灵气包裹。一寒此时还有些不好意思，但金孔子却毫不在意地说道：我们是来拯救世界的，现在不是在意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全力以赴地拯救这里的一切。现在我们可以用灵气保护各位，但治疗传染病的时候还要请2位挺身而出。而天魔实录中写过，因为突然流行的怪病天魔染病而死，接着其他人也因此死亡，但也没说过这雪会这么大呀。接下来一切就需要我们自己去了解，究竟是什么导致世界灭亡。突然间，一寒指向远方，各位，我好像看到了很多人，很好，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剑帝却感觉很奇怪，那个方向完全没有声音传来，难道是雪下的太大了？众人走近，看到眼前这一幕，吃惊不已。为什么这些人都僵在了原地？看着眼前冻僵的人群，一寒迅速戴上了手套，跑到僵尸身旁便开始查看。这些好像确实是人类，死去时间大概2年3个月，死因是染上特殊疾病，还真稀奇啊！这些人居然都站着。一寒判断说道，这些人可能是被人故意搬到这里的。金孔子直接开启任务视窗查看，窗口全是灰白一片。就在众人疑惑之际，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大笑。府月仙，你准备向正派武林道别吧？放屁！你们魔教的邪鬼队已经都死了，凭你一个人还想阻止我？嘘，我们安静靠近看看，你这臭婆娘为祸人间受死吧！金孔子众人一脸懵逼，来吧，今天就让我看看正派最后的血脉。臭婆娘，我要把你的头劈成2半！只见2人掏出2只树枝准备开战。天魔嘲笑，府月仙，你的斧子呢？吵死了！你这不一样是树枝，我这可是一根藤条。一轮骂战完毕，2人又开始准备一决生死。就在此时，天空中一片云飘来，迅速遮挡住了阳光。臭婆娘，你不是说今天是个好天气吗？我这是占卜，肯定有不准的时候，难道我还有千里眼不成？金孔子众人疑惑不已，他们咋突然不打了？下一秒，众人身后出现一片人影，一寒瞬间汗毛倒竖，一行人纷纷向后看去。我 TM 的，这些东西都是什么？所谓的超级传染病，难道就是丧尸病毒吗？你们见过会飞的僵尸吗？这对情侣此刻就被无数只僵尸追着，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他们来到武林世界的丧尸国度。此时，无数只会武功的丧尸追着跑，药王还大吼着：世界末日到了！那些东西我在溪谷都没看见过。金孔子直接转身就砍掉一个丧尸的脑袋，这已经是灭亡的世界了，而且这僵尸要砍头才会停止活动。一旁的天魔和府月仙面面相觑，老骨头，本座眼睛好像不太好使啊，竟然看到4个活生生的人类，难道是阎王爷在召唤我吗？而金孔子此时背着一寒大吼道：两位快点逃啊，顺便能否告知我们该逃去哪？难道真的是活人，还是说我们已经死了？金孔子和毒蛇可不管这么多，直接抱起2人就开始逃命。天魔在金孔子怀中问道：你们是从塞外来的吗？可还没等金孔子有所反应，丧尸大军就从天而降。我 TM， 怎么会有在天上飞的僵尸？这可是本座独创的轻功哟，这些人死了都没忘记武功啊！听到这话的金孔子整个人都麻了，僵尸还能使用武功的吗？这怕不是开了飞天外挂吧？毒蛇这边也危机四伏，刚刚差点就原地升天了。金孔子赶忙问道：这些僵尸没有什么弱点吗？天魔女指着天空，只要照到阳光，他们就会停住。金孔子就对着2位娘子说道：对不起了，你们想办法自己落地吧。说完便直接将2人扔了出去。2人落地后的雪地中便多出一双脚和一个人自雪坑。金孔子转身看向身后的丧尸群，双手握剑做出迎敌姿态，下一瞬间直接掏出圣剑高举，圣剑散发出耀阳般的光芒，空中的僵尸纷纷落地倒栽在雪地中。大家都没事吧？此时一寒满脸红肿回应道：没事，就是脸有些痛。随后金孔子便剑指丧尸群，要趁他们不能动都解决了。突然身后的天魔却叫住了他：首先感谢你救了我，但我不能让你这么做，因为那些家伙都是本魔教的人才。金孔子直接亚麻呆住了。此时白衣老头也说话：我是武林盟主，名叫府月仙，天魔和我已经战斗了989天了，我们曾对天发誓，在其中一位战败前谁都无法逃离这里。虽然那些人已经变成僵尸，但只要他们使用的魔教武功，那他们就是魔教徒，我必须守护他们。如果非要杀，请杀掉那些白衣服的家伙。胡说八道，那些可是名门正派，谁都不能轻易杀掉。就这样，2人又开始了一轮骂战。金孔子此时十分疑惑，都世界末日了，你们还在打正邪大战吗？顺序不对，
是我们在大战途中，这天下自己走向了灭亡，而且在打败他之前，我绝不能倒下。金孔子看着坚持自己信念的二人，心里默默说道：那么这场持续了989天的战斗，就由我来画下句点吧。男人刚穿越到异世界，就被一群会飞的丧尸追杀，本以为他们会命丧黄泉，结果逃跑遇到了2个奇葩人，得知了丧尸的弱点，从而获救。但此时这2个奇葩又开始了自己的战斗，两人身为武林高手，却用这2个小木棍戳来戳去，嘴里还念叨着天魔君灵步、黄月破天剑之类的招数名。但这一切在金孔子看来，就是2个小学生互殴抓头发，还有戳眼睛、格挡之类的普通战斗。但此时剑帝却摸起下巴，这2人呼吸和招式都很流畅，在我看来算是超级高手了。那招戳眼攻击其实蕴含着神龙的奥义，而格挡则是蕴含了佛祖降临的神韵，但他们打的却像小孩过家家，每个动作招数都没有蕴含内力。毒蛇此时也看懂了2人的战斗，并且称赞起2人的招数。剑帝十分鄙夷地嘲笑金孔子，看到没有，别人眼光就是比你好。一寒也疑惑地看着毒蛇，这看起来确实像小孩打架呀。药王此时快被冻死了，直接对着2人就怒斥道：你们到底要打到什么时候？没看到有人站在旁边吗？你们那狭窄的视野还真和我年轻一模一样啊。此时天魔和府月仙才堪堪停手，这确实不是待客之道啊。于是众人便被邀请去他们的住所。在一段时间的赶路后，金孔子看到后面2人气喘吁吁的样子，直接就和毒蛇背上了2人。很快他们便来到了一处山洞，山洞内有夕阳洒下，还有一滩温泉可以洗澡。天魔便让他们先洗个澡，他们去找点食物招待众人。然而一段时间后，众人看着手里的辟谷丹，拿着就一口吞了下去，可这口感实在让人难以下咽。你们该不会每天只吃这个吧？是的，几乎都是这样的。只吃辟谷丹的生活已经超过了2年了，我一天也吃不下去了。只见药王掏出各种食材，料酒去腥，大火翻炒，一顿猛如虎的操作过后，一顿米其林3星的大餐瞬间出现。药王直接盛了一碗给府月仙，年轻人要吃点好的，这样身体才能撑下去。金孔子也端起碗品尝起来，这沁入味蕾的感觉，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食物。一寒和天魔女也纷纷惊叹，这么好的厨艺，难道你是皇家厨师？药王骄傲地摆了摆手，吃这方面我可是行家。酒足饭饱后，天魔开始问道：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难道塞外已经找到治疗丧尸病的方法了？一寒和金孔子对望一眼，没有，我们也正在寻找方法。果然如此吗？这些年江湖上所有大夫和道士都为了这病忙碌着，但到头来却是一场空。金孔子却直接指着一寒，这位是我们的药剂师，还有刚刚做饭的大厨，都是1等1的名医。要是2位能帮我们一点忙，或许我们可以开发出治疗的药物。于是一行人便来到山洞深处，一具木头棺材赫然映入眼帘。2人齐力打开后，一具浑身插满铁钉的僵尸静静地躺在棺材之中。他曾是武林天骄武当掌门，现如今尸体却被插满钢钉，封印在棺材之中。这一切只因武林世界爆发的丧尸病毒。而此时金孔子和一寒观察着棺材中的丧尸。就在此时，天魔直接拔出了丧尸咽喉处的铁钉，下一秒丧尸突然做起嘶吼，吓得一寒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此时天魔说道：如各位所见，只要堵住脑袋和脊柱间的穴位，就能让僵尸静止不动，但这只是一种处理方法，并不能算是治疗。被僵尸咬到的人会有一股湿气透过穴道和气道蔓延全身，无论是运气调息还是打坐都无法排出。就算是牛鼻子老道那种顶尖强者，只要是被咬上一口就完了，而且一旦被咬，全身便如火般滚烫，不久之后便会变成僵尸。而这其中少林的高僧支撑的最久，被咬后清醒了1年多。那么塞外的孩子们，你们真的可以找到治疗的方法吗？一寒和药王听后面路沉重之色，没关系的，能看到你们我就很开心了。床铺已经安排妥当，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随即夜幕降临，众人也纷纷陷入梦乡。但金孔子此时怎么也睡不着，因为他有件事情需要亲自确认。随即他默默拉上被子，就在2道人影走过后，他突然就起身向水潭看去。2位瞬间一惊，你怎么还没睡？金孔子直接开口说道，初次见面就觉得有点奇怪，明明是那么冷的天，2位却穿得很单薄，明明可以将内力用得很熟练，但打架却乱七八糟。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你们把内力用到了其他地方。2位已经被丧尸咬过了吧？你们用大量的内力压制了体内的湿气。就在此时，天魔直接从水中站起，老头子，看来已经被发现了，那就让这孩子看看吧。2人脱下衣服，露出背后大片的尸变。不过你有一点说错了，我们不是压制，而是封堵住了颈椎穴，将湿气封锁在了一片区域。听闻此话，剑帝汗毛倒竖。孔子，你应该知道以气御剑吧？使用内功来环绕剑身，使之自由飞行。那么用内功堵住颈椎穴，也就意味着颈部以下都会麻痹。那么他们就像是以气御剑一般，使用内力在使整个身体移动，不管是心脏的跳动，还是肺部的呼吸，每一个肌肉的移动统统都是，也就是相当于24小时以气御剑，所以才会出现走2步就耗尽体力，真的是2个疯子。天魔此时说道，我们就是这样进行正魔大战的。然而就这样3年一晃过去了，而后3人再次来到了雪地，他们看着下方的弟子，又开始了自己每天的战斗准备。他们搬动着各自的弟子，并经孔子说道，江湖中的5人在决定成为什么人的时候，也决定了自己将如何死亡。人总有一天会死，但是我们不想以这种方式死去，被暗杀、毒杀、陷入天罗地网都好，被自己信任的手下背叛，
或者和后起之秀比50死去，唯独像我们现在这样死去，我们无法接受。你是不是很好奇我们怎么撑这么久的？我们只是想如我们所愿的死去罢了。而后两人摆好造型，又一轮的厮杀开始了，各种街头打架的招数都用上了。金孔子看着战斗的两人陷入了迷茫，不能这样下去了，这样下去对他们都是一种侮辱。我要用自己的方法，好好替这个世界善后。时间一下就来到傍晚，毒蛇看向三人问道：“你们去哪了？”一涵也转身看了过来，天魔却不想搭理他们，直接回去休息了。金孔子看向一涵说道：“治疗的方法有什么进展了？”一涵擦了擦眼镜说道：“至少需要100天，说不定根本也做不出来。”金孔子露出阳光般的笑容：“老板娘不要担心，会有办法的。所以请你抛弃所有杂念，相信自己。”好的，我答应，我会想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曾经名扬一方的炼金城主，这次终于要开始认真了。他直接让药王给他当手下，而刚开始老头子是不同意的，但他直接掏出技能卡展示在药王面前。要知道，作为炼药师是非常避讳透露自己技能的，但他用挑衅的眼神看向药王，药王却直接给了这个小辈一巴掌，但他丝毫不为所动。最后，药王还是屈服在他的气场之下，开始了他们的病毒研究工作。进入工作状态后，他直接让金孔子离开这里。他的呼吸非常打扰他们工作，而被驱赶的金孔子来到了面壁岩，在上面划了一横，之后便跟着大家出去了。时间也一天一天的过去，每天他们都要去搬四处跑的僵尸，这样才能继续他们的正邪之战。时间来到4天之后，他们又找了一些实验体回来，然后就是5天、7天，一涵和药王不眠不休的研究着。第8天，今天是个大雪天，并不适合出门决战。天魔给金孔子讲述着他们的经历，原本在3年前，魔教战力还有1000人，而老头子正派也是这个数量。但由于像这样的风雪天越来越多，很多僵尸都越跑越远，直到完全找不到。我想你很害怕这件事情吧？一觉醒来，雪地上昨天还在的人都不见了。但我觉得你还有一个更害怕的事情。天魔大人，你们的内力不是无限的吧？那么你的内力什么时候会用尽呢？你现在用内力堵住了湿气清洗，但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吧？你真是一个敏感的孩子啊！我猜应该没有几天了吧？没有内力后2位就无法移动身体。是啊，本座很害怕没有内力，我现在只有心脏、肺和上丹田完好。其他地方早因为内力不足被我放弃了。又1天时间过去，天魔和武林盟主躺在地上。就在此时，武林盟主却转过身，泪流满面地对天魔说道：“我的身体动不了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武林盟主，现在却因为内力耗尽痛哭流涕，因为他被丧尸病毒感染，没有了内力就代表着他再也无法维持人类的形态。而此时，一涵查看着地上的老头，站起身后，他说了句对不起。天魔面色阴沉地看着地上的府月仙，大吼道：“给我站起来！抱歉了，小丫头，我先走了。我不是要你的道歉。”给我站起来！武林盟主府月仙，你不是和本座约好了要挑战魔道天下，树立正派武林的旗帜吗？你怎么能随随便便死在病榻之上？给我拿起你的武器，站起来！此时无数黑气从天魔周身散开，但此时的府月仙只有抱歉。本来想着再多撑1天的，但我已经累了。我现在已经是用先天真气撑着，你的话应该还可以再坚持1年，而我已经到此为止了，所以杀了我吧！我不想变成少林和尚那样。天魔蹲下身，静静地看着他。像你现在这样手无缚鸡之力，我便如你所愿。说罢，他便直接掏出了一把大斧。老家伙，这斧子你还记得吧？只要你说武艺忘了侠，侠失去了我，那我便立刻杀了你。而这句话对于府月仙而言，代表着正派武林的灭亡。此时府月仙泪流满面，抱歉，抱歉啊，苏白香，我说不出口啊。下一秒，只见天魔一斧子便劈了下去，但这一击并没有杀了府月仙，而后他怅然若失地离开了。此刻他的天下只剩下一片空白。时间来到第9天，一涵研究着这个特别的样本，最后整理出了一份研究成果。金孔子拿起就开始背了起来，虽然已经全力研究了，但真的没办法研制出治疗药剂，要是再有90天就好了。而就在这时，山洞中突然出现一股威压，府月仙瞬间开始了挣扎。天魔在后方传来了嘲笑：“真的是可怜啊，一旦失去了人类的外皮，就如畜生般日复一日的进食，直到身体再也无法动弹，武终究是遗忘了侠。”说罢，他直接将手伸到了丧尸嘴里：“吃吧，吃吧，一切都结束了。”天魔看着自己血淋淋的手，彻底的陷入滋腻。无数的黑气从他体内迸发而出，他看着金孔子众人：“受死吧，你们这些叛徒！”只见一个闪身，他便砍掉了府月仙的头颅，向着金孔子他们杀来。毒蛇瞬间拔刀抵挡，看着陷入疯魔的天魔，毒蛇怒吼着让金孔子快逃。此时，一涵紧紧地抱着金孔子：“死亡之王，我相信你。”最后，雪地里只剩下了天魔一个人站立，而金孔子也来到了死亡空间，开始接受死亡惩罚，体验天魔的悲惨童年。女孩在大雪中大声喊着妈妈，但她的母亲却弃她而去。只因他体质特殊，让亲近的人都陷入不详。就在他默默躺在雪地安详的等待死亡之时，突然他的眼前出现了一道光，一个白发老妇拿着拐杖出现在他眼前。他看着躺在雪地等待死亡的女孩，一把拉起了她。看着这个在雪地待了几天都还有活着的女孩，老妇不禁感叹：生来就是冰雪之体吗？这就是文献里面说的极阴之体吧？孩子，你叫什么？不知道。那你多大了？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被埋在雪地？不知道。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可怜。那你愿意追随我吗？供你吃，供你住。此时女孩疯狂点头，那我就叫你百香吧。
从今天起，你就是魔教的教人苏百香。2天后，他们来到了魔教聚居地，这里有很多和他一样的孩子，他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活着，想吃就吃，想玩就玩，不用做任何事情。那这里是要把我们培养成奴隶吗？笨蛋！我来这里1年都没有这种事情。百香在一旁默默的听着，他放下了手中的勺子，对着吃饭的大家问道：“你们是怎么样来到这里的？”大家此时都盯着他。我妈妈在春花之地工作，庄稼收成不好，晚上带刀的叔叔屠了村子。众人平静地讲述自己悲惨的经历。此时百香想起来了，自己也是因为爷爷一直打我呀。那你们现在幸福吗？是的，很幸福。这些孩子其实还没意识到，这里并不是世外桃源，这里是培养蛊毒的罐子。自此之后，吃饭便看不到百香的身影了。他每天都和农夫一起劳作，再也没有和别人一起玩了。此时，白发老妇人来到百香身后，好久不见了，百香，我有一件事情想要问你。听说你帮助农夫是为了收割自己的粮食，还有衣服和被子都是你自己亲手缝制，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让你过上富足的生活。这里是桃源乡，大人们为了我们而种地摘果，但是在山脚下的毛氏，他的2个女儿被县令杀了，还有果园的崔氏，在建城墙的时候失去了他的2儿子，他含冤告到县衙，拷问的时候失去了他的大儿子，他们把儿子葬在了故乡，便来到了这。那些农夫都有自己的伤心事，这里不是天堂，他们不是因为愚蠢供我们吃穿，他们希望我们能替他们复仇，他们没有能力报仇。听说了自小练习武功才能大成，他们便开始为修炼的孩子种地，所以我们不是免费吃住，代替他们向世界复仇，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里。白发老妇微微颔首，百香啊，你有什么话想对天下说的吗？是的，有很多。那么世界应该听你的话。正式介绍一下，我是本教7元老之一，名叫魔佛。这个男人刚刚才被残忍杀害，但他复活后却给仇人下跪拜师，这一切只因金孔子获得的技能。就在刚刚，他再次回到死亡空间。此时他起身对着一旁的剑帝问道：“药剂师的文件都备好了吗？”基本上差不多，你背的加我背的也差不多了，那么开始选择技能吧。随即他便看到了天魔的摩天神功，这武功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吧？真是典型的魔功啊！剑帝此时给金孔子讲解起来，不管是魔功还是武功，都只是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不同。所谓的正派是为了修身，而魔教则是成为破坏世界的爪牙。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从上到下砍叫上砍，正派武林这叫虎扑之势，但是魔功就不一样。他们会这么说：回想一下你被盗贼刺伤腹部时的愤怒吧，想想妹妹被县令侮辱的时刻，记住你当时脆弱的一面，感叹你的无助，埋怨这个残忍的世界吧，破坏世界的爪牙。简单来说，魔功的气势凌厉，你没必要学这个的。但剑帝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讲了这么多，金孔子却直接对他说他要学。剑帝瞬间急了，难道你不会被那个天魔迷惑了吧？真是疯了，那只是他临死爆发的一剑呀。所以你是因为我没有学你的武功生气了？什么？我才没有！别担心，我们的剑帝武功是天下第一，我学这魔功只是为了完美攻略这次舞台，就算制作出治疗药剂，也只能救他们2个，其他人都死2年了，就算治疗也不会起死回生，那么结局就是他们2个成为亚当和夏娃吗？为了美好的结局，治疗药剂只是第一步。而时间再次回到他们遇见的时候，金孔子这次直接对着天魔跪下，他居然想要拜师天魔。天魔大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哎呦，魔头，别那么小气，塞外的孩子不远万里来拜师，实在是难能可贵啊！你一直板着脸干嘛？孩子呀，要不你拜我为师如何？我乃武林盟主南宫云。可金孔子直接无视问道：为什么不能收我为徒呢？天魔大人，南宫云瞬间石化，居然直接无视我。而天魔开口说道：刚刚不是已经说过，只有被世人抛弃的孩子才能入教，但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们都是被世界抛弃的人，还有我是猎人，投身塔的孤儿。好，既然你这么自信，那你展示一下3才剑法吧，让我亲眼判断你有没有继承本教武艺的资格。金孔子起身鞠躬，直接启动刚刚获得的技能激活天魔神功。此时的他脑海中浮现无数的招数，但现在仅仅只有招数。他开始模仿这些剑招，想象着剑帝给自己讲解的魔功核心，感叹埋怨这残酷的世界吧。就这样，金孔子开始了他的剑招，想象着魔女的恶意燃烧吧，想象着武失去了灵。但是就在他杀意正盛的时候，天魔却在一旁叫他停下。可金孔子还沉浸在他的恶意中。这时天魔大吼道：我不是让你停下来吗？你这些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们见过会降龙18掌的僵尸吗？此时就有一个僵尸对着金孔子一顿输出，一切只因他看视频不点赞被僵尸发现。原来在金孔子展示3才剑法后，天魔便带他来学习第一招饿死流剑法。此时他在一旁指挥道：不要胡乱挥剑，想想饿死鬼的痛苦。然而僵尸却不给机会，一口就咬了上来。金孔子瞬间躲避，翻滚出去。可是僵尸又一次攻击过来，根本不给金孔子思考饥饿的时间。天魔看着狼狈不堪的他说道：你想想你最饥饿的时候饿了多久？那时候最想吃什么？饿了多久？3到4天吧。什么？你平生最长才饿过3天？天下乱世已久，凶年累月，不是名门世家不可能只饿3天。真的是没话说，饥饿是最紧迫的感觉，你连这些都不能感受到，怎么会领会天魔神功？罢了，是本座的错，我居然相信你这油嘴滑舌的家伙。说罢，天魔便转身离去。金孔子此时也大吼：
等一下，但僵尸可不会和他停下说话。金孔子再一次回到死亡空间，剑帝嘲讽道：“就你这9年义务教育的样，根本不可能练成的，那就不要怪我使用绝招了。”时间再次回到1天前，金孔子直接就独自跑出洞口。他很快来到一个无人的洞穴，开始打坐。剑帝挠了挠头：“你打算饿死在这里？”“是的，我要领悟天魔神功。我在天魔的阴影中看过，他曾经饿过111天，所以我要超越他到112天。”剑帝指着外面：“你看这么冷的天，你想饿112天，还没到那时候你就冻死了，那我就饿上15天，然后继续重复循环。”剑帝彻底无语了，这个疯子非要拜师吗？1周飞速而过，刚开始的1、2天最难受，但熬过了第3天，痛苦就开始慢慢消散，内脏开始衰竭，想法变得模糊，身体也开始渐渐消瘦。就在此时，他站起身，开始拔剑挥舞战斗。剑帝疑惑问道：“你在干啥？”“我在运动。我之前理解错了，天魔说的饥饿不是不吃，也不是打坐断食修炼，而是那种想吃却吃不了的感觉。这1周的时间，我想起了一位农夫。没有农夫会因为饿不去田里，每天去耕种，明明知道不会有任何收获，但他在每天坚持，因为他有老婆和孩子。他每天都会刮树皮，但他不能吃，要把这些给老婆孩子。”金孔子奋力地挥舞手中的剑，默默想象着那个农夫的饥饿，感受饥饿战斗吧。你所有的剑法都出自于饥饿的手。就这样，他一剑一剑地挥砍着，想象饥饿着的手势，那刻在骨子里的饥饿感，靠着最后的理智挥舞的剑。就这样，天魔神功第1式饿死刘剑法正式完成。那么下面可以去拜师了。你知道男人为了女人可以有多拼吗？这个骨瘦如柴的小伙，在15天前还是英姿勃发，但现在完全一副饿死鬼投胎。这一切只为能获得天魔的青睐。金孔子让恶鬼找来了112名饿死鬼，他要利用这112人感受饥饿的真谛。金孔子脱掉衣服，面对着丧尸大军大吼：“来吧！”但还没等他准备好，僵尸一口就咬上了他的肩膀，而后无数丧尸便涌了上来。金孔子如愿来到饿死鬼的人生，他看见了饿死在船上的老人，还有为了生存的孩子。他们从土地中挖起粘土，然后做成土饼晾晒在地上，最后撒上一把粗盐，就做成充饥的干粮吃了起来。虽然这十分难吃，而且只能慢慢的舔食，但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活着的希望。此时惩罚终止，金孔子缓缓睁眼，本想着怎么学煮树皮呢，但现实已经超越了想象。他开始用力在雪地的挖着，最后他挖到粘土层，他开始学着做起土饼，最后他拿起来尝了一口，真的好难吃啊！他扶额看着地上的手，终于他重新拿起了剑，是时候该回去向天魔展示我的剑了。你去打败那个僵尸，我收你为内家弟子，感受饥饿去战斗吧。说完，金孔子直接就冲了下去，握剑的手感受着饥饿者的手势，嘴里是泥土的味道，手势上是泥土的触感。金孔子一剑就砍飞了僵尸。天魔看着下发的饿死刘剑法，顿时陷入了震惊的状态。此时金孔子单膝跪地：“天魔大人，那么接下来请教剑法吧。”于是2人便再次来到山洞。天魔功法原本有9套，你展示的是饿死刘剑第1式，之后便是可死的招式。塞外的孩子，你的饿死刘剑很不错。就在这时，金孔子喊住了他：“你刚刚说的很不错吗？好吧，我承认你演示的很好，但你也别太放肆到处炫耀。所以说我现在已经是你的关门弟子是吧？不要胡说八道，现在起我传你武艺，你要集中精神。”看来天魔内心早就把我当徒弟了，但他死都不说收我为徒啊！当即金孔子直接打开天魔的人物窗口，好感度2.5个小星星。他此时内心想着，是该决定收徒了吗？不是，我的战斗还没结束呢，都到了人生的尽头，还想什么弟子啊？这是过度的欲望。金孔子看着天魔的内心活动，不由暗暗下定决心，活下来吧，就算世界灭亡，武林只有你一人，我依然希望你能活下去，希望我可以成为你活下去的理由。此时天魔睁开眼看着面前的金孔子：“你有好好听本座讲话吗？”“当然，我一直在听。”“那好，既然这么自信，可以去测试了。”说罢，他便独自去挑选僵尸了。就在此时，剑帝却传来了声音：“好想和他比试一场，这种家伙也敢叫天魔，要是在我那个时代，我早就打得他叫定魔了。真的羡慕武林盟主那个小子，可以在雪地上生死决战。”而金孔子听到这话，陷入了沉思。老板娘制作治疗药品，而我成为天魔弟子，但这些好像缺点什么，好像没有最终结局一样。突然，金孔子想到了什么，他直接起身和剑帝挥了挥手：“剑帝大人，有件事情要拜托你了。”说完，天魔便扛着一个僵尸回来了。这次战斗你要心怀干渴和痛苦。就这样，僵尸再次杀来。很快，金孔子凉了。再次回归后，他直接把研究笔记交给2位炼药师，然后他又一次来到无人的山洞。他再次使用百鬼召唤，让恶鬼去寻找干渴而死的尸体，并且还让他去找到魔教和正派的人。恶鬼惊讶地看着主人：“要救活他们吗？这些人有用武之地吗？”“当然有的，在灭亡的世界里还有2人在一心战斗，我想准备一场真正的正邪大战。”男人为了拯救这个濒临毁灭的世界，经历了成百上千次的死亡轮回，就只为了能学会摩天神功，让这个世界最后的2人有活下来的希望。在金孔子再次经历数次可死的经历，他终于领会可死刘剑的真谛。面对再次飞来的僵尸，金孔子一招水花漫天，直接让僵尸爆体倒地，接着他一个帅气的落地，结束了这次的试炼。自此，天魔对他的态度彻底改变，从第一次的直接转身离开，到现在的刮目相看。此时，天魔满眼慈爱地看着金孔子：“
我在你的剑里没有看到任何妙用，但我看到了诚实和正直。看来你的剑不是针对世人，而是针对这个世界啊！天魔缓缓坐下，我传你一套新诀吧。而后在天魔不断的引导下，他终于明白天魔神功所有的真谛。饿到只能吃土的孩子，第一是饿死留剑，干渴到只能喝海水的老妇；第二是渴死疲剑，为孩子渡上最后一口气的父亲；第三是溺死满剑，依附冻死在雪地母亲怀里的婴儿；第四是冻死接剑。看着进展飞速的金孔子，天魔不禁的夸赞道：“孩子，你的剑果真变化无双。”就在此时，毒蛇背着盟主来到两人跟前，盟主骂骂咧咧的说道：“魔头，你还未受9拜之礼吧？我知道，如果你收徒，江湖上就只剩下魔教的传人，你无非是怕亏欠于我，这样你就可以在正魔大战中不战而胜。不过我早就预料到了。”随即他拍了拍身旁的毒蛇，一脸得意的说道：“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的首席大弟子。”听到这话，天魔直接冲向老头，下一瞬间就和盟主撕扯在一起。“你个老不死的，怎么能这么对我？”金孔子和毒蛇两人默默地站在了一旁。“你不是天武门主吗？怎么能找师傅呢？如果你是为了自己所谓的自尊心而拜对方为师学习的话，这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侮辱。”听到这话的毒蛇一下就不乐意了，“拔剑吧，用剑来确认。”说完，两人便直接开打，一招饿死留剑瞬间杀来，毒蛇全力挡下了这一击，而后迅速后撤。就在这时，还在撕扯中的盟主连忙指导起毒蛇来，一旁的天魔见状也不甘落后，指导起来。金孔子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和毒蛇分高下，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得到天魔的认可。此时毒蛇就代表着武林盟主，金孔子代表着天魔，二人雪地中不停地碰撞着。随后毒蛇直接抓住金孔子破绽，瞬间开启雷霆大招，雷霆从四面八方攻向金孔子，瞬间金孔子口吐鲜血。就在毒蛇要一击必杀时，天魔怒吼道：“你在干什么？用可死留剑啊！”随后天魔神功再次使出，第三式溺死满剑。而此时的天魔和盟主仿佛焕发生机，人生或许还充满了色彩。看着不停战斗的两人，天魔逐渐放下了心防。战斗结束后，金孔子跪倒在天魔面前，郑重地说道：“我叫金孔子，请您收我为徒。本座是天魔，名叫苏白香，行9拜之礼吧，我会收你为徒，此生最后的弟子。”相传在这个武林世界中，收徒的最高礼仪便是9拜之礼，而金孔子利用上百次的死亡，换来了天魔的收徒之心。此时金孔子跟随着天魔来到一处洞穴之中，金孔子疑惑着看着这里，这些都是本教的武功秘籍，你将在这里进行9拜之礼，但并不是9拜就会结束，是否接受跪拜完全由为师决定，直到为师满意为止，不论几次我都可以要求重新跪拜。还没等天魔说完，剑帝就兴奋地冲到秘籍面前：“孔子，你先去拜师吧。”而天魔也兴奋地讲着这里的由来：“这里都是我抢武林正派那帮家伙，所以天下的武在这里成了林，那这里也能称得上是武林了吧？那么现在要行礼吗？按照你自己的方式跪拜吧。行9拜之礼时，每次都要带着不同的心，这对应着天魔神功的每一种招式。那么，第1拜饥饿，天魔微微点头表示认可；第2拜饥饿的父；第3拜溺死的父。每一拜，金孔子都带着不同的心情。精通天魔神功前4式的他，很顺利地通过了前4拜，但在第5拜，代表毒死者的心，天魔让他停了下来，重新跪拜。就这样，金孔子重复了500多次。第6拜病死者之心，他再次重复了800多次。第7拜杖死者之心，他重复了500多次。然而在第8拜烧死者之心，这次他想起了炎帝杀他之时的痛。天魔似乎看出了什么，这次金孔子只拜了1次便通过了。他看着那始终如一从不抱怨的金孔子，天魔不禁在心里感叹：真是个耿直的孩子，你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才使自己变得如此美好？即使你所救之辈并非高洁，所爱之人并非完美，你依然会保持你的善良。此时天魔站起身，缓缓走向金孔子。这天魔神功的最后一剑不是固定的，会因施剑者的不同扦插地别，就用你自己的方式进行第9拜吧。他开始回忆起曾经自杀的4090次，那时候脖子很疼，颤抖的双手会导致痛苦延长，死得越慢，决心越模糊。但因为有不可原谅的人，他想拼命地活下去。第9拜自杀，天魔似乎感受到了金孔子的痛，过去轻轻地抱住他：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徒弟，从今往后无论你去哪，你都是我苏百香的徒弟。纵使这世界灭亡，武林不复存在，我都一直在你身后与你同在。说罢，他便直接转手开始向外走去。金孔子也跟随了上来。此时金孔子再次打开人物栏，上面的好感度已经变为4星。此时他内心想着，剩下的功力应该还可以活1年吧，要把一切都传给弟子啊。此时剑帝也欣喜地跑了回来。毒蛇看到二人走了出来，问道：9拜之礼完成了吗？是的。所以毒蛇先生是怎么拜师的？我只是请他教导我而已，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嘴上说的朴实无华，但心里却乐开了花。一个将死的老头，为了给天魔活下去的理由，甚至还对我行大礼，我怎么能拒绝他的请求呢？金孔子看着他的人物栏无语了。就在这时，一涵突然跑了过来：成功了，治疗药剂开发成功了。男人为了能拯救这个武侠世界，经历了上千次的死亡循环，只为了能在有限的时间做出治疗药剂。终于在第120次循环时，一涵也不负众望地制作出了解药。天魔急切地问道：那是真的吗？是的。
其实昨天已经制作了出来，但是我观察了一整天，我们两人利用武当掌门的尸体做了实验，结果是成功的治疗了传染病，也确认了他丧失状态的恢复。天魔激动地握住了一涵的双手，太了不起了，你们才是最伟大的医生，请立即治疗府岳县那个老头子吧。此时一涵却开口说道：可以，但治疗药剂有点缺陷，必须要废掉丹田。盟主却毫不在意，安慰道：其实我们早就感染丧尸病毒，光是能活到现在都是奇迹了，确实应该付出代价。一涵也开口解释，两位已经感染僵尸病很久了，你们所说的内力就是病源所在，所以和体内的湿气完全无法区分，特别是下丹田的情况特别严重，为了治疗就必须把这部分取出，简单来说就是把下丹田整个取出。手术大家不用担心，老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此时盟主和天魔对视一眼后，我答应接受手术治疗，反正我也会失去内功，没什么好遗憾的。我们习武之人，武存在我们的心中，只要有心，那武就一直存在。一晚很快就过去，天魔站在黎明的雪地，手术结果出来了吗？出来了，平安无事。这时黎明的第一缕阳光出现，弟子本座曾经想斩断天下所有寒气，或者惩罚那些让天下冻住的人。他缓缓拔出手中的剑，残血魔剑。本座初入江湖时，曾做过一个幼稚的实验，将天下的寒气视为雪山，试图斩断雪山。然而当时的我连山脚都斩不断。随后他不停地舞动着，就在太阳升起的刹那，他猛地一剑斩出，巨大的山头拦腰断裂。天魔接着说道：最后我只能以削去山顶作解，即使使用新披下，也无法斩断。所谓心急杀终究遥不可及，这就是本座的最后一个境界。弟子啊，本座愿意接受手术。另一边刚做完手术的两人已经累瘫，盟主静静地躺在地上。怎么样？现在心情如何？很轻松，感觉羽化成仙了。魔头，你也决定要手术了吗？是的，本座刚刚斩断了一座山，本想斩断冬天，但本座斩不断。所谓的生死境实在太遥远了，真的很可惜啊。不，我完全不觉得可惜。此时金孔子来到天魔身后，师傅，我去个地方办点事情，我会在师傅手术开始前回来的。随即金孔子直接来到雪地，召唤出的恶鬼跪在面前。主人，魔道和白道的人都在这里，共计1998名统统在这里待命。做得很好，现在把他们一个个带到我面前。遵命，主人。随后金孔子一刀一个僵尸不断的砍杀着，恶鬼也指挥着骷髅兵有序搬运着，鲜血不断溅射到金孔子脸上。一旁的恶鬼不停的加油，直到傍晚时分，他才杀完了所有的僵尸。辛苦您了，主人。这有什么好兴奋的吗？一想到主人展现的风景，就感觉心里特别充实。没有浪费时间，金孔子直接回到了洞穴，看着一涵正在给两人说着什么，他直接打断说道：师傅，盟主大人，请两位跟我出去散散步吧，两位必须一起来哟。于是两人对视一眼，很快三人便来到外面的雪地。金孔子直接说道：正魔大战是两位的觉悟，就算让我和毒蛇对战，也只是普通比武，称不上什么大战，只有两位比武才能是正魔大战。下一瞬间，金孔子直接开启百鬼还生，无数黑影向下扩散。两位可以当这是一场梦，也可以当成某种奇妙的法术。那么接下来就是两位的战场。魔道天下还没有结束，魔教教主大人、武林盟主大人，请两人务必角逐江湖最后的主人。历时3年的正魔大战正式开启，谁才是这个江湖真正的主人马上揭晓。此时所有的白道高手都重新复活，魔道天下的部众都苏醒过来，而这一切的神迹都因为金孔子的百鬼还生。天魔和盟主呆呆地看着这一切，下方的众人也议论了起来。金孔子微微摇头说道：那些人也和师傅一样无法使用武功了，和生前相比已经变得非常弱，接下来就是你们的舞台了。此时下方的众人也缓过神来，就在小队长指导众人时，天魔直接走了过来。血鬼队长，真的是你吗？是，教主大人。魔教众人纷纷跪拜。天魔抚摸着手下的脸庞，本座以为失去你们了，本座的孩子们。另一边，武林盟主也冲了下来，看到和尚便一把抱住了他。你这家伙居然活了下来，看来玉皇大帝赐下了奇迹。此时天魔却直接走了过来，本座魔教教主苏白香，亦称天魔。今天这一切不管是梦境还是将死之人的幻想，本座要求进行第990次比武。而对面的武林盟主开口说道：我是南宫世家太上家主南宫云，亦称府岳仙。你们魔教把百姓的悲哀当作教育，将悲鸣化为报仇而染红了天下。你们这些嗜血的复仇魔鬼，天下都被染红，你们却以弱者自居。你们都有手有脚，却一直执着于过去的悲伤。你们这群懦夫！随即黑白两道剑拔弩张。好，那本座就当你愿意比武了。那么接下来是要生决还是生死决？当然是生死决。豪气，我接受。魔道天下的孩子们，你们可以把今天当成一场梦，尽情的释放自己吧。我们就应该活得如梦似幻。正派这边也开始呐喊，燃烧一切吧！我心急烛火。魔道天下，灵草独存。两方大军气势如虹，瞬间都杀向了对方的人群。正魔大战正式开启，人群瞬间都扭打在了一起，因为大家都没有内力。白道弟子直接上嘴开咬，但魔教队长瞬间就撞开了他。你们这些伪君子，我乃4大魔君之一，谁敢与我一战？无耻小二，我乃武当掌门，当你对手绰绰有余了。随即两人便扭打在一起了，锁喉、戳眼，犹如地痞流氓。而这样的战斗随处可见，有和尚和魔教护法互殴的，还有华山长老和剑魔比剑的。所有魔教弟子都呼喊着：魔道天下，灵草独存。
金孔子呆呆的双方大战，天魔此时也出手了，直接踩到一个白道弟子的背上。白道的家伙们数量还真多呀，都等着受死吧！就在此时，武当掌门和和尚直接杀来，但仅仅只是一个回合，两人便直接被击飞出去，真的是不堪一击啊！天下的悲鸣淹没了嵩山，天地间的怨恨燃尽了武当。本座就是这武林的天，南宫云，你给本座等着！这天下能接下本座之剑的，只有你一人。放马过来吧，魔头！今日天命与我同在，天命吗？这只会成为你走向死亡的宿命。拿命来吧！我才是武林的天。这是正魔两道最后的战争，魔教第一人和正派第一人的决死之战。随着天魔的一声令下，魔道天下和武林盟的弟子瞬间扭打在了一起。但因为都没有内力的人物，看上去气势如虹的样子，但实际上和街头斗殴没啥区别。而武林盟主和天魔也拳拳到肉互殴着，这两人打得鼻青脸肿。但就在这时，天魔抓住破绽，直接咬向盟主的左耳，但盟主也迅速反应，掐住他的脖子。就这样，两人整整战斗了一天。盟主捂着被咬的左耳说道：“你这魔头现在都开始吃人肉了，老头今天的战斗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不能再愚蠢的重蹈覆辙了。府岳仙本座今天将倾尽全力。难道你要用先天真气了吗？而先天真气是每个人一出生就具有的精气，也代表着生命本身，一旦耗尽便无可复得，并且使用生命之气的人只有两个下场，不是死就是变成废人。”此时两人都摆出起手势蓄力着。盟主怒吼：“我现在都没有丹田，最多只能使出中阶武力，这样你都打算打破真气吗？别感到愤怒，南宫云，我只希望今天可以放肆一次，大家不用为我感到悲伤，本座正感受着人世间最大的快乐。”说完，他周身便散发出一股先天寒气。此时盟主也笑了起来：“是的，我也等这一天好久了，那便一起赴死一场吧。”随即两人运转起先天真气，痛快的战斗在了一起。简单的一招一式都散发着先天真气，这让周围的花草树木都成长开花了。冰寒之体和纯阳之体放肆的碰撞着，就宛如阴阳流转，周围的世界都跟随着改变。随着两人的真气耗尽，天魔最终一拳打在了盟主的腹部，随着他的一口鲜血吐出，两人的战斗终于结束，这让两人再也没有遗憾。金孔子见状，匆忙地跑过去，一把扶住了倒地的师傅，本想打穿他的胸口，抓住他的心脏，但别说打穿了，根本就只能揍上一拳了。弟子，你看看你什么表情？别担心，本座还要一个时辰才断气。这时一寒老板娘也来了，她吃惊地看着这一幕，这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呀？她赶紧为地上的两人治疗着，但随着一寒的探查，她的表情慢慢露出了悲伤。没事的，本座已经没救了，去照顾那个老头子吧。于是众人便背着盟主敬礼后离开，最后就只剩下金孔子师徒二人，还有最后一个时辰。师傅，我有一个请求，请您和我比武吧。距离达成让天魔满意的结局就差一点了。下集预告：天下第一的战斗。他是武林世界古今第一天骄，但他却为了跪倒在他面前的难民，放弃了古今无人能问津的境界心剑，只要下定决心就能斩断万物的境界，看起来是那般触手可得。但他转身离开了那座雪山，他紧紧握手中的剑。本座要斩断的东西太多了呀。回忆结束，金孔子叫醒了陷入回忆的师傅，想让师傅最后和他比武一次，但他已经快耗尽先天真气，身体再也无法动弹。金孔子自信地说道：“只要不是要动身体就可以。我想和师傅通过论剑比武，并非使用身体，而是使用语言进行比武，用语言表达要施展什么招式，以及如何进行进攻，而防御的方法也是如此，所以并不需要能动的身体。”天魔闻言笑了笑，真是个高傲的弟子呢。可金孔子却对师傅说道：“当时对上盟主的时候没有使用全力吧？如果是论剑，师傅就可以倾尽全力，我相信这会是师傅感到最满意的比喻。孔子啊，你真的能够让本座见识到吗？这个世界境界的顶点，心剑。是的，我会的。那比武结束后，就让我讲讲以前的故事吧。”剑帝此时盘坐在一旁看着这一切，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上场的时间了，就让我和这个魔教老大好好比一场吧。剑帝缓缓跪坐在天魔面前，这是另一位江湖上走到顶点的男人，和这个江湖走到第一的女人对决。此时天魔催促让弟子说出招式，毕竟比武已经开始了。师傅，你知道我会一些奇怪的术法吧？我还会其他的法术，当中就有能召唤出鬼魂的法术。现在我身旁就有一位天下第一的男人，有趣，塞外武林天下第一吗？真的很了不起啊。那么天下第一的鬼魂想出什么招式？他说要先让师傅3招。此话一出，天魔脸色瞬间变了，真的是狂妄嚣张的鬼魂了。那本座就用出龙快剑刺向他的日月穴，可是3招很快就被剑帝化解。天魔微微握拳，反观剑帝还是泰然自若的模样，两人眼神都开始认真起来。此时剑帝缓缓开口：“你这一生自从到达古今第一人后，一定连修炼的时间都没有吧？只能专注于教内事务和复仇。你肯定也看过生死境的境界，但你却没有时间去达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很忙碌，一生都为了照顾家人，根本没有时间修炼。但你知道最可悲的是什么吗？就算是如此，你还是古今的第一人，你已经是这片武林名副其实的天。但你的不幸也正因于此，身为武林之中的绝对强者，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何谓天外天。”金孔子慢慢扶起天魔的身体，两人面对面的端坐着，不同世界的2个天下第一。此刻比武正式开始。这2人都是各自武林的天下第一，如今却在此进行着跨越时空的大战。这一切都是为了能收金孔子为弟子。两人开启嘴强王者互相出招，本座一记爆火炸裂拳，给你一记上勾拳，
怎么突然模仿起正派的招数？我连续云龙大巴式，一次往下打，一次上勾拳，就这样一招一招的过去。天魔紧握着金孔子的手，连续的说话让他的气息有点喘。然而他的手突然握紧，把你肮脏的脚给我拿开！但剑帝却不以为意的继续出招。我收回我的脚，并在空中使用懒鱼打滚。本座使用天魔君0步后退3步。哈哈，既然你模仿正派，我也来模仿魔道。我用冻死接剑应对并跟上去。然而天魔匆忙应对着，此时他面对剑帝的压力，已经满头大汗了。他此时转过头看向金孔子，弟子啊，你这召唤的鬼魂的确是最强的。他可能是我认识的最强的了。现在我完全可以理解武林盟主的心境了。他身为武林之中最强的正派，唯一可以和天魔匹敌的人，天魔对待他就像省着吃糖果的小孩。此时天魔和剑帝不断交手着，一招一式在天魔的眼中是如此的清晰，但金孔子却什么都感受不到。他无法理解这两人进行的比武，各种招式完全无法在脑海刻画出来。而天魔和剑帝还在无形的交战中。就在此时，天魔回头看向弟子，他开始为金孔子讲解起他们的奥义。在这一望无际的冰原中，每一步都需要使用身法行走，而此时他们都想抢走彼此移动的空间。闭上你的双眼。本座眼前浮现了对方的身影，他是个强大的对手，而且块头很大，对不对？他自信满满的笑着，仿佛在说放马过来。这种与生俱来的体格差异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但是本座移动的比那家伙快，而那家伙好像看穿了我的想法，身手变得更快了，犹如一头野兽朝我冲了过来。但不需要害怕，这我已经预料到了，我只需要向后推几步。而金孔子此时也终于能看到他们战斗在一起的剑了。两个人每一步都溅起片片雪花，而他们的比武已经过来2天。剑帝此时大吼道：“你究竟要跑到什么时候？要比轻功我也不会比你差。本座有自信可以永远这样逃窜，可那终究是有尽头的。你不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变成无尽的冰原了吗？可以逃的地方无穷无尽。如果是你全盛时期确实可以，然而比武却是发生在现在，你的寿命已经剩下不到1个时辰了，这样你还打算要逃吗？啊哈，真的卑鄙呢！本座确实不能继续逃跑了，本座的寿命已经所剩无几了。既然这样，那就让你见识见识本座的最高战力。”他曾是天上地下唯吾独尊的天魔，但此时他却被这个男人压着追着打，这让他感到一种屈辱感。他拔出腰间佩剑，让你见识见识我的最高战力。说完，他直接冲向剑帝，一招饿死流剑杀来，但剑帝举起巨剑就格挡了下来。真的是不错的一招呢，魔教的教主啊！如果你会因为偶尔的悲剧痛哭流涕，那么你应该也会因为偶尔的喜悦而感到幸福吧。两人一边交战一边交流着，剑帝接着说道：“一次伤痛的深度和一次幸福的强度分明就是一样的。”所以也会为了幸福的秋收而高歌，而天魔也因为这一瞬间的失神受伤了。那映入眼帘的稻穗，小孩子们玩捉迷藏的笑声，这才是我要和你说的。而天魔此时已经无力反驳，剑帝的攻击已经让他没有说话的间隙。但下一瞬间，他直接使出颗死皮剑，我会为了喝不到一滴水而垂死的百姓高歌。但剑帝丝毫没有被击溃，依旧继续的说着：“你正在用错误的方式教导孔子，比起说是错误的方式，应该说是教得太早了。为世界上痛苦的高歌没错，但这些行为无法永远持续，因为那只会让人疲劳。孔子还没有体会到世界上的快乐，夏天就要玩过水，才能为了那些没有水枯萎的人们哭泣。人的心灵就如同蜡烛，一旦点燃，总会有燃尽的那一天。教主，你懂吗？孔子那家伙还曾为爱过一个人，但你却让他变得仿佛经历过世间所有的痛苦。你的教诲对他来说太早了，我要教导这家伙喜悦的方法。”天魔银牙紧咬，大吼道：“你是打算取代本座的位置，当金孔子的师傅吗？”说罢，他立刻使用天魔神功第3式逆死满剑，两人刀剑再次碰撞到一起。你竟敢窥视本座唯一的直属弟子！剑帝后撤一步说道：“别笑死人了，我本来就已经打算霸占他师傅的位置了，他身上的一切都是我教的，你这个半路杀出来的邪教还行介入其中？什么邪教？是的，魔教不是邪教是什么？挥剑的理由应该是令人开心的事，居然要说依赖痛苦，感受痛苦，用痛苦挥剑，那是什么邪魔歪道啊？”两人因为教导方法不合，拼尽全力厮杀着。本座用天魔神功第7招把你打飞。而金孔子此时看到了两人的剑，在他的视角中，魔教教主天魔一直处于下风。就在此时，天魔举起手中的剑，准备施展最强一招——天魔神功第9式独存孤剑。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剑帝看着这最后一剑，果然如我所料，孤独死吗？这就是你选择的死亡方式。很好，我认可你。身为灭亡世界里的最后一名武者，这是再适合不过的一击了。剑帝缓缓举起巨剑，但是关于孤独，我比你更了解的。你在这孤独的世界才生活多久？而且身旁还一直有武林盟主。很抱歉了，我一个人撑了130年了。随着话音落下，剑帝的最后一击也使了出来，一击便击碎了天魔最后的梦幻。此时金孔子神色慌张地从冥想中退出，看着呆坐在雪地的师傅，他立刻冲了上去查看情况。原来是这样啊，弟子，原来你一直在骗我，你一开始就只想着帮助本座呀，真的谢谢你，我怎么没早点发现呢？弟子，本座能成为你记忆中的一朵花吗？可以，你会在我记忆中化为红色的牡丹。啊哈，真美丽呢。而就在此时，远处的山顶开始发光，下一瞬间，一道巨大的光柱割破了苍穹。金孔子抱着天魔喃喃道：“冬天被割破了吗？师傅。”
两个武林世界的巅峰对决终于落幕，伴随着天空的剑气长虹，一代天魔就此陨落。金空子抱着师父的躯体，久久无法释怀。一旁观战的魔教弟子此时走上前来，请问大人，您是否是天魔大人的嫡传弟子？金空子面对前来问讯的众人不知所措。哈哈，我不知道是不是嫡传，不过我确实是师父的弟子。那教主大人一定把天魔神功传给你了吧？请大人宽恕我们的冒昧，恳请大人展示一下天魔神功吧。金空子此时总算明白过来，原来师父曾经不愿收徒，是因为就算是他的弟子都可以继承魔教吗？也就是说，师父走后，魔教教统的继承权便落到了我的身上。于是金空子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只展示饿死刘健就可以证明吗？是的，教主大人曾说过，只要有一点不足的地方，就无法被认可为我的继承人。而他身后壮汉低声问道：血魔那家伙到底在啰嗦什么呀？你这都不知道？只要看天魔神功第一式，就能够知道对方是不是天魔大人的弟子。那为什么要由他代表我们出头？可能是因为他是我们之中比较懂礼数的人吧。此时血魔回头干咳两声，就在众人已经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金空子已经开始了起手式。所谓饥饿，就是等待阳光的孩子们，渴死的痛苦是一道海浪，深陷在水中溺死的痛苦是父亲最后的气息。所谓冻死的痛苦，是抱着孩子的母亲身体最后的余温。今天演示着他的所学，回忆着曾经的那些痛苦，每一击的威力都增加了。演示结束，金孔子开口说道：剩下的招式我还没有领悟，就不展示给你们看了，到这个程度可以了吗？还没等金孔子的话说完，众队长直接向金孔子跪下，参见新任天魔教主大人。金孔子瞬间尴尬，天魔这个外号就不必了，我希望师父的名号能留存世间，但血魔却想让金孔子担任教主大人。金孔子看了看身后的剑弟，随后他直接说道：感谢大家信任，我现在没有资格继承魔教的教统。血魔一脸无赖，那我们现在如何称呼大人您？小教主，我们就用这来称呼大人吧。现在担任教主对您来说很有压力吧？如果不是要拒绝这个位置，那您就接受小教主的称号也无妨。金孔子默默地点了点头。好的，那便这么决定了。此时魔教四大队长纷纷抱拳效忠，血色魔君、鬼魂炎魔、月影魔君、剑魔四大强者，还有血鬼队的一众部下，全部都跪拜在了金孔子面前。金孔子也起身豪气回应道：我寄望，只要我生命尚未终结，影子的教义永远不减。此时巨塔也传来提示，通过关卡，已通过重塑世界关卡第一册，第22层关卡已于今日被通关，攻略排行榜也随之出现。那么师父务必拜托各位了。此刻图书馆馆长瞬间出现，恭喜你死亡之王，在天魔实录用务必这句话结尾了，拜托在魔教里称之为我寄望。但金孔子却没有在意馆长说的话，他此时回头望去，所有的猎人都昏倒在地。宝子们点赞过万，每日2个，作者涨流量，爆更了。18岁的少年看着身后满地的尸体，惊慌地冲向躺在地上的女人，脸色平静，脉搏正常，他们只是陷入了暂时的昏迷，你不必太过担心。此时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赫然就是漂浮在头顶的图书馆馆长。放心，我只是放了点催眠的熏香。而后他敲了敲手中的书，在这个世界之中，人们都是使用香气来交流的，也就包括我现在使用的睡眠香气。没事的，死亡之王，我只是想和你一起享受一下二人世界，那你也不必把我的同伴都弄晕吧。此时馆长听到他的抱怨，一把抓住金孔子的双臂，死亡之王，你这心肠真的难能可贵啊，这份关心都要让我落泪了。这里的人们都看着你们的一举一动，你们的表现让大家热血沸腾啊！如果不让他们睡着，我都不知道要等上多久才能和你聊天了。随后金孔子直接跑到黑魔女旁边，试探了一下她的脉搏，感受到大家都没有事后，他转身不耐烦地对着馆长说道：你有什么事情就快点说吧，赶快说完让他们醒来吧。就在金孔子还要指责馆长时，一把剪刀悬停在了金孔子面前。金孔子看着剪刀吞了口唾沫，别着急，那些事情之后再说，现在先让我为凯旋的勇士修剪一下长发。话说死亡之王，你这头发相当的长了呢，还有你的手指甲也是，要好好保养自己的手呢，我都帮你修剪一下吧。金孔子此时满脸骇然，你这是要打算做什么？馆长却没有回答，直接脱掉金孔子的袜子。这举动让金孔子都以为他有性取向问题了。此时馆长两眼泪汪汪地看着金孔子，表示他想要金孔子的小脚指甲，但金孔子怎么会让他轻易得逞？这时馆长直接威胁，你要是再躲下去，我就再也让你去不了启示录。这话一出，孔子立马老实起来。眼看他就要得逞的时候，金孔子说道：在我说出我讨厌你之前，请你立刻离我5米远。下一秒馆长立刻后退数十米，请你不要说那种话，我把这些都还给你。下一瞬间金孔子就回收了自己的头发和指甲。馆长看计划都被打乱，立马震惊起来。随即金孔子问道：为什么天魔实录会是启示录呢？虽然馆长你喜欢偏好的结局，但以悲剧作为结局也是一种正常的结局啊。师父和武林盟主一起努力撑到最后一刻，尽管最后都死了，师父也抵达了他期望的结局。那为什么天魔实录会被包含在启示录中？难道这不能视为正常的结局吗？那我就不能用想看到美好的结局作为理由吗？馆长你很强大，就仿佛全知全能的神，但你没有自己去纠正这个世界，而是派出我们去改变。你的目的不是让自己成为作家，而是一位旁观者。那这样来说，你作为旁观者是不会在意是否美满的结局的。此时馆长微微一笑，随即拉起金孔子的手，请跟我来吧，我来带你看看启示录的秘密。
下一瞬间，两人再次来到天魔实录的世界。随后，馆长直接带着金孔子朝着一个方向飞去。这丧尸病毒并不是这个世界自然产生的，这是源于外界的传染病，就像外来势力入侵新世界一样。馆长指了指下方的黑龙，你看这是什么？就在此时，圣剑直接发出耀眼光芒。看来你那把剑感觉到了。孔子，你有见过星座的尸体吗？这情况很稀有的，你好好睁大眼睛看看这眼前的一切吧。宝子们点赞过万，每日2个。作者涨流量爆更了。星座是这个巨塔世界神明的称呼，然而全知全能的神现在却被人杀死，封印在了这个武林世界之中。馆长带着金孔子来到星座的尸体旁，此时圣剑感受到姊妹剑的存在，那把剑就是6把剑中的第2把守护之剑怜悯圣剑，它被插在黑龙的躯体之上，因此黑龙星座一直散发出痛苦和绝望的声音。金孔子听见后不禁疑惑，这不是还活着吗？不，这不是活着，你听到的只是他生前执念的回响，而星座的死亡是十分恐怖的。你们看到的这个世界的丧尸病其实是他散发出的一种诅咒，是星座大疆的黄金之龙的怨恨。当这个诅咒传播开来后，这个武林世界的人就成为了丧尸，是吗？诅咒的起源和世界的终结吗？也就是说，这龙的诅咒带走了师傅的生命，但星座想死应该不是那么容易吧？是谁才能杀了他？雷潘塔埃金，你应该很清楚的，那个埃金帝国的国王杀天星，他穿越而来杀死了星座，而星座是世界的代表。失去星座的世界就像毫不设防的乐园，这让世界随时可能被人抹杀，而启示录就是星座死去的世界。金孔子继续追问馆长，为什么他非要杀死星座呢？他待在自己的世界当王不好吗？馆长摇了摇头，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你自己去寻找，我只不过是个读者罢了。大家都认为我是全知全能的，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我其实更接近于全知，但是无能。我虽然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但是我无能为力，我只想成为一个读者。但是金孔子，你是不一样的，你可以为了自己心中的正义慢慢修复这些破灭的世界，去吧，去完成你心中所想。金孔子看着这巨大的黑龙尸体，闪亮，我们走吧，只要主人接触到它，我就可以带走它了。金孔子拔出圣剑，周身散发金色光芒，他直接就朝着黑龙身体刺去，触碰的瞬间，女神便开始回收碎片，剑尖此时散发出明亮光芒，怜悯之剑也开始微微颤动。突然变故突生，怜悯直接震碎了控制他的能量，他开始有意识的暴走。一个魔兽巨脸浮现在金孔子头顶，他开始拒绝圣剑的吸收。金孔子也被这暴走的能量震退，他疯狂地抵抗着能量冲击。怜悯开始和圣剑沟通，询问他是否背叛了自己的主人，而守护女神也不甘示弱地解释着。此时巨龙的尸体缓缓排动，他质问圣剑金孔子是否有资格成为他的主人。金孔子艰难地抵抗着，我要怎么才能证明我有资格？如果你能证明你成为了他人的偶像，那你就要证明你能真正的怜悯他人。宝子们点赞过万，每日2个。作者涨流量爆更了。这个女人曾是帝国的守护女神，但因为她惹怒了残暴无情的帝王，她被国王一分为6，封印在不同的世界。此时金孔子正在回收女神的第2块碎片，守护之剑怜悯。他质问着金孔子是否有怜悯之心，是否曾经受过万人敬仰。他想要窥探金孔子的内心世界。圣剑此时金光大盛，表示不想让金孔子接受怜悯的提议，但金孔子却直接收回圣剑。不，没关系，我不会拿着一把信不过的剑。来吧，随便看吧，不管是记忆还是别的什么。此时怜悯女神俯视着金孔子，那一双眼睛仿佛可以看透一切。随着他目光进一步侵入，金孔子的回忆开始浮现，曾经通关第10层的烈火梅登，第20层的 BOSS 秋雨魔王，现在天魔实录中的天魔，这些回忆一股脑都涌入了怜悯的脑海。他再次看向手中的金孔子，金孔子瘫倒在手掌中，大量的记忆抽取使他疲惫不堪。他艰难地述说着，我想成为他人眼中的好人，这可能是我的弱点，但你的前主人不也是不完美的？我不知道杀天星有什么伟大的计划，也许他是个高尚的人，但即使如此，我也想纠正他犯下的错误。如果你觉得他更完美，就不要跟着我，我不需要。怜悯此时变成堕天使的模样问道，你要杀死雷潘塔埃金吗？当然，如果他该死的话，并且你要保证你的回答要不掺杂任何私人感情。金孔子此时却低下了头，他不知道对师父的感情算什么，但我可以保证我会做到最好，所以如果我违背了初衷，希望你可以在我身边纠正我。怜悯同意了金孔子的建议，他巨大的身体如同蜡烛慢慢融化，怜悯的能力也浮现在金孔子眼前。普通，他可以让受到斩击的对象感到痛苦，但他们不会死亡，甚至不会受伤，他们只会承受无尽的痛苦。随即他便化作黑光融入了圣剑，随后黑龙尸体也开始融化，金孔子落到了地面。此时天空也开始变晴，地上的积雪开始融化，金孔子终结了代表死亡的寒冬，他闻到了春天的气息。此时金孔子看向馆长，之前的通关奖励让我可以看到人的心声，你喜欢的角色有杀天星吧？你为什么会喜欢他呢？给你讲个故事吧，我以前有个梦想，就是能亲自出现在喜爱的小说里，虽然我可以随意穿梭世界，但是我不想作为外来者干涉故事，我想当故事的原版人物登场，所以我期盼这有一天，杀天星可以来到这个图书馆，让我当主角，亲手杀了我，这样我就可以成为他故事里的角色了。那么接下来金孔子，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没有杀了天魔呢？在他最后的时刻达到了星级杀的境界，让他成为你的百鬼之一肯定很强吧，所以为什么不杀了他呢？金孔子刚想开口解释，馆长直接堵住了他的嘴，
我知道你不想践踏你师父最后的尊严，所以这方面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不想干涉世界，我只想当自己故事的主角啊！你可以理解我吗？金孔子。男人成功收服第二把圣剑连领，圣剑无边的威压都没使他屈服。然而如此勇猛的他，此时却哭得像个孩子。原来在馆长带金孔子收服连敏后，他们三人愉快地走在融化的雪地上。此时他们面前突然来了很多人，正是他的魔教教徒们来欢迎他。此时金孔子问道：“师父的葬礼结束了吗？”众弟子却陷入了沉默。此时血魔走上前来打破了寂静，天魔大人的尸体消失了。金孔子直接就呆滞了，为什么会这样？金孔子匆忙地走向血魔，让他带路去师父的尸体旁看看。随后血魔带着金孔子奔向墓地，路上还说道：“自从雪开始融化，天魔大人的尸体也跟着融化消失了。”金孔子懊悔不已，师父消失得太快了，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好。一阵赶路后，众人抵达了天魔的墓地，看着眼前一片鲜红的牡丹花，金孔子嘴里喃喃：“我还什么都没做呀，尸体就自然消融成气消失了吗？”见地看着满地的红色牡丹，这简直太神奇了呀！你的师父为你留下了牡丹。金孔子看着眼前的花海，脸上慢慢洋溢起了笑容。金孔子缓缓起身，就让我们一起好好送师父一程吧。血魔此时一愣，显然没有明白金孔子的含义。金孔子开始脱下外套，就让我们来比试一场吧。对于剑修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浪漫的？就让师父看看我们的成长吧。此时众人纷纷拔剑，就在这牡丹花海开始了他们的战斗。结束后，时间回到图书馆中，毒蛇开口说道：“我打算把天武门的道场搬到22层。我师父在药剂师的帮助下还能自由活动，我打算封他为太上护法。天魔的死让他也很难受，所有毒蛇也想帮助他吧。”金孔子听后愣住了，而毒蛇摸了摸后脑勺，哈哈哈，不必称赞我用，毕竟这点小事没必要这样的。此时金孔子再次开始研究其启示录，而剑帝却想让他再去一个武林世界，馆长却依旧执着于金孔子的脚。突然金孔子看向一旁，一涵欣喜地走到金孔子旁边说道：“丧尸病毒的特效药量产成功了。”金孔子直接凑到一涵小姐面前：“美丽的小姐，愿意换个地方做生意吗？”一涵面对如此热情的孔子有些不知所措，而我确实有考虑扩大小店，于是两人一拍即合，金孔子包揽全部开店费用，一涵也大喜过望。此时药王却在后面咳嗽起来：“那个我有考虑，如果有年轻人给我个100亩地。”下一瞬间，剑圣直接拖走了丢人的药王。一涵看着被拖着的药王，面露无奈。时间很快过去，20层的药剂师小店也正式开业，恶鬼也在卖力地叫喊着：“需要注射丧尸疫苗的，请去22层天武门总部。”而炎帝却在后面跳起了第4颗。每个人都完成着自己的职责。黑魔女看着这一幕，看来其他猎人也的斗志满满，不想输给你呢。此时攻略塔的进度也顺利到了24层。就在黑魔女和金孔子畅想着30层时，巨塔响起全员通告：今天25层攻略失败，圣骑士和伯爵都惨死在25层。这一变故再次让众人再次陷入绝境。男人上一秒还是攻塔的英雄，结果下一秒就变成了公主的侍从。而更加离谱的是，性格反复无常的异端审判者小姐，摇身一变竟成为美丽端庄的公主。而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攻略25层的失败，伯爵和圣骑士双双都惨死在启示录之中。这个启示录是索姆文学院故事，一个浪漫的幻想主义世界。索姆文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魔法学院，这里有着不同的魔法师，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或者互相竞争的复杂关系。当然，爱情和嫉妒也充斥在学院的空气之中。本来这个启示录是一个普通的爱情故事，但偏偏学院地底封印这一件神器，它的力量足以毁灭整个世界。世界毁灭的原因，恶意千金的未婚夫，也就是皇太子被转世2次的女学生抢走。愤怒的千金直接释放了神器，释放了能毁灭世界的噩梦，而圣骑士和女爵就是死在了这场闹剧之中。此时黑魔女一脸不可置信，他们是最适合的攻略人员，为什么会失败？馆长此时也飘了过来，合上书本，真的是可惜了，这次你们真的是覆水难收了，你们不会再有第2次机会了。金孔子的圣剑开始闪烁，表示启示录里面也有他的姊妹，而馆长此时也对金孔子眨了眨眼，当然覆水也是有可能收回来的。金孔子会议立刻就来到洗手间，这馆长是在暗示我呀，看来还得我亲自去一趟啊。剑帝此时却说道：“你为什么不干脆放弃，然后另外选一个世界呢？”我也想，但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女神的姊妹剑在那里面。只见金孔子再次挥刀在厕所自刎，世界重置，回到1天前。这次金孔子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这次关卡就由我来主导吧。一旁的女爵和圣骑士暗暗皱眉，孔子，看来你还是个浪漫爱情专家。他挠了挠头，尴尬说道：“我目前还是个门外汉。”圣骑士直接对到他脸上：“那你还想指挥这次的攻略？就让我来指挥吧，我绝对不能输给他。”金孔子紧张地握了握拳，但是我通关了没读过的天魔实录。而一旁的黑魔女和剑圣听到了谈话，眼中都露出了骇然的惊芒。这圣骑士居然敢质疑可爱的孔子。黑魔女当即表示对金孔子能力的支持，而剑圣也一改常态为金孔子说话。这下总指挥直接确定下来，那么接下来就是选择一起攻略的人选。黑魔女充满期待地看着演讲的金孔子，虽然这是我第1次接触爱情故事，但我觉得我和这个启示录很有眼缘的。我们不是要选出最好的人选了，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我呢？而圣骑士也在一旁说道：“爱情和浪漫奇幻是2回事。”圣骑士他开始认真了，女爵此时也插了一脚：“
表示自己也要参加，毕竟爱情还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金孔子皱眉看着他们，3个女人一台戏，为了一个名额吵得不可开交。而金孔子却对着一旁喝咖啡的异端审判长说道：“你愿意和我一起参加攻略吗？”此话一出，3女顿时惊呆了，毒蛇也被这话呛到，而当事人却一脸惊喜的答应：“好耶好耶，我当然可以参加攻略。”黑魔女凑到金孔子旁边：“你 TM 到底想干啥？”就带他一个反社会性人格分子。金孔子解释说道：“我也许不了解爱情故事，但是有一个必要条件是不可缺少的。那条件得是啥？当然是颜值极巅峰。你说的对。再加上他是神圣魔法的使用者，他能处理大部分意外，而且他确实非常听我的话。”就这样，2人便准备开始攻略。随着馆长的图书亮起，一个浪漫的现实还是现实的爱情故事即将展开。而金孔子此时也收到了22层的隐藏奖，一大堆卡片浮现在眼前。馆长笑了笑，这些东西在爱情小说里会有用的。随着2人脚下的紫光亮起，传送正式开始。你们2人会到达悲剧发生的7天前，索姆文学院故事断更之前。我希望你们能让我看到好的结局。金光闪过，场景瞬间变换。你这低贱无礼的家伙！异端审判者小姐和金孔子大侍从，你见过如此美丽的反派恶女吗？她就是皇室公爵之女银百合，一头亮丽的银发配合冷峻的俏脸，她就是这个启示录毁灭的罪魁祸首。就在刚刚，异端审判者穿越成公主就被这个恶女一巴掌扇倒在地，而穿越成金发公主的她一脸懵逼。银百合公主轻蔑地看着金丝小姐：“你这低贱无礼的东西！”而成为侍从的金孔子也一脸不知所措。异端审判者第一个反应过来说道：“我是做错了什么吗？你这一巴掌力气够大的呀！”银百合公主听后再次上前给了他一巴掌，四周上流宴会的宾客噤若寒蝉，只有他一个人的怒吼：“你竟然接着胡言乱语！你到底想要愚弄我们多久？”随后他便命令手下将金丝小姐轰出去。此时金孔子也反应过来，急忙拉着异端审判者准备开溜，但他挣脱了金孔子，来到银发公主身旁：“你看起来气色很不好，让我来帮帮你吧。”“哎呀，你的脸色越来越差了呢，你应该先去看下医生。”银百合再也忍不住了：“给我把这2个无礼的家伙轰出去！”随后2人直接被拖走，而后被扔进一个房间。刚从地上爬起的2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见对方直接锁上了房间的铁门，这里彻底变成了一间牢房。异端审判者此时兴奋不已，沉浸在自己扮演的角色中无法自拔。反观金孔子这边一脸苦瓜相。随后异端审判者使用神圣术法，直接改变了他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彻底的让他带入了千金小姐的身份。金孔子满脸震惊的听着他叽叽喳喳，这也太神奇了。虽然我们莫名其妙变成了女主和侍从，看着金丝小姐的俏脸，金孔子自信满满。此时金丝小姐开口说道：“你现在看起来好多了，你自从天魔实录回来后就挺消沉的，但现在看来我杞人忧天了。”金孔子诧异问道：“你能通过观察别人的神色，感受他人的情绪和想法？”“是的，当然可以。我也许不知道失落是什么感觉，但我是可以理解的。”金孔子看着关心人的异端审判者，感觉他好像和之前有些不同了，哪怕是神经病也有好的一面吧。此时他察觉到了一丝异常，我们现在因为某人被关在这里，但通常来说应该有看守监视我们，但是我现在完全没有感受到外面有人，倒不如说我感受到窗户内有人。话音刚落，窗户处便冲进来一对黑衣人，领头男人迅速说道：“男的杀了，女的活捉。”金孔子直接拔出亮晶晶，侧身躲过第一波攻击，亮闪闪直接闪瞎对方双眼，而后他抓住时机一刀落下解决对手。而异端审判者这边就简单粗暴，分分钟解决了所有敌人。被俘虏的3人惊恐地看着他们：“你们不是贵族小姐吗？你们现在有3个选择可选。第一条路，你可以求我现在杀了你们；第二条路，一边被我拷问一边回答我的问题；第三条路，你们现在全部交代了，这样你们既不会死也不会被拷问。”而一旁的大胡子骂道：“你这个疯子，杀了我吧！”唰的一声，一刀落下。那就如你所愿。此时他看向第2人：“你们现在决定好了吗？”2人被吓得直接开口：“那说说看你们为什么要攻击我们吧。”可俘虏此时又为难了，于是异端审判者直接就准备动手。一旁的金孔子瞬间按住了他，然后凑到歹徒面前问道：“你们怎么知道我们被关在这里的？”而后他开启人物面板，窥探2人的内心活动，2人好感度直接爆棚。而他也知道了有幕后主使。还有你们刚刚说你的留活口是要绑架我们的小姐吗？2人低头没有说话，但系统弹窗告诉了一切，他们只是被雇来绑架小姐的。随后金孔子起身，幕后主使我心里已经有数了，雇主一定有权有势，并且非常熟悉学院安保，而且在那个恶女把我们赶出来的时候，并没有说把我们带到哪，但最后我们还是来到了这里。看来恶女有可能是杀手的雇主啊，这一推断也太明显了。但我是贵族小姐，还是被皇太子爱慕的主角，像这样被赶出来就直接遇刺，那恶女肯定会被卷入巨大的丑闻之中，所以很显然雇主不是她，真正的雇主想嫁祸恶女，并且还非常在乎女主角。而此时男主也赶到了牢房外，刚打开门就冲上来抱住了金丝小姐：“你现在安全了，我来保护你。”而这个男人正是帝国的皇太子男主角。这个男人明明是小姐的侍从，但他竟然敢在皇太子面前反驳他，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竟然是角色的设定。原来在这个索姆文学院之中，有2个被皇帝赐名的贵族小姐，她们都是在成年礼上被皇帝赐名的。第一位是在黄金花圃中绽放的金丝梅小姐，而第2位便是闪耀着银色光辉的高贵之花银百合小姐。
而他正是这个启示录中的恶女，毁灭世界的罪魁祸首。然而自从他们进入了索姆文学院，学院便一直发生着腥风血雨。而现在皇太子匆匆来到地牢，一把抱住了刚刚被暗杀的金丝梅小姐。他此时余光看向金孔子，这个皇太子感觉很是轻佻啊。此时太子扭过身对着金孔子说道：“看来你运气很好的活下来了。在下小人物，岂敢说这是我的幸运？这是殿下的圣恩浩荡，可心里想的却是你就是这场闹剧罪魁祸首吧？没有，你说的太夸张了。世上所有的事情怎么能都和我的恩情相关？你的英勇保护了金丝梅小姐，这当然是你幸运的功劳。”而此时金孔子的心跳加速，思维开始不受控制的乱想，于是他直接怒怼太子：“金丝梅小姐是我的主人，我是保护主人的剑，怎么能全部归功于幸运呢？”金孔子的嘴不受控制的说了起来，而对面的太子一脸阴沉：“我不过是一件工具，我不值得殿下如此称赞。”此时系统弹窗显现，你正在和你的角色同调，当前同调率为1%。金孔子惊愕的捂住嘴巴，太子却被这一番话气得咬牙切齿，而金孔子也在努力的抗拒着。原来这关圣骑士和女爵是这样失败的。两人在恶魔入侵时还在谈情说爱，原来一切都是因为角色同调率。而此时金孔子的同调率不断上升着，太子此时却还死死地保证金丝梅小姐，嘴里不停说着一定会找出凶手。看着怀里毫无反应的西尔维亚，太子抱得更紧了：“我今晚会保护她的。”金孔子却弯腰鞠躬，想要带小姐回房间，这样才能让小姐卸下疲惫好好休息。但这一切都不是金孔子自愿说的，而他的同步协调率却一直上涨。剑帝此时惊讶地看着这一幕，完全不明白金孔子在干啥。此时金孔子也向剑帝大人寻求帮助，剑帝只是在孔子耳边说了点什么，只是一瞬间他就回归了自我，并要剑帝大人别说下去。而金丝梅小姐这边也挣脱了怀抱，而后一把推开了一直占她便宜的太子。她仔细回味着刚刚的感受，真的是非常奇妙了。我有种全新的感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涌上心头，我的心跳突然骤停，然后猛地加速，太神奇了。一旁的三人茫然地看着他，看来这具身体的主人确实很喜欢。面对着突然的表白，太子满脸通红，但下一瞬间金丝梅小姐直接推开了他，来到了金孔子侍从的旁边，因为他们不仅仅是角色，他们还有自己的目标，通关。太子一脸不舍地看着他们离开，两人很快就走出了牢房。这该死的同调率！此时一端审判者问道：“你刚刚同调率上涨了多少？”“我涨了3%才勉强停下了。”“真不错，我的一下子就涨到10%了。”“什么？你刚刚说了什么？10%？就和皇太子待了这么短的时间，看来我们要准备点安全机制了，要设置一个暗号，可以把我们从角色中拉出的那种。”“我同意。那我们应该弄个什么呢？”但就在此时，银百合小姐却出现了。她眼神冷冽地看着金丝梅，死亡之王，我觉得我非常讨厌眼前这个女人。她望向金孔子说道：“我真的很好奇，我现在是什么表情呢？”金孔子冷汗瞬间流下，你正在和你的角色同调，当前同调率为4%。这两个国色天香的贵族小姐，竟然同时喜欢上了一个纨绔子弟。然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她为了自己的爱可以奉献一切，甚至不惜毁灭整个世界。现在金丝梅小姐刚刚逃脱追杀，就遇到了迎面而来的银百合小姐。看着露出诡异笑容的一端审判者，侍从金孔子脸色狂变，这次同步协调率肯定要爆表了。两女此时也面对面互相看着对方，银百合率先开口：“金丝梅小姐，听说你被刺客袭击，现在看来你没事了，不愧是边境伯爵之女，你的命看来非常硬啊。一两个暗杀者对你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哦，是吗？你这么晚过来就是夸我命硬吗？”“皇太子也是如此呢，他甚至亲自来见我了。”金孔子满脸尴尬，看着两女争风吃醋，银百合也不甘示弱说道：“你的头脑和身份一样卑微吗？别忘了贵族的礼仪。”“哦，是吗？那在舞会中给别人一耳光，也符合贵族礼仪吗？还有，如果可以，我想邀请你去到我的茶会，还想请教您打人的造诣。”就在所有人震惊的时候，金孔子上前一步拦在了两人中间。金丝梅小姐之前受到了惊吓，我这低贱的侍从觉得她要好好休息，不如今晚就到此为止好吗？银百合看着眼前的男人，挥了挥手阻止了想要上前的侍从，但此时金丝梅还想上去接着吵架，但金孔子一把拉住了他，扭头就带着小姐向另一边走去。他还对银百合小姐说道：“我真的很钦佩公爵对仆人的教育，今晚他们比我表现的好多了，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需要对您表达我的敬意。”说罢他便鞠了一躬，便直接拉着金丝梅小姐溜走了。此时两人已经脱离了城堡，金孔子慌张地晃了晃一端审判者：“你现在清醒了吗？”而他一脸呆滞地望着：“我刚才都说了什么呀？”索姆文女性宿舍中，金孔子慌忙地关上房门：“我们快点想个暗号吧，刚刚我发现我非常熟悉这里的路，这样下去的话我们会很危险。”一端审判者也深以为然。就在此时，金孔子直接捧起他的脸：“我们的暗号想好了，当我说春天到了，你就说玉兰花就谢了，就用这个暗号来让我们清醒。好了，让我们来试试。春天到了，玉兰花，再来，春天到了，玉兰花就谢了。非常好，现在清醒了吧？”随后金孔子便去倒茶了，他熟练地打开茶柜，拿出茶具，熟练地泡起了茶，并且将泡茶的每一步骤都完美演绎出来。不对，不对劲，为什么会这样？你的角色同调率正在上升。金孔子直接心态爆炸，为什么我 TM 泡个茶都会变成这样？随后他便将泡好的茶端了上来，但就在一端审判者刚刚喝下的瞬间，
他就直接吐了出来。死亡之王，这茶为什么是咸的呀？你确定这是茶吗？这都和盐水差不多了。但他在金孔子的威胁下喝了下去，最后还把喝完的茶杯展示给孔子看。就在他刚刚喝完茶的瞬间，金孔子也终于恢复正常，摆脱了角色。此时他们开始分析起了启示录，毁灭世界的是恶女，她又是皇太子的未婚妻，因为皇太子出轨金丝梅，银百合陷入背叛的悲伤，最后因为银百合小姐的怨恨，释放出了学院下的恶魔，毁灭了世界。如果我这个猜想是对的，那我们现在必须让皇太子对金丝梅小姐的爱冷却下来。随后金孔子直接大手一挥，死亡召唤，地上瞬间出现了一个黑影，炎帝瞬间从两人中间出现。从现在起，我们要变成坏小姐和坏侍从。快看这两个打扮潮流的赛博朋克，昨天还是惹人怜爱的金发公主和英俊帅气的侍从护卫，但今天却直接改换人物设定。原来这一切都因为角色的同调律。金孔子和异端审判者为了能保持自我不被同化，他们决定要变成坏小姐和坏侍从。此时他们来到索姆文学院的大门，许多与他们一样的学生走在路上，其中两个可爱的妹子正互相问候着，而一旁的金丝梅小姐也正巧遇到，他们礼貌地对着金丝梅小姐问候道：“早上好，您昨晚过得好吗？”金丝梅小姐，赛博朋克的金丝梅小姐立马答道：“不，一点都不，我昨天 TM 的差点被刺客杀了，拜他们所赐，我昨天都没有怎么睡。你居然还问我昨晚过得好吗？你是脑子被江湖塞住了吗？”他恶狠狠地盯着眼前的少女，该问好的不是我，而是你的头。你的头还好吗？你的头盖骨呢？你的脑子还在吗？这一系列赛博朋克的发言，贵族小姐哪经历过这些，直接就被对得昏倒在地。金丝梅小姐还不知所以地说道：“我只是问了个简单的问题而已。”再次对着红发少女发起了另一轮的攻击。果不其然，她再次击倒了一人。此时他转身对着金孔子说道：“现在同条律完全不长耶，这么看来昨天的坏导师很尽职，果然还是死亡之王靠谱。我现在100%的相信你，但是踩住我的脚也是计划吗？”“是的呢，这是成为坏侍从的必经之路。”而一旁学院众人纷纷开始议论：“这金丝梅小姐是不是疯了呀？是因为昨天的袭击撞坏了脑子吗？”就在此时，刚刚被吓昏小姐的侍从跑过来，急着金孔子就要和他决斗，不能让他玷污女主人的名声。异端审判者立马就接受了挑战，但金孔子立马踩了他一脚。坏人怎么能轻易答应别人的要求？要表现得更坏一点才行啊！此时在他们面前的侍从一脸不知所措。金丝梅小姐开口答应了他的决斗，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就是每次决斗需要支付他5枚金币。众人纷纷开始掏钱包凑钱。金孔子此时直接开始原地活动身体，一名侍从直接支付了金币就要上前决斗。然而金孔子直接摆出帅气的 pose。你们之前有饿过一整周吗？就在他要大开杀戒的时候，皇太子却匆忙地跑了过来，到了金丝梅小姐的面前就开始质问：“现在是什么情况？你现在居然把同学当作对手？”他转头就开始对侍从劈头盖脸的痛骂：“你居然不拦着你的主人，挥着你的剑为所欲为！”金孔子却微微鞠躬，道歉了：“陛下，我只听从我家主人的话，如果是我主人的命令，我自然会停止这一切。到在这之前，我依然是个忠诚的侍从。”太子面对这厚颜无耻的发言，简直是恨得咬牙切齿。但他转头就对着西尔维亚一脸殷勤：“你不能把这种男人留在身边的。皇室最近有很多调教过的宦官候选人，我可以拜托陛下赐下来一位。”一旁倒地的小姐看到也不禁赞叹：“看来这皇太子在意金丝梅小姐的传闻是真的呀！哎呦，这下知道了这么大的八卦，这该怎么办才好呢？”此时金孔子慌张地看着这一幕，这下坏小姐的戏码还能演下去吗？不会同条律又要上升了吧？此时西尔维亚突然叫住了殿下：“你今天喷了什么香水呢？那种香味使我非常陌生。”说完他便转身离去，并询问道：“昨天袭击的罪魁祸首找到了吗？”“不，还没有，目前还在调查中。”他此时跑到侍从金孔子旁边，抱着他的胳膊温柔地说道：“昨天多亏了他们，不然我肯定会遭殃的。要是您真的关心我，那我也希望你可以尊重我的侍从，我比任何人都要相信他。”此时太子恶狠狠地盯着他，然而金丝梅直接打开折扇，便开始用他粗犷的声音开始大笑，这让皇太子脸色一僵，询问道：“你的笑是不是和平时不太一样？当然你的嗓音依旧动听。”金孔子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切，剑帝也凑上前来说道：“你是不是搞错了呀？照现在这个情况看来，我觉得拆散一堆比撮合一堆要难啊！你这小处男还是不明白爱是什么呀？”金孔子听后默默走向太子，最后直接挡在太子面前：“殿下，你身份高贵，我身份低微，但我一直陪伴着小姐，而且小姐也说最信任我。”听到这话，剑帝和路人都惊了，这是要树立情敌人设，这个傻瓜真的对爱情一窍不通啊！太子低头咬牙，突然他直接跪倒在西尔维亚身前：“从现在开始，我来满足你的一切需求，你可以让你身边的侍从回家了。”这一幕让路边的两个小姑娘兴奋不已。然而一个声音突然飘来，两人面色瞬间凝固：“你们这是要闹哪样啊？”穿着学生装的银百合小姐出现了。这个银发美少女从出生起便是这个帝国太子的未婚妻，从此她便成为了皇太子的忠实舔狗。她深爱着她的未婚夫，用自己的爱包容他的一切。尽管她现在喜欢眼前的金丝梅小姐，甘愿自降身份满足她的一切需求，只为和她身边的侍从抢地位。此时银百合小姐走了过来，太子扭头看向她，眼中没有任何波澜。“听说你早上请了病假，我以为你会缺席一整天呢。现在你的身体有好些吗？”银百合此时斜眼冷冷地看了一旁看戏的两女，随后便对着殿下施了一礼：“承蒙殿下挂念，我现在很好。”“哦，是吗？
我很高兴你没事。你一年绝大多数都卧病在床，这样阳光明媚的日子十分珍贵，你应该多享受一下散步的时光。金孔子看到这一幕不禁好奇，皇太子居然这么怠慢公爵之女吗？此时太子也缓缓起身，银百合也顺势说道：“这个提议非常不错，春风要是再大一点，玉兰就要开始凋落了。如果只是我一人享受这一切，那未免有一些孤单了。”他露出温和美丽的笑容，不如殿下与我一同散步，享受一下春天带来的惬意如何？但皇太子显然不是很情愿，他立刻就说道：“金丝梅小姐也一起吧。”金孔子立刻看向异端审判者那边，这样会非常危险的，只要和他们在一起，同条律就会少事。现在我们的认知已经越来越扭曲了。他靠近异端审判者说道：“你现在的同条律多少？”现在是17%，刚刚听皇太子讲话的时候涨了1%，遇见银百合后又涨了1%，这下直接涨了2%，这速度比昨天慢了不少。我们或许可以去看看。于是金孔子再次确认道：“春天到了，玉兰花就凋谢了，死亡之王。”这下金孔子彻底放心了，他没有被角色意志左右而选择答应。于是两人便直接答应了银百合小姐的邀请。银百合转头看向二人，那就请安静的跟我来吧。于是众人便跟随着银百合小姐在学院中开始漫步。最后皇太子看着目的地，不是说散步，怎么来这了？这里不是你的住所吗？银百合却没有理会众人的疑惑，带着他们便来到了自己屋内。此时他转头解释道：“花园内人多眼杂，很多事情的真相不好开口。什么事情？还需要这样保密吗？”“是的，这是关于那些入侵贵族摇篮的刺客，若我贸然公开，会使贵族们民心动摇。”皇太子一脸慌张地看着他，而金孔子却瞟了眼太子，据他推测，应该就是皇太子做的。而此时的银百合脸上的表情，就好像在说：“我知道是你做的事情。”这也肯定了金孔子内心的猜想。金丝梅小姐当晚给我提供了线索，我当时把她赶出舞会时，并没有提过把他们关到哪，也就是说，我的下人里有不怀好意的人。说完便侧身准备请二人一起下去。此时皇太子满头大汗，这里咋没见到一个仆人呢？那就由我来带路吧。随后众人便在银百合小姐带领下走了下去。到了楼下，两人一惊，只见3个浑身是血的男人被捆在椅子上。“你们想听听刺杀的理由吗？”他抓起一人的头发就说道：“殿下来了，表达下你的敬意，向太子殿下坦白，为什么要窥视他的性命？如果你们说出真相，你们的家族将不再受到责罚。”此时罪犯痛苦说道：“他不过是个边境的可怜虫，怎么能和小姐相比？您才是殿下的未婚妻啊！看到如此情况让我愤怒，从而让我做了愚蠢的决定。难道没人指使你雇佣那些杀手吗？”“没有，我们3个会承担所有责任。”金孔子看着这一幕好戏，果然这证词是编造的，因为他不能承认是皇太子雇的人，然后他自己出现想英雄救母，这会让皇太子陷入巨大的丑闻之中。随后银百合小姐直接将剑递给太子，请您亲自处决他们吧。若您对臣的调查没有异议的话，那么接下来请您处决他们吧。此时他露出了满是伤痕的胳膊说道：“还有请惩罚没有管理好府内下人的我，像往常一样我来承担罪责。”看到这一幕的金孔子大脑陷入空白，这个皇子之前难道都是这样逃脱罪责的吗？谁能想到这个美丽的贵族小姐此刻露出的手臂竟满是伤痕，而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的原因，竟是因为她的未婚夫的懦弱无能。她代替了她那无能的丈夫承受了一切，并且此时还被小三抢走了一切。银百合小姐此时看着无能的太子，催促道：“您还在犹豫什么？就像往常一样，我来承担罪责，请快点惩罚我吧。殿下，这是您作为帝国基石的责任了。”此时他转身看向身后的西尔维亚，并投上自己求助的眼神。但是银百合怎么会给这个懦弱的未婚夫机会？他凑到太子的耳边轻轻呢喃：“难道要让我向皇帝殿下的特务队报告此事吗？您想让帝国因为你的懦弱而废除你的太子吗？还是说你在考验皇帝殿下对你的宽容程度？”银百合步步紧逼着，这让太子感到强烈的不安与惶恐。他只能颤巍巍地求助西尔维亚，但他此时满脸笑容：“你办事可真利落呀！我很高兴你叫上了我们俩，这下我们可就是一条船上的共犯了，没有办法继续查下去了。而皇太子殿下肯定很高兴吧，自己的过失能被掩盖。而我现在看到银百合小姐受罚，我很开心。现在看来，只有银百合小姐无法从中获利。我很好奇，你死了3个忠心的手下，还要代替太子受罚，你到底在图谋着什么？”但银百合小姐显然不想接话。正如我所说，他们是仆人犯了错，我作为主人要为他们错误负责。金丝梅却步步紧逼，看来你并不擅长狡辩。虽然你长着漂亮的脸蛋，但没有什么用。不如我们都诚实一点，你为什么要帮皇太子背黑锅呢？难道这就是你说的爱吗？不计较利益和代价的爱吗？那你做这些都不求回报，对吧？银百合此时挽起袖口，并没有在意金丝梅说的什么，自言自语说道：“放弃吧，在我这里你得不到答案的。”皇太子绝望地看着西尔维亚，而金孔子此时却陷入了沉思，看来必须要借助侍从的支持了。他直接叫住了金丝梅小姐：“如果他们是教唆杀人的凶手，那我们也有资格报仇。”银百合眼角翘了翘，哦吼，然后呢？我们均分惩罚对象最好。但银百合却不想这样，他不想太子被分担责任，但太子却忍不住了，直接丢掉了手中的剑，愤怒地质问：“杀了他们？你只会说这些吗？这种事情我做的已经够多了，我不是一个杀人犯，你这个狠毒的家伙。”但银百合却不以为然，这就是统领国家之人应尽的责任。他缓缓捡起了地上的剑，既然太子不敢下手，就请殿下下令吧，命令我处决他们。你不会忘记了自己作为皇子的权利吧？随后他低头下令，杀了他们。
只见手起刀落，罪犯直接人手分离。金孔子看到这一幕十分震惊，不愧是毁灭世界的恶女啊！之后他把剑递给了异端审判者，而他也毫不犹豫砍下一人的头颅。太子惊恐地看着这一切，那么接下来就只剩下一人了。太子此刻只想逃走，逃离这个恐怖的地狱，但下一瞬间他就被金孔子控制住。如果不是他不顾一切指使别人暗杀，这一切都不会发生。金孔子带着他拿起了剑，他控制着太子举起屠刀，最后一刀落下，处决了最后一人。银百合小姐安静地跪在旁边，您维护了帝国的秩序，殿下。此时金孔子扭头看向跪在地上的他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真的非常让人好奇呢。这是进入启示录的第4天，没有了恶女的针锋相对，没有舔狗太子的穷追不舍，美丽的金丝梅小姐和她的侍从悠闲地在花园喝着茶，听着异端审判者侍从叫着，纠正道：“请叫我死亡之王。对不起啊，自从我同调率超过20%，我就很难控制自己了。还有这咸咸的红茶，再来一杯。”侍从。然而就在金孔子品味着茶道的奥妙，他又沉浸在角色之中无法自拔。此时他的同调率也开始上升。突然他醒悟过来，一下就打翻了滚烫的茶壶，所有的茶水都泼到了异端审判者的脸上。他慌张地看着发飙怒吼的金孔子：“你确定你的身心还没变成金丝梅小姐吗？你平时哎呀不是这么叫的，回答我。”春天到了，异端审判者直接抱起玉兰花就谢了，侍从的头也会吐。随后玉兰花也开始飘散，金孔子开始给他梳起了头发。他此时惊讶地发现，异端审判者的头发好像长长了，这难道也是神圣术士带来的效果？还是说他越来越接近金丝梅小姐了？他开口说道：“你的情绪更加丰富了吧？之前你常常面带微笑，但这就好像你从来没有笑过。但是现在我能很清楚地分辨出你的笑容，不管是高兴还是假装的。死亡之王，我也感觉到了。你认为这件事是好事吗？”他看着他小小的背影，他用这具小身体杀了多少人？异端审判者来自保加利亚的第1代猎人，年龄不详，杀人数未知，但金孔子还是说道：“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你。”此时异端审判者疑惑道：“你的意思是，你是一个非常疯狂的精神病杀手，但是我不能因为这就杀了你。黑龙主和最讨厌你这种人的剑圣都让你活了下来，这就意味着他们有不杀你的理由。”异端审判者鼓掌称赞：“敏锐的洞察力，但是我一直有个疑问，你为什么要杀人？你或许精神不太正常，但你依旧能做到倾听他人的话，你也知道如何理解他人，那为什么又对他们动手呢？”他平静地看着空中飘落的花瓣。首先，我得告诉你，我很有天赋。他直接使用出神圣术士神印，这是我能使用的神圣术士之一。我可以让任何东西从这个世界不留痕迹的消失，这就意味着我可以杀人后完美的处理证据。那么，如果一个有力量的人不杀人，不一定因为他是好人，他可能只是觉得藏尸体太麻烦，又害怕被人发现。但是对我来说，这种烦恼是不存在的。他开始回忆起塔最开始的混乱，当时奴隶制复兴，种族歧视严重，这种恐怖袭击导致的不安情绪在世界各个角落蠢蠢欲动。那时的塔宛如人类历史的缩影，如果这样放任下去，人类便会灭亡。小型军阀就是现在5大公会感受到的危机，于是5大公会正式集结。黑龙会长率先开口提出了条件：我们需要缔结一个永远互不侵犯的条约。而伯爵获得了外部世界商品贸易的垄断。审判长提出需要自己公会的领地，而毒蛇什么也没有说。自卫队会长说道：这次我不会说什么，今晚我们将根据自己的信念，以自己的判断去杀人。那一场整个人类清洗的战斗持续了6天，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人死去。最后黑龙主坐在尸体堆上，他看着远去的自卫队会长，他承担了这次的所有责任并辞去了职务。自此自卫队便是圣骑士管理。异端审判者对着金孔子微笑，但这件事我并不后悔，这是人类发展路上必要的牺牲。但是现在因为金丝梅小姐的影响，我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要是死亡之王当时在的话，或许事情就会不一样。他看向明朗的天空，或许当时这样做了事情会不一样呢。他陷入了自我情绪之中。侍从，我好像越来越想留在这个世界了。而金孔子也对角色的沉浸感加深，他看向着小姐的背影。春天来了，我喜欢春天。侍从，你想和我一起去散散步吗？这下金孔子整个人都麻了，但下一瞬间金丝梅就露出笑容。哎，你的脸色很难看，死亡之王，你怎么能开这种玩笑？我都以为你没救了。他对着金孔子说道：我已经快要沉浸在金丝梅小姐的人格中了，甚至在我们说话中同调率都上涨了1%，我现在已经32%，可能明天就50%。现在的我已经沉浸在情绪之中无法自拔，而我是这个启示录的主角。想要改变这个世界，需要你做点什么？死亡之王，最终为这个世界画上句号的是你。在我被金丝梅小姐同化前，请尽全力拯救这个故事吧。来了，时隔2月的金孔子终于上线。此时的他为了能获得自己的真爱，竟然当着银百合小姐的面要求和她恋爱。此时金孔子已经来到银百合的房门前，里面的人就是让这个世界毁灭的罪魁祸首。为了能成功攻略启示录，金孔子只能硬着头皮行了侍从礼。打扰了，银百合小姐，我是金丝梅子爵派来探病。银百合依然看着桌上的文件，处理着国家的各种事情。此时他抬头看了眼面前的管家，他随手转动沙漏，休息15分钟，你们都出去吧。很快会客厅就只剩下2人。金孔子缓缓靠近桌子前，听说你卧病在床，可你明明看着很健康，是吗？我只是找个借口翘课，
毕竟我还是学生，而且我也不算是健康版，在这么短时间就发现间谍，看来这次被选出来的演员很聪明，正因如此，你才会被放进来。金孔子听到这话愣住了，怎么了？不可置信吗？我还以为你很聪明呢，想不到你也有愚蠢的一面。原来这是银百合小姐第14次的人生，但她只能重复人生的最后10天。没错，她也和金孔子一样，是一个 bug 级别的重生者。而像金孔子这样的演员，他也是遇见了13次。此时银百合杜银的心脏紧紧注视着金孔子，这让淡定的金孔子瞬间慌了。银百合却诧异地看着神色慌张的金孔子，难道把你传送进来的星座并没有告诉你关于重生的事情？他缓缓拉开身边的抽屉，看你这样是真的不知道，那你是代表谁来的呢？是图书馆馆长送我来的。哦，是他吗？哈穆斯特里，这就是图书馆馆长的真名吗？金孔子接着说道，馆长为了自己不对启示录造成干涉，他希望我们自己获取情报。银百合此时皱了皱眉，启示录就是没有星座防护墙崩塌的世界，馆长会将这种灭亡的世界称为启示录，竟然随意将别人的世界说成启示录。不过他说的没错，这个世界迟早要灭亡，但我不能随便把自己的灵魂交出去。这话一出，金孔子直接傻了，银百合也愣住了，你难道不是为了得到我的灵魂才附身在金丝梅小姐侍从身上的？金孔子直摇头表示否定。银百合小姐看了看身旁的沙漏，我说男爵小姐的管家。金孔子挠了挠头，请叫我金孔子吧，这是我真实的名字。银百合端起茶杯，傲娇地说道，我不要，要怪就怪你附身的不是贵族吧？你现在应该就像一张白纸吧？应该还没拿到攻略集。什么攻略集？随后银百合就递给金孔子一张纸，上面写着银百合小姐的各种喜好，还有各种生活习惯，例如不喜欢阳光，喜好刺激性食物，还有她的爱包含嫉妒、包容、傲慢和占有欲，只有满足她想要的一切，才有可能打动她的心等等。他给金孔子解释道，这是他第60时来攻略塔的使徒带的攻略记，为了获得银百合小姐的心。金孔子看着这上面密密麻麻的文字，彻底陷入了自我怀疑。馆长那个臭小子，这么重要的事情竟然什么都不说。金孔子内心暗暗发誓，看来必须俘获他的心才能攻略这一层了。男人为了能理解什么是爱情，竟然当着女孩的面让他杀了自己，因为只有这样，金孔子才能攻略银百合的心，用来挽救这个即将毁灭的世界。此时的他拿着银百合的攻略集，满脸的不敢置信，上面写着密密麻麻银百合的喜好，但银百合却淡然地喝着自己的茶。想要攻略我的心，肯定没有那么容易的。金孔子暗想，想要真正得到他的心，看来这些方法是没用了。此时银百合开始正视眼前这个男人，他缓缓地放下手中的茶杯，说道，其实我对你的期望还是很高的，不仅仅是因为你的聪明，更因为你把这个世界的人当成人来看待，是吗？这不是理所当然，但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很多畜生都做不到，把人不当人看的畜生，总坚定地以为自己才是人。这些话不由让金孔子愣住。银百合看着发呆的金孔子，我的话触动了你吗？此时金孔子慌忙地转过头，但那种被监视的感觉又来了。你是见过很多那种家伙吗？还是说你曾经当过那种人？亦或是对你很重要的人说过类似的话？金孔子满头大汗，他手捂着自己狂跳的心脏，不能再被他牵着鼻子走了。于是他反问银百合，那你不是也认为我附身在平民身上很愚蠢？银百合只是轻轻歪了下头，看来你对我不叫你名字这件事耿耿于怀。不是的，我只是觉得你并没资格自我感觉良好。哦，是吗？真不愧是大闹学院的不良管家。不过你说的话很有道理，那我们回归正题吧。既然我已经知道你并不想要我的人，那么你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这个世界永远只会重复最后10天的事情，星座该不会因为讨厌你将你放逐过来吧？毕竟我听说馆长还是很温柔的，但说他让你来休假也不可能。我不想听到谎言，只要你的回答中掺杂谎话，我肯定会知道，并且绝不会让你目的达成。金孔子此时开始思考，为什么在这个世界，是为什么要让这个世界变成巨塔的第25层？其实不是的，就算选择其他时间也没有关系。那是因为圣剑的碎片吗？此时他突然想起黑魔女的话，这个世界是奇幻言情类的。是啊，金孔子真的为什么？剑帝曾经说过，孔子还没品尝过爱的滋味啊，他此次就是为了学会爱呀。所以你就是想从我这里学会爱。准确来说，我想在这个世界中学会爱，我想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想亲身体验一下剑帝说的爱。那你为什么不去找金丝梅小姐呢？这个不行的，对于爱她了解的还没我多，既然决定要学习，就要跟比较了解的人学。银百合小姐也表示认同，金丝梅确实不懂什么叫爱，但我还是不明白你来的原因。金孔子此时抬头挺胸自信说道，我来就是想了解你，虽然目前还不知道你效忠的对象是谁，但你一直在全心全意的尽忠，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或者说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是因为你对太子的爱吗？我也想感受这样的情绪。金孔子尴尬的挠了挠头。银百合震惊的听着这些虎狼之词，这人是有多么可怕呀！竟然当着女孩的面说想要了解她，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金孔子就对着天空大喊，馆长大人，我想申请停止10分钟的直播。很快系统提示便出现，金孔子获得跳过10分钟的权限。此时他微笑的看向面前的银百合，你说你会一直重复生命的最后10天对吧？而我是死亡后会回到死亡的前一天，而且不仅仅是回到过去，如果有人杀了我，我就能看到对方曾经的心理阴影，我能看到人们内心最深处的伤疤，所以我比任何人都能理解你。
银百合静静地坐在座位上，两人互相凝视着对方，想要利用这种能力理解我。我心里装着守护这里决心，你要知道，理解是瞬间，而责任却是永恒的。你这是要主动踏入地狱啊！此时跳过剧情的时间也到了，银百合缓缓拿起最后一个沙漏，金丝梅男爵小姐的管家，我会告诉你什么是爱的。有这么高贵的银发公主当爱的教师，有哪个男人可以不为之心动？他会教导你什么是爱。从今天起到世界灭亡前，你就是我的专属管家。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会让你了解到我自己有的爱，除了让你亲眼看到我爱一个人的样子，还会为你亲身讲解我的心理活动。所以你就在我身边好好学。银百合此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高傲地说道：不过这么做我会有所损失，毕竟我要将自己的私生活毫无保留地展示给你看，这真的是非常难为情呢。所以对于管家你来说，前世、今生、来生，你真的是三生有幸。很快就来到第二天，金孔子如约来到银百合的城堡前，他看向眼前的建筑吸了口气，随后迈着坚定的步伐出发了。此时银百合正在为一天的行程打扮着，一袭墨绿的长裙十分端庄优雅。金孔子看着管家拿出一个红布葛的东西，只见他缓缓地拉下红布，黑板上面赫然写着今天的教学内容：爱情从遇见一个混蛋开始。这一幕直接给金孔子看傻了。银百合淡淡看了过来，我昨天想了一晚上怎么教你，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放在你身上，而且我也不可能帮你找一个初恋，所以我决定把需要提前知道的道理慢慢的讲述给你。所以跟着我念：爱情从遇见一个混蛋开始。金孔子跟读：爱情从遇见一个混蛋开始。很好，你已经学会了爱情的第一步，就是混蛋，也有可能是异曲。也想世界上有人可以找到完美的初恋，也有很多情侣一开始就懂得互相体谅，最后成为一生的伴侣。但你显然不是这种情况，你遇到恋人的概率99%会是混蛋，就是最开始不是，迟早也会变成混蛋，毕竟人不可能始终不变。所以进阶课来了，你也要是混蛋。金孔子听到这一系列的论述，彻底迷茫了。那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好好表现？银百合冷冰冰地说道：管家，不要对人类抱有期待，人类会忘记自己曾说过的话，你要记住，忘记和放弃是恋爱的基本法则。所以你想学会爱，那就必须要学会铭记和决心。金孔子却疑惑了，铭记和决心还要学吗？你对爱真的像小孩呀？银百合站起身，百闻不如一见，就让我亲自展示给你看吧。金孔子一脸懵逼，这还能展示出来看？银百合凑到金孔子面前，爱着全天下最大的混蛋的人就在眼前，你看到肯定会明白的。很快一行人便出发去了太子寝宫，守门人见到来人，顿时就慌了。太子殿下起床了吗？君王应该比普通百姓早起才对。只见两个侍从90度弯腰，皇太子殿下有令。但话还没说完，银百合就一步走了过来。你是想说我来访绝对不能进对吧？但皇帝陛下命令我多多照顾太子，你是要违抗皇帝的旨意。随后他们顺利通过了守卫，来到大门前，银百合喊了喊，就直接掏出钥匙准备开门。刚打开门就见太子慌忙握着被子，他慌了的喊人想要把门关上，但银百合一行人都没有管他，直接拿出黑板开始讲课。第二课，如果注定爱上混蛋，那就尽情的享受吧。金孔子此时不理解了，银百合边指挥着手下边说着：第二课进阶，你要变成比对方更混蛋的人。只见一桶水直接泼了出去，在床上的太子顿时就清醒了。毕竟和混蛋恋爱就像打仗，如果能和睦相处最好，但如果对方开始混蛋，那么管家，你要记住一句话，对待混蛋别太善良。重复我的话，别太善良。是，别太善良。所以你要学会克制自己的善良。随后教学完毕的银百合准备离开，此时太子的两个手下慌忙上前，银百合却丝毫不在意。管家记住，这就是恋爱公式，长得帅的会输给聪明人，而聪明人会输给混沌。因此当爱到了巅峰的人，都是聪明的混蛋们。此时两人已经走出了太子的房间，金孔子呆呆地跟着。你期待的爱会更浪漫对吧？第一眼让自己心动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你的人生经历会觉得你对什么人心动，一见钟情就是因为你肯定了对方之前的人生。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很难理解，那你要不试试为我心动？此时银百合妩媚地坐在椅子上，金孔子发问，那怎么才能让你心动？你只需要做一些讨喜的事情就可以，这方法就需要你自己思考。很快金孔子有了答案，他掏出了馆长给的通关奖励，直接当着银百合的面一把捏碎。这些东西就相当于馆长给的攻略技，对于我通过副本帮助很大，但是我现在将真心展现给你看。此时两人都安静了下来。很快银百合摸出了一瓶香水，他伸手摸向金孔子，丑话说在前面，我可不会对你负责。此时白百合的香气直冲金孔子大脑，他轻轻地握住了金孔子的手，妩媚轻柔地问，你喜欢吗？此时金孔子涨红了脸，嘴里蹦出两个字，喜欢。我也很喜欢，这是我最珍惜最喜欢的香气，你主动告诉了我卡片的秘密，这让我觉得心情不错，继续侍奉我吧。今晚来我房间，我会告诉你一个秘密。此时的金孔子同调率直线上升，他好像有些喜欢上他了。这位绝美冷艳的银百合小姐，为了能让眼前的男人彻底迷上她，使用了浑身解数蛊惑男人。可就在她快要成功的最后一刻，金孔子守住了自己的本心，悬崖勒马。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剑帝的一句话，他想让金孔子感受到爱和被爱。此时金孔子躺在绿色的草地上，疯狂幻想着银百合小姐的面容。剑帝看着被灌了迷魂汤的金孔子，不禁叹气，这小彻底没救了。你说如果自杀，我是不是能再经历一下刚刚的事情，再次牵起银百合小姐的手？
感受他身上散发的清香。突然，金闪闪直接猛击他的脑袋：“你这是疯了吗？竟然为了这样的事自杀！”金孔子激动地站起身：“我今天不能洗漱，身上还有百合的香气。”金孔子抱头疯狂嚎叫：“为什么我不能变成皇太子啊？他能得到小姐的青睐，我真的是羡慕嫉妒恨啊！”剑帝此时不禁叹息：爱情果然是让人无法拒绝的毒药啊！我就知道他爱人某人后就会疯狂。金孔子却愤怒地指着自己的头顶：“又不是我一个人这样，管家的同调率也在一起上升啊！这说明管家也爱上了银百合小姐。”剑帝若有所思：“管家不应该喜欢金丝梅小姐吗？”剑帝捂着他悲痛的脸：“给你一点过来人的建议吧，你现在不是他的专属管家吗？从现在开始你就跟着他和他待在一起。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不过这个世界就快要灭亡了，你要好好的计划一下。”很快时间就到了晚上，金孔子如约来到了银百合的房间。“我决定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你。”说罢，银百合便提着灯领着金孔子向里走去。就在此时，银百合却转过头：“你现在在想什么？”金孔子愣住了。身为专属管家，应该如实回答对吧？于是金孔子握紧拳头：“我很想牵着你的手。”此话一出，银百合向前的脚步瞬间停下，金孔子也涨红了脸：“我这是疯了吧？”但下一秒，银百合直接转身贴了上来，瞬间就与金孔子十指相扣。“你今天一整天都在想我吗？”此时金孔子的心砰砰狂跳：“你很惦记我的手和香气吗？是不是还自己想象过呢？老实回答我，如果你不老实回答，我就要松开我的手了。”他伸手扶正金孔子的领结：“好好回答我的话哟，我今天一整天都只在想你。”而此时金孔子的同调率正飞速上升着，他漂浮在爱河上的小船马上要翻了，要是再被这样挑逗，金孔子马上就要失去理智了。而银百合简直又握紧了金孔子的手，质问道：“你是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吗？难道你也把我当成这个世界的角色？我原本的主人便是金丝梅小姐，我为了任务成为了你的侍从。”但还没等金孔子把话说完，银百合就继续他的攻势：“你不是说一天都在想我吗？那就是说今天根本没想过金丝梅不是吗？”金孔子满头冷汗：“不，我没说谎。”此时银百合开启最后攻势，他缓缓凑到金孔子耳边：“请叫我主人吧，发自内心的叫我一声主人吧，哪怕只是一次也好，只要你能做到，我就给你一个甜蜜的奖励。”听到这话的金孔子直接失去了理智，看着眼前这个自己深爱的女人，他无法拒绝自己的渴望，只要一次就好，而且一次应该没有关系吧？就算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也能利用自杀倒转时间吧？为了得到通关情报，应该可以试一下吧？金孔子内心陷入了挣扎，此时的他脑海中开始了回忆。曾经高高在上的炎帝，相信自己一定能行的炼金城主，叫着自己主人的恶果，还有托付自己魔教的师傅，这一幕幕让他不能服从他人，他直接拉开了两人的距离。“对不起，公爵小姐，我恐怕不能发自内心认可你是我的主人。我确实想感受爱带来的喜悦，但与此同时，我并不想失去自我。如果你想得到我的真心，恐怕需要换一种方式。我会将你视为我的主人，但也请你也将我视为你的主人吧。这样的话，我会更重视你的判断，比起我自己，更看重你的建议。我不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但出于公平的考虑，我也需要你这么对我。所以我要是把心脏献给你，那我要怎么活命呢？只有你将自己的心给我才可以啊！”而银百合却并不接受这个建议，一把甩开了金孔子握住他的手，而手中的油灯也掉在了地上。“你果然和之前的那些使徒不同，我还以为你是个单纯的人。不懂爱并不代表不懂人生，看来我做的太着急了。”金孔子缓缓提起灯：“您是想诱惑我成为你的手下吧？”银百合一把接过递过来的油灯，很快他便岔开了话题：“让我们说今天的秘密吧。它是我家族的传家宝，是一把剑，而且有个离谱的传说，据说向那把剑许愿，愿望就一定能实现。不过这会有一些限制条件。”他一把掀开了眼前遮挡的红雾，一把鲜红的巨剑插在碎裂的玻璃上，而金闪闪也感受到姊妹的气息。不懂爱的金孔子终于开窍了，一番动人的情话顿时融化银百合的内心，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两人见面的夜晚。此时银百合刚刚带金孔子来到地下室，他拉开遮盖秘密的红色幕布，看着插在镜子上的血剑，金孔子愣住了。这就是我们家最大的秘密，许愿之剑，但许愿的时候需要用剑刺自己的心脏。金闪闪此时散发出耀眼光芒，这剑就是他的第三把剑，祈愿之剑。银百合拿着剑讲述着自己的往事，那时他还不是重生者，但皇太子已经和金丝梅小姐在一起，于是他就对着剑许下愿望，希望他的爱能永远延续下去。但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永远延续的竟然是他的生命。银百合拉着金孔子的手放到他的胸前，从那天起我的心脏就停止跳动，对皇太子的心也没变，而我也彻底无法死亡。金孔子感受着手中传来的平静，你是想说你的心已经没有了？就在此时，插在墙上的祈愿之剑有动静，大量的血液从中蔓延出来，很快就从四面八方包围了金孔子两人。如你所见，这就是我的噩梦，管家小心，从现在开始这里就与外界隔绝的异世界一样。血液幻化出无数大口，讲述着银百合小姐对皇太子的爱和他们曾经的各种回忆。银百合却奋起反击着这些，她曾经深爱着皇太子殿下，虽然她没出息，但带着这样的人前行才是真正的爱。她十分厌恶金丝梅讨好皇太子的样子，这并不是真正的爱。与之战斗的金孔子突然有了熟悉的感觉，就好像秋雨魔王，银百合小姐的心脏被具象化了，这就是星座的力量。而此时血液还演绎着皇太子的爱情，他违背了自己定下的婚约，前去向金丝梅小姐求婚。拉比埃尔
等我们再长大一点，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此生只爱你一人。这一幕幕彻底让金孔子恶心到了，他愤然地拔出金闪闪，一招天魔神功第8式烧死连剑，仅仅只是一刀就消灭了眼前的一切。剑帝看后赞叹不已，看来爱情才是最好的老师啊。金孔子擦了擦嘴角问道，你是什么时候成为星座的？刚刚那东西是星座的始末，而创造他们的是你啊，银百合小姐，应该就是这剑插入我心脏的时候吧。总之10天的循环开启后，我就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中心，即使我不愿意，时间也以为中心转动。金孔子和剑帝此时脸色严肃，看来是天杀星杀了这个世界的星座，而用这把剑刺入心脏，也会让人变成星座。虽然现在看来他只是半吊子。金孔子缓缓收回了手中的剑。这时银百合问道，你不失望吗？那些恶魔确实是我的使女，而他们说的那些话，是我在梦里都会重复的。我发誓我的爱永远不会变，而我为了维护这份纯真的爱，我每天都要将上面的灰尘和污秽除掉，各种情绪，失望、郁闷补偿心里，而这些产生的结果就是你刚刚看到的那些恶魔。你不觉得这样的我很丑恶吗？我教你如何去爱别人，但我自己的爱确实这样千疮百孔。很抱歉，打破了你对爱情的幻想。此时金孔子高大的身影来到了他的身后，他俯视着面前的银百合小姐，你问我会不会觉得丑恶？银百合小姐，别的事情说不好，但我不会因为这点事就对你失望。你把自己最后的秘密告诉了我，真正丑恶的人是不会展示自己的内心的。如果你这么做是想摆脱我，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爱你并不是因为你的善良纯真，就算你的心被这个世界绑架了，那也没有关系。如果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便给你自由。这就是我对你爱的告白，也是为了得到爱而递出的死亡预告。我希望您对我的爱能像我对你的爱一样深，我一定会让你爱上我，就算与这个世界为敌。银百合小姐此时彻底愣住，看着眼前这个面红耳赤的男人，你要无限重复着最后的10天，那样真的太让人疲惫了。金孔子却不以为然，那如果我厌烦了你，命令你从我眼前消失呢？金孔子牵起银百合小姐的手，我会消失的，但这种事情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你都没有厌烦皇太子，而我可比他好太多了。就在此时，大量侍从赶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是金丝梅小姐那边出事了。一向听话乖巧的异端审判者，却不顾金孔子计划大闹银百合庄园，而这其中的缘由只有金孔子明白，那就是异端审判者情绪彻底沦陷，他现在已经彻彻底底变为了金丝梅小姐。现在的金孔子只能孤军奋战。此时金孔子听到金丝梅在庭院内大喊，他光着脚就急匆匆地跑了出来，就怕小姐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但他在看到金丝梅小姐的时候，金孔子瞬间就愣住了。他之前来为银百合当管家时，就曾和金丝梅商议过，为了获取更多的情报，他希望金丝梅不要来打扰他，而异端审判者也答应了他。但此时的金丝梅小姐不顾众人阻拦，执意要让管家回去，仿佛忘记了昨日的约定一般。银百合此时也跟了出来，一脸冷漠，管家你果然在这里。说完，他一把推开看守他的两人，直接就向金孔子冲了过来。你是我唯一的管家，也是我的主马，对于我来说，你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下人，不过我希望你记住这一点。是不是会显得自己太轻浮？他热情地向管家伸出手，想让管家和他一起回去，毕竟他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有。但就在此时，银百合直接挡在了金孔子面前，一把扇开了金丝梅伸过来的手。真是个无论的家伙，就单单是深夜大闹就可以施以鞭挞之刑。还有，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竟然在这里大吵大闹？金丝梅小姐却微微欠身，她微微凝眉看向银百合，哎呀，难道您想用金条抽我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就请狠狠地抽我吧。不知道皇太子看到我的伤痕会怎么样？是不是又要增加一些美好的回忆？听到这些话的两位管家都震惊了，银百合却丝毫不让，直接伸手对身后的手下说道，把我的金条拿来，我要帮金丝梅小姐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几位管家满头大汗，看到银百合阴冷的脸色，顿时向屋内飞奔而去。金孔子此时也反应过来，来到金丝梅小姐面前问道，你这么晚过来有什么事吗？我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啊，这不是理所当然吗？我从早上就开始等你回来了，但你却一直没有回。后来听说你在公爵小姐这里，我猜你应该是被公爵小姐抓住弱点了吧？别担心，管家，我不会让公爵小姐夺走你的。异端审判者，春天来了。但金丝梅小姐却一脸呆滞，完全听不懂金孔子在说什么。这下金孔子彻底傻了，他已经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此时银百合已经拿到金条，看着和管家聊天的希尔维亚，你擅自闯入公爵府，我现在以陛下名义治你的罪。听到治罪，金丝梅彻底疯起来了。我很清楚自己的罪，一个小小的男爵之女，得到了皇太子的宠爱，这就是我的罪。对不起，我得到了爱，而且得到的爱比您得到的更多呢。就在两人针锋相对时，皇太子举着火把慌忙赶过来，他一把抱住金丝梅小姐，关心着她到底有没有受伤。随后他眼神狠厉地转头看向银百合，你怎么能对希尔维亚这么狠？银百合捂着嘴开始咳嗽，这是帝国之法，殿下。但皇太子却不买账，怒对，法比人还重要吗？你满口都是帝国，可你实际上为帝国做出什么贡献吗？我看你只是想拼命欺负希尔维亚吧，你就是个狠毒的魔女。随后皇太子便搀扶着金丝梅离去，而金丝梅还回头叫金孔子让他一回去，但金孔子却低头不语，直接开启了任务窗看向金丝梅，名字彻底变为希尔维亚，对他的好感度也到了4.5星，喜欢的人也变成了皇太子。他彻底确认异端审判者已经消失了。金孔子咬牙不语，
满脸悲伤。你会和我一起离开的吧？管家，银百合小姐明明深爱着皇太子，现在却和一个管家厮混在一起，而且还要出轨这个身份平庸的管家。然而这一切只因皇太子爱上了别人。此时的皇太子看到心爱的女人受伤，竟一脸恶毒地看着未婚妻银百合，你就是个狠毒的魔女。随后皇太子便搀扶着金丝梅离去，而金丝梅还回头叫金孔子让他一起回去，但金孔子却低头不语，直接开启了任务窗，看向金丝梅，名字彻底变为希尔维亚。异端审判者同调率已经上升到100%。金孔子咬牙不语，满脸悲伤。你会和我一起离开的吧？管家，金丝梅小姐再次发问。我想暂时留在银百合小姐身边。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为了让公爵小姐放你，可是受了不少委屈呢。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还是不能和您走，我还有事情要做。此时金孔子的同调率不断上升着，真是狡猾的回答。你真的不是单纯被公爵小姐迷住了吗？虽然不知道公爵小姐有什么计谋，但我相信这不会影响我和管家之间的友情。随便你怎么想，快点从我眼前消失。于是金丝梅和皇太子在暧昧中离去，而他们的侍从也跟随离去。金孔子就静静站在原地，等两人彻底的走出庄园后，银百合对金孔子说道：辛苦了，你快进去吧。他侧过身向花园中走去，我想独自在这里赏会花，你们都退下吧。此时其他管家都躬身离去，但见地去给孔子打气。僵尸，你的机会来了。他明显情绪很抑郁，快去表现一下自己。但金孔子却没有理会，他独自一人走到银百合身边。我熬1-2次夜没有问题，但你应该很累了吧？虽然很想否认，但我确实很累了。这次已经是第14次循环了，这140天以来，我一直试图让皇太子回归正轨。即使我的爱注定不可能圆满，但我知道皇太子殿下变好，这个国家才有救。只是这样做真的是好累。此时金孔子再次上去一步，怜爱地看着银百合，您现在不是孤身一人了，不是还有我吗？只要身边有懂你的人，哪怕只有一个，也一定能撑下去的。但银百合却转头看向他，你可能误会了一件事情，我是重复人生的最后10天，而你却是回到死前的那天。虽然听起来都是重生，但这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之中有一人会先回到过去，先回去的人会忘记这一切，而另一人的时间会因此白费。我们就像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这时我们可以理解对方，但永远不可能一起活下去。我们只有这最后10天的相处。你说想和我共度相同的时间，听起来非常美好，但这不肯实现的，所以这只是一种美丽的错觉。金孔子此时不淡定了，那如果我能实现呢？没有所谓的如果。但金孔子一把拉住银百合，我一定会遵守自己的诺言的。我不是为了得到你的心，才以不可能实现的承诺向你表达心意。我不是一个说假话的人。如果我能帮你摆脱无限循环的时日呢？银百合看着管家真诚的笑容，她递出了自己的外套。我真心想帮你，因为您是我心爱的人啊。银百合小姐别扭地穿上递来的外套。那你希望我怎么做？我希望这一世结束前，您能和我在一起。如果您能让我更喜欢你，那就更好了。因为看到异端审判者同调率100%的样子后，他彻底明白了一些事情，要如何通关这个副本。此时金孔子再次开口，最好是让我能迷上你，深陷于爱情之中。银百合伸手摸向管家的脸，你是在求我吗？是的，我很容易心动的，就算你只是牵着我的手，我都会心跳加速的。于是金孔子顺利的涨红了脸，角色的沉浸度也再次提高。虽然要你迷上我不该这么说，但你也太单纯了吧，能在这险恶的世道活下去，你倒是挺有本事的。是啊，所以我死了很多次呢。此时他凑到银百合的耳边，看到我示弱，你有没有心动？我以前听说偶尔示弱很有效，看到你和金丝梅小姐争执的样子，我明白你很明示，但对方挑衅即使会吃亏，你也不会忍气吞声，所以我也想为我的爱情尝试一下。金孔子再次向前走了一步，两人面对面注视着对方的眼神，他的角色沉浸度再次提升。银百合夸赞管家的声音好听，让他继续说，皇太子会被金丝梅抢走也在此，你应该多研究一下如何被爱，例如研究一下太子的喜好。但银百合却抚摸着管家的唇瓣，你的牙齿真白，舌头也挺红的。听到这话，金孔子直接闭嘴了。怎么不说话了？你继续说呀，闭嘴就看不到你的舌头。银百合再次凑近，你这就要投降了吗？最好让我迷上您，深陷于爱情之中。你总说一些非常可怕的话，不过我已经重生了14次了，稍微放纵一下也没什么。他用头抵住管家的额头，我的规矩是用混蛋的方法对付混蛋，所以我冷静地复盘了一下，今天皇太子对我做的事情太差劲了，我也不能一味地忍下去。那你是要放弃皇太子了？怎么可能呢？毕竟我的心脏已经变成了星座，我只是想成为更混蛋的人。我决定从今天起出轨，而出轨对象就是你，管家。就在此时，银百合直接环抱住金孔子的脖子，而金孔子也搂住眼前的美人，他叫着银百合的名字，拉比埃尔伊万西亚。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你还记得我给你上的第一课吗？爱情从认识一个混蛋开始，那么我现在就成为你的第一个混蛋吧。明明是深爱对方的两人，男人却想拉着爱人一同赴死，但女孩不但没有反抗，还一脸平静地看向对方。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将他们的爱延续下去。然而就在4天前的夜晚，金孔子刚刚向银百合小姐表明了心意，银百合也正式回应了他。一夜很快过去，金孔子一早便起床洗漱，整理好自己管家的服饰。他看向镜子中的自己，现在只有他说起银百合小姐的名字，他的角色沉浸度就会提高。而后他打开能力窗口，
看着死亡之王的技能和等级，金孔子微微松了口气。随后他打开了任务窗口，看到上面显示的名字是金孔子，他彻底放下心来。还好是金孔子，不是管家的名字。他还没有像异端审判者那样被角色吞噬。此时他看向身后的剑帝说道：万一我对管家这个角色太过投入，请帮我做一件事情，等我的沉浸度到达100%后，我可能就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了，所以请一定要阻止我沉浸度达到100%，因此99%是底线，绝对不能比这还高。如果你觉得我的沉浸度快要超过99%，一定要不择手段阻止我。剑帝说道：你这种自我意识这么强的人，怎么可能会到那一步啊？我相信会的，因为我的目标就是要将沉浸度提升到99%。什么？那样你要是失败的话，你就永远被困在这个世界啊！所以这次你一定要帮我，我需要利用系统漏洞通关，那么我就要去找我的恋人了。很快金孔子便来到银百合的床前，他身体依旧是十分虚弱，自从他拔出插在镜子上的剑后，身体就越发虚弱起来，而这就是为什么皇帝陛下除了我，还给金丝梅赐了别名，就算我成为皇后，不久之后我也会死去，更别说生育继承人了，我不适合当皇后。这时金孔子见银百合咳嗽，将热茶递了过来，他拿起简单的喝了一口，这里面放了很多蜂蜜，很好。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甜的？这是你之前的攻略集上说的，我只是稍加利用了一下。银百合看向金孔子，那你这不是也用了攻略集吗？也不算是吧，毕竟是你主动告诉我的，所以你的机会到底是什么？想这样共度一段温馨的时光，但我们之中必定有一人会忘记和对方度过的时光，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此时金孔子一句话吸引了银百合的兴趣，你肯定不曾将自己的人生托付给别人吧？那么这次请你相信我，人生在世难免需要别人的帮助，比如现在的你就很需要。你是觉得我累了？是的，现在就请你好好休息一下。我不希望我爱的人独自承受这一切，我更希望两个人能相互为对方分担，但我们现在只是假装恋爱，没关系的，我是真心的就好。银百合疑惑地看了过来，那你不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吗？当然不会，我是一个乐观的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天大的机会呢，反正你最终会爱上我的。银百合十分惊讶，你这到底是哪来的自信？因为只有我和你能度过相同的时光，在你厌倦我之前，我是不会放弃的，我会努力成为你的支柱。时间很快就到了晚上12点，银百合准备拿剑完成今天的任务，但金孔子却拦住了他，这点小事情就交给我吧，你的身体并不适合战斗，毕竟这些我一个人就能解决。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金孔子一把抢过银百合批阅的奏折，直接丢到火堆里烧了。毕竟还有几天世界就灭亡了，您就当这是自己的专属假期。一天再次过去，到了第3天，两人依偎在一起，周围的环境都十分幽默。银百合不由担忧，我已经3天缺勤了，要是别人看到我们这个样，没关系的，有我在不会出事的，但是我不想依靠你。金孔子再次搂紧银百合的细腰，我说过会单方面的帮助你吗？只要我们互相帮助不就行了？银百合看着眼前真挚的面容，不由得失神了。很快时间到了最后一天下午，两人乘船飘荡在平静的湖面，银百合看着远处的晚霞感叹，原来春天是白色的，樱花飘落的季节，真是个美丽的季节呀。此时杜银的心脏存在感提升了，他们最后的时间要到，杜银的心脏开始显现，天空变成了血色般的生物，城堡各个地方开始爆炸，整个世界都开始崩塌，但他们依旧平静地划着小船。管家和你在一起，我内心总是很平静，我真的可以相信你。公爵小姐，你说过我们就像2条平行线，永远不可能永远在一起，那么从现在开始，我的内力会包裹住你，不只是你的身体，还有头，我会用同样的方式包裹住自己，我们会在同一时间一起爆炸。先死的那个人确实会先重生，还没重生的人可能忘记重生的人，所以我们要一直在一起，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同一刻死去。那么拉比埃尔伊万西亚，请和我一起沉眠地下吧。男人为了能让爱人永远记住自己，竟然想与银百合小姐一同葬身血海，为了能让银百合毫无痛处的死去，他此时用尽全身内力包裹住两人。银百合感受着手中传来的温暖，就像温水沿着血管流淌。此时银百合小姐渐渐感到不安，就算重生过那么多次，但这次却异常的害怕，因为她怕一觉醒来忘记这一切，她不想失去金孔子。银百合继续说道，如果我先回到过去，你不再记得我的话，别担心，我会和你一起的。而学院中所有人都慌乱逃跑，恶魔已经彻底出现，但银百合却丝毫没有在意。他对金孔子说道，我不能容忍失误，如果我们只见有谁先一步死去，哪怕只是0.1秒，我都永远不会原谅你。我只给你这一次机会，你要好好记住我说的话。金孔子微笑答应，你让我重新开始信任别人，所以你要对我负责。而天空之中废墟之牛现身，还有永恒的战马与传道士，这些真是一些破坏气氛的家伙，必须给他们一些教训。我要让他们知道，打扰别人谈恋爱是会死的，这是个很好的主意。随后金孔子发动天魔神功第9式自绝剑，两人瞬间同时死亡。时间回到24小时前，金孔子缓缓睁开眼，你醒了吗？一个温柔的声音传来，管家，你竟然现在才醒，真是个可恶的管家。此时金孔子愣住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成功，银百合是否带着记忆回归。此时银百合开口说道，管家，有件事你欺骗了我，你明明承诺我们会共度相同的时光，但我重生的时间比你早9天呢。虽然现在是我们假装恋爱，但你让心爱的等了你9天，在等待你的时间里，
我一直都很不安，你曾发誓会陪在我身边，却没能保护好我，你这算是消极怠工吧？如果你想弥补这次的错误，但还没等他的话说完，金孔子就直接扑了上来，抱住了他。对不起，银百合小姐，我让你久等了。好吧，现在没事了，守着你倒也不是那么无聊。你说谎吧，银百合小姐。好吧，其实也挺无论的，不过没关系，我擅长等待。此时金孔子的沉静度再次提高。公爵小姐，我想拜托你一件事，虽然很抱歉，但您可以再等等我吗？我会再次与你一起死去，我会缩短我们之间的时间差，直到我和你一起回到第一天为止。银百合听后拉起他的衣领，你可真放肆！你的意思是还要再杀我9次？那你觉得之前痛吗？不痛，但你已经杀了我1次，竟然还想再杀我9次，你这个人真的太坏了。不过我很喜欢你这个提议，虽然这会让我再次等你很多天。随后2天便在这一吻中再次死亡。时间回到第8天晚上，他们再次重蹈覆辙，上演致命之吻。就这样，他们重生的时间逐渐缩短。在这期间，他们的感情也迅速升温。银百合小姐的脸上笑容也越来越多。她轻轻抚摸着金孔子的脑袋：“你知道我要等你整整39天吗？所以我在这39天里每天都可以吻你吗？”讨厌，你快闭嘴！就这样，时间再次回到24小时前。此时，他和异端审判者正在一起。金孔子直接问银百合在哪，知道位置后，金孔子迅速离去。就这样，他在一起亲吻了银百合小姐。终于，经过了他9次的死亡，金孔子来到了刚刚进入这里的时候。他出现在银百合的舞会上。此时，他们2个再也没有迟疑，直接走到对方面前，吻住了对方，丝毫没有在意舞会的重任。我们还差1天吗？是的，现在只差1天，只要我们愿意，这一天应该会成为永恒。但此时，异端审判者却傻眼了。我为什么感觉错过了重要的事情？这个疯女人为了爱不顾一切，不惜被杀数十次也要和爱人相拥。此时，身为管家金孔子和银百合小姐已经彻底完成时间线的重合，两人来到第一次相遇的舞会之中，丝毫没有顾及舞会上的其他，两人相拥在一起，热吻不断。周围的贵族小姐都露出惊骇的目光，就连一直看戏的贱婢都捂住双眼哀嚎：“啊，我彻底瞎了！为什么我死了还要经历这种不幸？”无数的人都开始议论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此时，皇太子也慌张地跑了过来，不可置信地看着银百合：“你在干什么？”但银百合小姐丝毫不慌，身体微微靠向管家，抚摸着他的胸膛：“很抱歉，我们吓到大家。殿下，我们确实不该在公共场合这样。我如今犯下如此大错，甘愿接受惩罚，请殿下惩罚我吧。”于是银百合直接拿出一张纸递了过来：“这是退学申请书，我决定自我惩罚，并让任何人不得私下访问。殿下，请您允许我这样惩罚自己。”殿下看着这上面密密麻麻的文字，彻底傻了。于是，在殿下目瞪口呆中，银百合拉着管家跑了出去，还说着：“感谢殿下的准许。”很快，他们便逃离了舞会大厅。看着银百合奔跑的背影，金孔子的心脏砰砰直跳。竟然这样也行？他明明将心脏献给了镜子，那他现在应该还爱着皇太子。可如今这样做，算了。相比于皇太子的混蛋，拉比埃尔的快乐更重要。银百合看向天边的晚霞。就在这时，异端审判者跑过来：“死亡之王，攻略副本的事呢？还有刚才的吻有什么含义？我完全不明白啊！还有我心脏总是不受控制的砰砰直跳，这是什么症状？这是心肌梗塞。”金孔子义正言辞地回答道：“攻略副本的事情就交给我吧，你就好好享受生活，记得不能杀人，不能拷问别人，更不能绑架或监禁别人。那我不是无事可做了吗？”说完，金孔子就摆手准备溜走。我还听到一个声音说沉静度提高是怎么回事？那也是心肌梗塞的症状。很快，他们便乘坐马车离开学院。银百合率先开口说道：“明天整个帝国都会议论纷纷，首都大概有200封信件寄过来，还有故乡也会邮寄20封信件。最后，皇帝陛下也许会派使者过来。孔子，说说你的解决办法吧。”银百合静静地看向窗外。这么久以来，我一直待在那小小的校门内，有嫉妒、虚荣心、傲慢、独占欲、爱欲等所有情感。可我们要管理的地方并不是那里。不知道皇太子殿下知不知道？金孔子闻言立即打断：“请你以后再关心帝国吧，现在你只需要做想着我这一件事情就够了。”银百合此时凑近金孔子：“孔子，如果你在我心上留下伤口，我会杀了你的，你能明白吗？”金孔子盯着对方的眼睛：“我明白了，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让你心灵受伤。”银百合缓缓握住他的双手：“如果你背叛了我，就用这双手掐死我吧，直到这个世界忘记我们的相遇。然后你要带着我不会远离你的记忆，永远在痛苦中活下去。我要让你知道，在你背叛我的瞬间，你就会被永远流放至地狱。所以你如果现在有秘密，那就直接告诉我吧。”金孔子抬起右手，金光从掌心散出：“我有一个百鬼重生的技能，可以召唤出我杀死过的人，并保留死者生前的记忆。您和我一起死了9次，所以我可以召唤9个你出来。但我并不打算那么做。”银百合眼神微冷：“你背叛我时要做的事情还要加一件，那就是放弃这个技能。还有，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我就原谅你。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能自我了断，因为你是我的恋人，不能随意的放弃生命。”金孔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银百合。“那你希望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我想当你信任我的时候，希望你能按我说的做。当然，我永远信任你。”爱情果然会让人疯狂，两人在纸醉金迷中疯狂了10天。此时陷入爱情的银百合来到皇城，他们放下了所有世俗的事情，尽情地享受两人的回归生活。
第一步就是让银百合回归普通人的生活，让他享受普通人的快乐。金孔子让他尽情的放飞自我，毕竟无论闹成什么样，只要回归到前一天，就没有人会记得。此时他们来到一处剧院，金孔子直接将1箱钱砸在地上，他要将6个剧团全部雇佣下来，单独为他们表演1整天。银百合此时开口了：“孔子，我很久以前就想做一件事，就是看6个剧团同时在一个大舞台上表演，3个演悲剧，2个演戏剧，还有最后1个演歌剧。那这感觉会乱成一团吗？可我就是想看乱成一团的样子。”于是他们开启了他们第一天的疯狂，在这欢声笑语中度过第一天。很快第2天他们来到赌场，银百合对着对面比划了个手势，光头男脸色难看，丢下手牌。但银百合小姐显然意犹未尽，直接一把全部梭哈，丝毫不在意自己的手牌。这操作看得赌场老板心惊胆战，直接开口指着银百合小姐：“就是公爵小姐也不能在我的场子乱来啊！”管家此时开口说道：“你竟敢在小姐面前大喊大叫，小姐，直接杀了她吧！算了，就算她在地下室偷偷销售违禁药品，也不能因此要了她的命啊！”听到这话，男爵彻底蔫了，老老实实回到自己的赌注面前：“只要你今天陪我玩是吧？今晚我就不为难你。”很快到了夜晚，两人亲密地搂着对方。金孔子问道：“您幸福吗？”他微微靠近了点回应：“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可以再活久一点，我也很幸福。”就在金孔子说着的时候，他的系统沉浸度又提高了。银百合不理解什么是沉浸度，但金孔子却耐心解释着：“只要你抚摸我的脸颊，像这样抱着我，那个数字都会增加。那现在沉浸度应该在上涨吧？那如果那个数字到了100会怎么样？现在不用在意这些，你现在只要想着我就好。”熄灯，一夜过去，他们又开始了疯狂的一天。今天这条街他们是最靓的仔。又过了一天，他们来到皇宫，直接将陛下气晕。此时他们将时间当作旅行地，不断在其中享乐着。两人过着正常情侣的日子。此时他们坐在一处喷泉前，我们是不是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不过不用担心，这些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还记得之前在马车里说的话吗？我说过，当我请您相信我的时候，希望你能相信我。那么现在我需要你履行这个约定。看来你是打算做奇怪的事情。是的，从现在开始我要将沉浸度升到 99%。我想要成为真正的管家。至于为什么我还不能告诉你。那你现在是有什么事情要拜托我吗？看样子我好像中了你的圈套。你一开始让我答应相信你，就是为了这一刻。我之前应该更谨慎一点。那么现在需要我做什么？首先我们需要回到第一天，也就是这个副本的开端。很快他们便完成并逃出舞会。银百合看着金孔子，接下来我该干什么？再将我的手脚绑在这椅子上。银百合拿着麻绳犹豫道：“现在我们做这种事情是不是太早了？你是不是想多了？”于是在金孔子的催促下，他被牢牢绑在椅子上。那么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步来了，从现在开始请您尽情亲吻我吧，让爱来得更猛烈些吧，是吗？你喜欢玩捆绑，应该早点和我说的。建帝看着这一切都慌了，而这一切其实都是金孔子的计划。因为管家其实喜欢这2位小姐，但无论哪一位小姐都没有给他希望，所以他只能收回自己的心意。而现在皇太子和2位小姐，金丝梅跟皇太子和管家，加上现在皇太子跟管家和拉比埃尔，都是3角恋关系，真的都是混乱的爱情故事。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混乱，才会让金孔子有可乘之机。他需要让自己达到某个临界点，然后失去自我。而这一切都是看到被同化的金丝梅时，他的头发依然是变长了。这就是他通过这个副本的妙计。他在银百合的耳边说道：“如果我的沉浸度超过 90%， 接近 100%， 那时请您亲手杀了我。”本来是无比相爱的一对情侣，但男人此时却被绑在椅子上，还要求女友尽情的折磨自己，并且嘱咐他到最后一定要杀了他。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金孔子的计划。他首先就是要自己完全融入这个世界，他要将自己和管家的同调率提示到 99%。他安静地看着银百合小姐：“您肯定想得到我想干什么吧？因为您和我一样都能回到过去。”但银百合眼中越露出幽芒：“孔子，你这是拿生命在赌博呀！”“没事的，就算和赌博差不多，但我们肯定会赢的。毕竟这都是巨塔的问题，光是凭借这个理由我们就有胜算。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你的计划完成，那样我就不会再记得你了。”金孔子真诚地看着眼前的美人：“没关系的，我会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在我无法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请您帮我，让我说出传送2字，请一定要相信我。”银百合的手搭到金孔子的肩上：“既然我成为了你的第1个混蛋，那么你应该是我的最后1个混蛋。我真的是选择了一个坏男人，做自己的恋人呢。”情话刚刚说完，正式的大戏已经上演。银百合尽情地开始亲吻着金孔子，角色的沉浸度也在不断的提高。在这暧昧的氛围中，两人的眼中尽是迷离。金孔子此时一边热吻一边想着，上次异端审判者被同化就不对劲，为什么被同化了却维持着变身状态？他的神圣之术可以随意改变外貌，但那却不是金丝梅的技能。可当时他的头发依旧是长发，这也就说明就算沉浸在角色中，我们的技能也不会消失。就在他想着这些的时候，银百合的腿压到椅子上，他更加的具有攻击性了。而金孔子的角色沉浸度也进一步增加。此时管家以前的记忆不断闪现，银百合小脸微红，喘了口气：“你感觉怎么样？没有事吧？现在还没什么事情，继续亲吻我吧。”银百合无奈笑了笑：“我的恋人可真爱撒娇呢。”随着两人再次热吻在一起，金孔子的身影开始模糊起来，他已经彻底融入角色，疯狂地表达着自己对银百合的爱，而他自己的存在感也越来越弱。
直达某一个临界点来到。银百合紧张地呼唤着金孔子，他摇晃着金孔子问道：“你没事吧？”此时管家醒了过来：“少公爵大人，您绑架了我吗？就算你们家族权势滔天，这也太过分了吧？您是因为很讨厌金丝梅小姐才绑架我吗？”听到这些话语，银百合脸色由担忧转为冷淡，原来是变成了这样啊！我还以为我再也不会受伤，但这件事让我很心痛，因为你的剑彻底的将我的心切开了。银百合缓缓拔出腰间的佩剑，我的恋人，你是一个得到我的心的男人，因此你伤害了我，我必然会杀了你。说完，他便一剑杀死了眼前的管家，而管家的身影也在这一击里彻底消散。此时系统提示响起，时间回到24小时前，但就在这时系统发送了错误，因为技能拥有者和生效对象不同导致他无法判断到底是回到哪个24小时之前，而此 bug 也再次引起了巨大的疑惑。金孔子再次来到这个熟悉的环境，无数神灵再次浮现，而金孔子的同调率也被重置为0。巨大鬼影从天空俯瞰着他问道：“你是故意和角色同化后再使用回归技能的吗？你想回到角色的24小时之前，而不是你自己的？你是想回到永恒的10日开始前？”男人为了自己的挚爱，竟以凡人之躯与神对弈，只为能赢得那1/1000的希望。他要保留下银百合的所有记忆。此时的金孔子正处于巨塔议会的中心，无数神灵黑影注视着他。这个厚颜无耻之人，竟想让我们送他回到永恒的10日之前。此时一个神灵忍不住想要抱起杀人，但被巨塔的守护拦住了。此时一个黑影说道：“你叫死亡之王是吧？我们很久都没有为一个人开2次会议了。自天杀星之后，你是第2个。你们2个之间的缘分正在慢慢变深。不过你的这个提议确实让人为难。如果你的沉浸度是100%，就按照管家的时间倒流1天就好了。要是90%以下，按照你的时间倒流。但你的沉浸度偏偏是99%，这下真的让我很难办了，不知道该选哪一边了。”金孔子此时却急忙开口：“巨塔的主人啊，我觉得你应该按照管家的时间倒流。那你如何说服我？”金孔子说道：“光从数字上看就应该如此，毕竟现在是管家的意识占大多数，但回归者之中是你的技能啊，能使用技能的不应该是你吗？”金孔子面对拷问心中十分紧张，但他却接着说道：“请站在管家的角度想一想吧，在副本中管家一直在争夺身体的控制权，虽然我被管家吞噬，但也可以看成是管家击败了我。也就是说，管家堂堂正正夺走了我的技能，那么现在回归者之中的技能也属于管家。”此时巨塔的主人觉得有些道理，但他随即又问道：“你当初复制了炎帝的技能，我本想看看回归者的相互较量，但你却自杀回到炎帝获得技能之前，你本可以避开炎帝逃走，但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杀了他？”此时巨塔的长老神都表达出自己的看法，有的说他是因为仇恨，有的却说是因为他充满正义感。当然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唯独让人惊叹的只有一件事：你寻找到了100%战胜炎帝的方法。死亡之王，你内心火热，但你为人却十分狡猾，你总是在寻找100%能赢的方法，所以这次你想用哪种100%的理论说服我？此时金孔子也不再隐藏，开始把握着来之不易的机会。这次会议本就是难以判断，以谁为基准来做时间倒流。如果巨塔是完美的，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错误，这个我承认。所以呢，金孔子向巨塔之主伸出右手：“我们是这个错误的受害者，所以请补偿我们，而且我们发现了错误，所以请奖励我们。”这样的话语顿时就激怒了巨塔长老，纷纷都想杀了这个蝼蚁，但在巨塔之主的呵斥下都安静了下来。“你真有趣，你为什么相信我会补偿？而且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我完全可以装傻呀。当然是因为你一直在为我们祈福，你拥有绝对的权利，却不曾嘲弄或蔑视我们，您也不会催促我们朝某个方向走。想留在第一层的猎人可以一直待下去，但您也会为想去更高层的人祈福，并提醒他们要注意的事情。不仅如此，在您的许可之下，占据巨塔某一层的都是可怜之人。您很善良，对于我们的争斗残杀，您不会干涉，因为您尊重我们的自由。但如果巨塔出错导致我们损失，那您一定会补偿我们的，因为责任不在我们而在巨塔。我一直想要和您说这些话，但之前都没有机会。我其实一直想感谢你，如果不是你给了我新生的机会，我只会像垃圾一样活着。虽然我走错过路，但如果没有你，我的人生不可能重来。我真心的想感谢你。”金孔子这一通马屁下去，顿时就得到所有长老的好感。巨塔之神也笑道：“你真的是很有趣的，在某些方面也的确可爱。我不过是一面镜子，你如果觉得我善良，那就说明你应该也是善良的。说出你想要的补偿和奖励吧。我想回到管家的24小时前，而奖励，请保留银百合小姐的记忆。你就只要这些吗？其实你可以要求得到更厉害的技能，毕竟你发现了巨塔的错误，功劳确实很大。要不帮你强化回归者之中，强化后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倒流时间，或者帮你强化百鬼召唤，让你召唤的人不仅保留记忆，还保留技能。”但金孔子却都没有答应，他跪在地上真诚地说道：“我不需要这些，我只想和我爱的人一起生活。”很快，一个光明的大手抚摸而来：“死亡之王，祝你好运。”自此，巨塔会议正式结束，沉浸度再次回到99%，而金孔子也回到永恒的10日之前。男人以凡人之躯与神对弈，只为能赢得那1/1000的希望，保留下自己与爱人的甜蜜回忆。而金孔子也不负所托，他成功的赢得了巨塔之神的赞赏，获得了回到永恒10日之前的机会，也成功保留下恋人银百合的记忆。随着金孔子退出世界议会，眼前光明出现，樱花飘落，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浮现：管家。
你终于醒了，你这懒觉睡得有点久了。管家缓缓地睁开眼，眼前的正是金丝梅小姐，这个世界管家的女主人。她微笑地看着醒来的管家，说着今天她与皇太子的约会，还看到管家偷偷睡大觉。但她话还没说完，她猛然间愣住了，她发现管家好像快要哭出来了。此时管家连忙擦掉眼泪问道：小姐和皇太子吃完饭开心吗？当然。管家，你听我说，皇太子今天还送了我一枚蓝珊瑚戒指，而且还是当着全校学生的面。皇太子殿下真的是用心了。但此时管家却头晕目眩，金丝梅疑惑地看着管家，但管家此时已经陷入了混乱，他感觉有无数声音在耳边弥漫。金孔子最后的意识正在复苏，他想要去实现他未完成的承诺。金丝梅见状便让他去保健室，但金孔子却说要出去。于是在金丝梅担忧的目光中，他来到了曾经遇见银百合的走廊。管家脑海中依稀开始浮现回忆，于是在紫月的指引下，他来到了银百合小姐的庄园。最终他推开了门走了进去，管家的身体不受控制的想要推开那扇门，而门后正是等待多时的银百合。他看向困惑的管家，随后他便明白了一切，这应该是金孔子第一次回归。从他那迷茫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他直接拉开红布后面的镜子，他眼神暧昧地看着管家，而管家却喃喃自语：我感觉你出现过在我的梦中。银百合却直接拉着他到镜子前，我成为了你的梦，你成为了我的人生，互相交换梦和人生的行为被称为爱。金孔子此时满头大汗，还有我要警告你，不许再叫我少公爵，不然我会把你的心脏挖出来。随后他一拍管家的后背，两人径直站在巨大的镜子面前。银百合问道：你看到了什么？此时管家的脑海中大量信息浮现，在他的眼中好似出现了人物属性，但他却在痛苦挣扎，因为金孔子和管家正在对抗。他只看了一些奇怪的字，似乎是有师傅、恋人之类。银百合皱着眉头，师傅拍在恋人前面吗？虽然可以理解，但我却不太满意。此时管家清醒过来问道：您究竟想要我做什么呢？当然是想要你。金孔子晃了晃脑袋，他在梦中仿佛看到一些模糊的场景，那些金孔子深入骨髓的画面。他还看到了银百合悲伤的眼泪，在那个瞬间，他的心好像被剑刺中。幸好你还知道对不起我。那你知道为什么未做那些梦吗？因为那就是我的心理阴影。我母亲自刎了，我清楚记得最后一个夜晚她说过的话。不过现在那些记忆都不再是心理阴影了，永远重复的10天已经过去，现在只有一个人有资格伤我的心，那就是管家你啊。你明明说过不会让我再等了，明明承诺我你会搞定一切，但你还是让我伤心了。那么让我伤心，我就要杀了你，所以你去死吧。很快金孔子结束的第一次回归，系统正在帮他重现拉比埃尔的心理阴影。当他模糊的再次睁眼，管家自己的身影出现在眼前，他回到了被绑在椅子时的场景。来了来了，金孔子和银百合官宣，甜甜的爱情终于轮到金孔子了。但在这甜蜜爱恋来临之前，金孔子却被银百合亲手杀死，而这全都是他之前安排好的计划。他要通过观看银百合的心理阴影，从而找回属于金孔子的人性。而银百合也看懂了金孔子的计划，在杀死金孔子的时候，他的心理阴影就因此改变。但在银百合动手之前，他仔细地看着金孔子问道：如果我不记得你该怎么办？毕竟现在的银百合的回忆里都是他，就算计划可以成功进行，我没有将剑插到镜子里面，结束了永远轮回的10日，但如果最后忘记了你，那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但金孔子微笑着让银百合相信自己，他可以找到让他不丢失记忆的方法。就这样，拉比埃尔选择相信他，相信他爱的男人不是无能之辈。而金孔子也不负所托，他成功的说服了巨塔之神，让他保留了银百合的记忆，并且回到了永恒10日之前。而现在他面临的问题却也很大，他要想办法降低爱人的沉浸，将他的意识从死亡边缘拉回来。因为管家现在对他只有隐约的印象，而金孔子死亡后可以看到他人的内心，所以银百合只要杀死他就可以，亲手杀死那个让他体验到完整幸福的男人。这个单纯又邪恶的男人，银百合是不舍得杀的，因为杀了他这件事必然会成为他的心理阴影，而他的恋人也会看到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然后他就能想起这一切。于是带着这样的信念，银百合开始了自己的计划。孔子看到了第一次自己被杀的场景，就在银百合的内心之中，他看见银百合泪流满面的样子。而此时系统响起提示，见证者已恢复自我意识，惩罚结束，沉浸度下降至 98%。 管家泪流满面回到了24小时前。金丝梅诧异地看着管家，他不知道管家为什么突然如此，而且还没听他炫耀明天与皇太子吃饭的事情，金孔子却直接说道：皇太子明天会送蓝珊瑚戒指他。这话一出，金丝梅直接愣住。很快管家再次来到银百合的庄园，银百合穿着墨绿的礼服看着他，今天是你的第2次了，那么今天你又看见了什么？此时人物面板再次浮现，这次他看到的内容比上次多了，不仅有师傅和恋人，还有一些别的。银百合看着，那你再叫我一声。管家本想叫少公爵，但一想到上次银百合对他说的话，他瞬间就改口叫小姐。此时他捂着脸痛苦的挣扎，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那些记忆，看向银百合的视线也开始模糊不清。他梦见了和银百合的事情，还有他拿剑刺向一个男人。听到这些话，银百合摸了摸管家的头，看来你比之前好多了。于是他伸出散发金光的手，看吧，这就是你为我费了心思的证明。只见一个金色的技能框出现，某个回归者的爱等级 EX， 请帮我守护我恋人的记忆，你将和你的爱人共享时间线，如果恋人回到1天前，你也将回到1天前，反之也是一样。
但只有在你和恋人相爱才会生效。银百合向管家展示着这一切，毕竟他觉得金孔子这样向他求婚不妥，他要他亲口对他说，否则他就会当作没听见。于是他再次掐住了管家的脖子，他会一直的杀死他，直到他能够回到自己身边。而每一次的死亡，管家都会看到他和银百合的回忆，那也是银百合内心的伤疤。在这不断的死亡轮回中，金孔子的角色沉浸度也在不断下降。时间再次回到24小时之前，管家这次飞奔向银百合的府邸，他回忆起来了一切。她是公爵家的长女，因为她的母亲不幸，所以她也过得不好。在她出生之前就被指定的结婚对象，而她也为此付出了一切。银百合小姐，亿万西亚的月亮，这些都是别人赋予她的称呼。此时银百合一袭白色婚纱站在月光下，此刻的她只属于金孔子一人。金孔子喊出了拉比埃尔的名字，两人热情地相拥在一起。这一刻他真的已经等待了很久。这个堂堂7尺大男儿竟然被当众叫夫人，但他还丝毫不介意，还亲昵地叫着老婆夫君。而这一切都是银百合小姐的功劳，她成功地唤醒了金孔子的记忆。此时他们深情相拥在一起，金孔子疯狂宣泄着自己的思恋，但他此刻内心只有一句且只能说一次的话，那就是我们结婚吧。银百合听到后低头答应。画面一转，他们已经滚到了房间的大床上。拉比埃尔，你真的太厉害了，竟然可以反过来利用我的能力，利用心理阴影将记忆共享给我，换成我肯定想不到这种方法。银百合轻抚着金孔子的额头，你总将别人的痛苦看得很神圣，不过我还是很好奇，你是如何说服巨塔将我的记忆保留下来的？虽然我知道你很厉害，但没想到你居然可以说服众神的管理员。其实这些我也记不清楚了，在见过巨塔之后，记忆就像被盖了一层幕布。没事，反正你成功了，我的恋人真厉害。金孔子也附和道，我的爱人也是个天才。就这样两人在床上你侬我侬。随即金孔子再次问道，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你这是在催我吗？不过在我们结婚之前，我需要先和皇太子解除婚约，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和你结婚，我和你就会遇到法律的问题。但金孔子害羞说道，我其实并不在意法律上的婚姻，只要举办一个只有我们2个人的仪式就可以。不行的，我很在意，因为这里是我生活的时间，我要为帝国效力，我的婚约也要得到帝国的认可。所以金孔子不要紧，我会让帝国所有人都祝福我们的。听到这霸气的发言，金孔子彻底沦陷了，满眼都是小星星。我的爱人真的是太帅了。此时他立刻起身，我也有一个条件，我希望你可以主动要求解除婚约，绝对不能让皇太子主动解除婚约，要做到任谁来看婚约被解除的责任都在皇太子那边才行，因为我无法容忍陌生人随意议论。银百合坏笑起来，你这是让我侮辱帝国的皇太子吗？当然是的。银百合此时也坐起来靠近他，这很简单的，你忘记了我是谁了吗？皇太子每次和金丝梅私会一次，我的书房抽屉就会多一张文书，不知不觉间那样的文书就有数百张了。当然在场的证人也多了，不过这件事没法闹到法庭上，皇室应该会希望低调处理此事，所以我只需要申请觐见陛下就可。孔子，你和我结婚后，你就是伊万西亚公爵家族的夫人了，皇室应该会赐你封号，而我会成为你的夫君，所以我在公共场合会叫你夫人，可以吗？当然，你是伊万西亚家族的主人，而我是异乡人，这种事情不必介意。银百合露出狡黠的微笑，他躺下对着金孔子说道，那你不介意现在叫我一声夫君吧？这下让金孔子当场僵住了。银百合见状疑惑看向他，你是在害羞吗？我就知道你会害羞的，那我先带头示范一下。他清了清嗓音，夫人，夫君，好的，我们再尝试一遍。就这样两人再次练习了一遍。银百合轻咳了一下，你是在害羞吗？我的男人真的是太可爱了呀。于是就这样两人，你一声夫人，我一声夫君，没羞没臊的抱在一起腻歪着。金孔子倾听着银百合的心脏，这次他的心已经回来了，他的心在温柔的跳动着。但这并不是这个副本的目标，这次副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阻止这个世界毁灭。而时间灭亡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圣剑的碎片因为银百合的愿望而失控，但现在祈愿之剑没有插在心脏之上，这个原因就可以不用担心。但是这样的话，这个世界的守护之墙也会因此消失，所以在最后一天来临时，通过撕裂的天空会有大量的异界生物隐现，所以这个副本还没有通关。基于这个原因，他们的婚礼将定在1个月之后，那也是这个世界迎来灭亡的那一天。我希望那不是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刻，而是我们新的起点。听着银百合的规划，金孔子再一次上头，他真的是好威风啊。此时银百合拿着解除婚约的信件说道，以公爵小姐的身份和你结婚很难，这样会让社会议论，所以我还不如直接成为公爵，然后直接让你成为我的夫人。金孔子疑惑道，成为家族应该很难吧？是啊，如果我不是拉比埃尔确实会很难，但我可是拉比埃尔伊万西亚呀。听到这话，金孔子的心再次被击中。银百合打开身边的抽屉，我这里有很多皇太子出轨的证据，要是父亲一直不肯移交权力，那我只能找陛下哭诉。相比较他和我父亲之前的情谊，陛下肯定会选择维护皇室的威严。此时银百合突然看向金孔子，你的工作不在这个世界，而是在巨塔，所以你长时间不能回到这个世界，我也可以理解，就像你能理解我无法放弃贵族的身份一样，但有些时候你必须陪伴我，比如出席年末活动、新年活动，而你也要多了解下政治才行。金孔子当即表示赞同。银百合见自己的爱人如此识相，当即就开始意乱情迷，而在一旁的剑帝惊恐地看着这一切。是谁说要教这个疯子谈恋爱的？
亮闪闪悲哀的直指着剑宇，这不都是你做的好事？金孔子终于求婚成功，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却要成为银百合的夫人，而银百合却成为了他的夫君。但这还不是最让金孔子难受的，最难受的是婚礼定在1个月后，为了婚礼得到帝国所有人的祝福，还要想尽办法让大家都祝福他们。为此，金孔子与银百合商讨了详细的计划。而在一旁的剑帝惊恐地看着这一切，是谁说要教这个疯子谈恋爱的？画面一转，金孔子便回到了金丝梅小姐的庄园，他一边倒茶一边说道：“金丝梅小姐，小人斗胆有些话想和你说，我要结婚了。”此话一出，金丝梅一口浓茶就喷了出来。这消息对她来说实在是太劲爆了，就如同听到自己老母猪会上树。她立刻用严肃的语气训斥：“你这玩笑也太过分了吧？你是不是太久没挨打皮痒痒了？”金孔子擦了擦脸上的茶水：“不是开玩笑的，婚礼已经定在了1个月后。那你说说你的结婚对象是谁？”“是银百合小姐。”听到这个答案后，金丝梅显然松了一口气。“你果然是在开玩笑呢。”但还没等她反应，一张大大的白纸就递到了她面前。“这是我和拉比埃尔伊万西亚小姐结婚时需要用到的证明文件，证明我已经征得前主人的同意。我现在就要离开您，去当伊万西亚家族的夫人了。”金丝梅小姐顿时傻了，那是什么骚操作呀？相比之下，我成为帝国的皇后可能性会更大吧。话说回来，我这次肯定会成功的。金孔子看着陷入遐想的小姐：“您愿意给我签名吗？”“当然，不过这样一来，你又会多一条黑历史。”于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金丝梅签下了这份文件。于是金孔子微微欠身：“多谢小姐，我明天就把未来夫君叫过来。”很快翌日到来，银百合一大早就带着金孔子一起来到金丝梅的庄园。看到这一幕的金丝梅彻底傻了，嘴张大的可以塞下一个苹果。虽然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不过我还是介绍一些自己吧。我是伊万西亚公爵家族的嫡女兼继承人拉比埃尔伊万西亚。这次前来，值得庆祝的是我和你的管家决定结婚。管家原本是你的人，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爽快的就放人了，真的是谢谢你的慷慨。这里是邀请函，你是第一个拿到这邀请函的人，应该为此感到高兴才对。谢谢你一直关照他。这里是我给你的一些礼物，虽然有些寒酸。说完这些气死人不偿命的话后，不顾金丝梅呆若木鸡的表反应，牵起金孔子的手就向庄园外走去。看着两人如胶似漆的模样和潇洒离去的背影，金丝梅才从震惊中反应过来。接受事实的她再也忍不住怒火，她大声地抗议着：“你们的婚约无效！”此时银百合的古堡中，她的父亲因为反对他俩的婚约，已经被他幽禁在古堡别墅。虽然家族还有追随父亲，但人数却是不多，而皇帝也同意让我继承爵位，所以我现在已经是伊万西亚公爵了。金孔子听着周围仆人叫着银百合公爵的称呼，这样真的没问题吗？只要我想就没有问题。另外，你会成为皇室侍从长的养女。面对这种众星捧月的环境，金孔子再次想到第一次攻略副本时的场景，想着即将成为这个帝国最美最尊贵之人的丈夫，金孔子就不由露出一抹微笑。他们拉着手向房间走去。银百合对着金孔子说道：“虽然世人都不知道你救了这个世界，但这并不影响你完全有资格随心所欲。”金孔子牵起银百合白嫩的小手：“我想要和你一辈子在一起，一起拯救世界。我觉得遇见你才是最幸运的事情，不仅仅是幸运。金孔子，你对我来说就像是个奇迹。”就在他们情到浓处之时，金丝梅小姐突然冲了出来：“你们的婚约是无效的！”“无效？”金孔子看向金丝梅问道：“你不是已经在文件上签字了吗？我以为你开玩笑才签字的，这是不能生效的。”他紧咬嘴唇喃喃道：“奇怪，以前没发生过这种事情啊，这难道是我引起的蝴蝶效应啊？追逐的废墟之牛大人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金孔子摸了摸脑袋：“追逐的废墟之牛吗？我什么都没有说。”见自己说漏嘴，情况也不妙，金丝梅转身就准备离开这里，临走之时还指着他们两个奸夫放下狠话：“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随后哐的一声巨响，金丝梅小姐离开了。但还没等一会，一端审判者直接上线推开门，开心的对金孔子分享喜悦：“死亡之王，我好像变成了启示录的女主角了。”但下一秒他就呆住了，看这样黄昏下坐着的两人，总感觉哪好像不太对劲。10天后，异界星座们会入侵这个世界，请为圣战做好准备吧。SSS 级宗教人士，女孩是巨塔初期第一代猎人，他用鲜血使巨塔的混乱归于平静，而此时他就是攻略巨塔的先锋。异端审判者身为大宗教战的专家，他正为金孔子和银百合解释着神战和神战所需要的神格。简单点来说，神格就是法则，如果用我们世界也就是地球上的法则举例，就是对应的物理法则。物理法则在地球上是一切的根本，就像是计算机操作系统，每个世界都有这样对应的法则。地球上不是有核弹和枪吗？而物理法则是宇宙通用的，也就是说只要技术水平起来了，每个世界都可以出现这两样东西。核弹和枪虽然不是地球独有，但威力确实比较可观，只要使用得当的话，击退入侵这个世界的星座和师徒问题不大。银百合听到这些理论后问道：“既然物理法则是通用的基础，那物理力应该也是通用的吧？”“是的，你的理解非常到位。拥有实体的人必然会受到物理攻击的影响，问题取决于敌人是否完全吸收，还是先削弱一部分再吸收。所以天杀星可以使用内力将闪闪击破，而我有剑就势不可挡。那个黑龙团长也用光束打败了恶鬼，所以说物理力是非常强大的法则。
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面对物理法则能否自如应对，就决定了这个神的神格高低。而我之前说的减弱在吸收物理力，可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遵守物理法则，但是不必被它完全束缚。银百合看向眼前的异端审判者，这是因为星座都有对应的法则，而他们会用这些法则对空物理法则。是的，你果然很聪明嘛。那么星座之战的重点是，每个星座都有自己的法则，星座的使徒自然也要遵守星座的法则。所以首先要搞清楚他们有哪些法则。比如一个名为巴比特的星座，它被称为爱情之神，会用浪费解释这世间的一切。在巴比特的统治下，人们的强弱不是靠权力、财力区分，而是靠浪漫力。两人听后都露出不解的表情。随即异端审判者直接开启浪漫死，毕竟百闻不如一见。随着圣神之树情神的使用，周围环境都变成了粉色。在这时候，金丝梅推了金孔子一下，下一瞬间金孔子就直接扑向银百合怀中，正好就将他压在身下。随后银百合翻了个身说道，当着别人的面如此暧昧会让人笑话。这一下金孔子的就通红。在这个巴比特神的圣域中，一切行为都可以和浪漫扯上关系。一个人摔倒就会拉住身旁的人，喝水也必然会将水洒出来，让衬衫下的肌肤若隐若现。而圣域就是将世界上的事重新解释，就像万想的大英图书馆中，世界变成了故事的集合体，我们被强制变成了故事中的角色一样。而所谓的圣战，就是用我们的法则击败那些星座的法则。此时金孔子站起身整理着衣衫，那我们10天后该如何应对？我们首先要知道哪些星座大进来，只要将他们的名字告诉我，我就能用万神典技能查看。他们是追逐废墟之牛、永恒平原之战马和不灭幸福传道士。随着星座名字被念出，异端审判者开始解析每个星座的特点。废墟之牛主管破坏和再创造，它能攻击大范围的区域，还能一定程度影响时间。而永恒平原之战马主管决斗和战争，它能让大范围区域陷入战争的狂热，相反它也能使用禁止战斗，使一个地区实现强制和平。不灭传教士真名不详，所以我们要面对3批不同能力的敌人。很快3人的信息共享完毕，而异端审判者拥有圣神之术，只要知道对方的真名，就可以借用几乎所有的神格，再加上你们的长处，我们有很大机会成功通关。看着金孔子和银百合对望，金丝梅此时呆住了。死亡之王，我刚刚好像听到了沉浸度提高。没事，那是心肌梗塞，而且这也是我们的秘密武器。来了，3大使徒强势来袭。金丝梅与金孔子看到他们的神格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一同赴死，想要在绝境中寻找破局的机会。此时2位公主正在讨论作战计划，银百合率先开口说道，身为这个世界的掌权之人，我可以在婚礼现场安排护卫力量，还可以借调保护皇帝陛下的特务队。见地怎么样？看着2位公主干劲十足，是不是感觉很有希望获胜？你清醒一点吧，3个使徒一起来可不是过家家，那可是非常危险的，就好比 1.5 个12层的恶鬼。此时金孔子疑惑问道，这次来的不是使徒吗？不会星座比使徒还弱吧？恶鬼是最低级的星座，根据巨塔的等级判断差不多是地级星座，不过也不用过于担心。但想要无人丧亡的通，你要好好的提高个人战力，你应该不会永远只当一个地级猎人吧？美好的日子很快过去，时间来到10天后他们结婚的日子。此时金孔子正穿着白色西服，一脸愁容的被3位小姐姐伺候化妆。毕竟今天是他结婚的大好日子，就算是他再不情愿，也只能任人摆弄，至少在现在是这样的。在一切装扮完成后，他已然成为帝国最帅的公爵夫人。此时一个黑人打扮的管家上前行礼，这人就是他的养父。金孔子也是第一次见，他手舞足蹈的打着招呼，却不知道如何称呼他。但他养父十分善解人意，直接让金孔子叫他父亲就行了。虽然他真的金孔子不会将他当成真正的父亲，但他也不会给养子添麻烦。于是他向金孔子鞠躬说道，这次婚礼之后我就要隐退了，公爵殿下对我非常照顾，希望你能好好对公爵陛下。说完他站起身，虽然今天只是当一天父子，不过我还是要斗胆提醒你，从婚礼现场的护卫布置和公爵交给我的另一个任务来看，今天您的婚礼应该不会很顺利。僵尸，做好准备，他们来了。下一瞬间，3道金色人影破开虚空，从庄园的正上方的天空直冲而下。银百合猛地一跺脚，迅速指挥着在场的神龙卫，让他们迅速列阵迎敌，而宾客则找地方躲好。一队队的人马快速集结着，养父也指挥着特卫队保护着宾客。银百合回头看向异端审判者，能看出来那些人的能力吗？当然可以。首先那个举着锤的小姐是。话音未落，一柄巨锤就落在大厅的地面上，大地震颤，无数人倒飞而出。他怒吼着，拉比埃尔伊万西亚，我不会把任何东西交给你。他赫然就是金丝梅小姐的本体。金孔子看着这一幕都呆住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将自己的灵魂抵押给了恶魔。为了借用星座的力量，他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包括能力、外貌、记忆等。这样的他拥有着即使搭上一切也要实现的愿望。此时所有人都反应了过来，这人不是金丝梅小姐，拿着武器就向他杀去。但他仅仅使用一道护体屏障，就化解了所有人的攻势。异端审判者释放着圣神之术，并说道，他身上有穆蒂亚的祝福无伤的身体，简言之就是将自身受到的物理伤害降低 99.9%。 他举着金色巨锤祈祷，追逐的废墟之牛，请赐予我力量吧。拉比埃尔伊万西亚受死吧。养父听到异端审判者的话震惊不已，那这谁能打破他的防御啊？
除非有摧毁山峰的强力攻击，否则大家现在都得死。他一个就是这样的怪物吗？那么其他家伙呢？此时永恒平原之战马的使徒出现了，他用言语蛊惑人心，想要人们将世界毁灭怪到入侵者身上，都是因为他们人们才会被马蹄践踏。他高举着战旗高呼着苏醒吧！随后无数的亡灵战士从他身后走出，人们看着这千军万马都陷入绝望。随着进攻的命令下达，所有宾客都乱作一团，都开始疯狂的逃命。但异端审判者却没有逃走，因为他正在解析来人的神格。马霍斯的庇护之一圣域战场，这是大范围的召唤技能，被召唤者的能力都将保持全盛期，而这些幽灵都是曾经跟随他的战士，这差距太大了，人数完全不够用了。就在此时，第三个使徒也出现了，无数人在悠扬的歌声中睡去。大事不妙了！孔子听到这歌声的人会陷入自己最幸福的记忆，这是一种精神攻击，除非意志坚定，否则无法抵抗。这三人每人都很强大，3种不同类型的攻击手段。死亡之王，我能相信你会打败他们的吗？听到这话，金孔子愣住了。银百合向他伸出手，你这身礼服真的很适合你，即使宾客们没有给我们祝福，都是在垂死挣扎，我们也不应该放弃这场婚约。我答应过你，没有你的允许，我绝对不会自我了结，即使在生死关头，我也会拼尽全力迎接死亡。所以现在请允许我自我了结吧。好的，我同意了。随着带血的花瓣飘落，时间回到24小时之前，但这一次时间倒流不再孤单，因为他们是2个一起回来了。接下来就好好制定计划吧。她明明是帝国的第一公主，却甘愿放弃一切成为神灵的使徒，只因她想要报复夺走她一切的银百合。于是在银百合婚礼当天，她一锤就将孔子2人送回24小时前。此时2人终于了解3大使徒的能力，终于可以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首先就是婚礼现场的布置，因为知道了敌人出现的位置，现在直接将特务队和一切武力强悍的贵族安排在附近，而其他贵族则安排远一点。在这个过程中，金孔子发现新郎和新娘有很大的权力，这就是他们现在的优势。建帝此时贱兮兮地说道：孔子，其实你可以将使徒的祝福都抢过来，这样你就会省事很多的，所以去找为使徒增加效果的星座吧。金孔子一脸便秘的表情敷衍着。此时异端审判者分析着使徒，既然有擅长精神攻击的使徒，那就必须将宾客的数量减少一些，尤其是使徒的技能还是让幸福重现，但能拒绝不灭幸福传教士撒播幸福的人不多。而且最关键的是，如果宾客人数减少，就很难对付永恒平原战马的攻击了。那个使徒能召唤1万个全胜的兵力，这样来看问题就陷入死局了。就在两女套路的如火如荼时，一个声音突然打断了他们：这件事就交给我吧，但是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帝国婚礼法是结婚后将要继承家族的人才能穿黑衣服，对吧？所以拉比埃尔，我请求你同意让我也穿黑衣服。银百合神情一愣，完全不懂她的丈夫要干什么。金孔子连忙解释：我不是想在公爵府当主人，只是……银百合打断道：我当然知道你不是那种人，但这是帝国的惯例。不过你的愿望自然比传统更重要，我会为你准备好的。那么这样一来，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很快再次到了婚礼时间，金孔子平静地看着窗外，养父说道：今天婚礼现场有点奇怪啊，能战斗的人全部都被安排在前面，父君这样安排肯定有深意的。随即他便告辞了金孔子。此时房间中只剩下他一人，为了即将开始的战斗做着准备，而外面的贵族都在窃窃私语。据说今天婚礼会有暴乱，都是那些不满银百合公爵与平民结婚的人。就在他们议论的时刻，血雨再次从天空报复，3大使徒再次从天而降，但这次所有人都有所准备。金孔子也急忙背起异端审判者，配合着他的圣神之术送神，2人瞬间就冲天而起，迎向追逐的废墟之牛。下一瞬，巨锤迎上了金闪闪，孔子瞬间就被巨力弹飞。于是异端审判者再次使用送神，2人再次在空中碰撞起来。此时金丝梅已经有点扛不住了，很快他就被孔子一击击飞到地面。但他可不是这么容易受伤的，他拥有着不屈之体，为了不受伤，就将灵魂献给了使徒。与你何干？所有人都只关注拉比埃尔，他只不过生在了强大的家族，他凭什么装腔作势，仿佛理解世间的一切？我要杀了他，我要将他拥有的都抢走。但金孔子却不能认同他的理念，虽然曾经的他也想变成炎帝一样的男人，但就是这样的他才有资格说话。男爵小姐，你要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如你。人们知道自己经历过的痛苦，所以别人因为痛苦哀嚎的时候，他才能感受对方的孤独，并怜悯对方。因为痛苦而哀嚎的对我来说都是别人，谁会因为自己受过苦而怜悯别人？下一瞬间，闪闪直接变成黑色。虽然他有无伤的身体，但怜悯之间的能力是痛苦。他猛地向金丝梅的胸口刺去，而他却疯狂大笑着：有本事你就杀了我！怜悯直接穿透了他的身体，无数黑光从他体内散出。一击过后，金孔子直接落地，远处金丝梅陷入深坑倒地不起。他伸手向天空求救着，因为他太痛了，这痛苦仿佛掉入了18层地狱。此时永恒的战马使徒动了，无数的将士从虚空中冲了出来。此时银百合为金孔子披上黑色披风，他深情地看着眼前的爱人：这披风真的很适合你，感谢你的理解，这是我必须要守住的原则。于是他举起手中的黑剑，大喊：百鬼重生！此时魔教七魔剑瞬间出现在场中，现在开始反击，以凡人之躯妄想猎杀神灵，这就是魔天教七魔剑无敌般的霸气。为了帮助小教主完成他的婚礼，所有人都眺望着天空的战旗，
此时他们身处星座马霍斯的圣域战场，在这个战场之中，所有被召唤者的能力都会保持在生前的全盛时期，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拥有巅峰战力。那么接下来，各位请为我而战吧。遵命，小教主大人。不过小教主今天格外光彩照人呢，脸上竟然还涂了粉，好像是要结婚一样。我的确是要结婚了。此话一出，教徒都惊讶不已。小教主竟然要结婚了，魔教天下的至尊要结婚了。众人纷纷开始猜测对方是谁。金孔子见状指了指银百合，她就是我的妻子。看到银百合的瞬间，众教徒纷纷夸赞她的美丽。小教主，夫人内宫有吉甲子，她不会武功的。不是吧？魔道天下的夫人怎么能不会武功？有武力才有威严啊。血鬼队可不认这段姻缘，但金孔子接下来说出来他的身份，大家瞬间变了嘴脸，纷纷表示威严来自权势，十分赞同此次婚姻。而一旁的恶鬼听到主人要结婚，也是不可置信，毕竟像主人这样的疯子，居然会有姑娘会喜欢。当然这都是恶鬼自己的负但金孔子却能感受到他的内心，这让他十分尴尬。回归正题，魔教士徒看着天空的大军，纷纷露出严肃的神情。毕竟有人想要妨碍小教主结婚，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允许的事情。恶鬼也从身体中拔出80米大砍刀，他此时拥有身前的全部星座之力，感受着身体充沛的力量，问道：他们是侍奉哪个星座？马霍斯，永恒平原之战马。原来是一群只会打架的蠢货。那么接下来就由我来碾碎他们吧。随即他一道向天空挥出，无数骑兵被剑光四分五裂。马霍斯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这难道是星座的力量？一个不是星座的人类，竟然能驱使星座杀敌，都是些不入流的小角色，连诵读教义的必要都没。谁家的无赖竟敢妨碍魔道天下的婚姻？我们今天就砍下你们的脑袋当贺礼，如同砍瓜切菜收拾着敌人。马霍斯见形势不妙，挥舞着大旗准备鼓舞士气，但魔剑怎么会让他得逞？刷刷2刀就直接给他送走。这下他直接取得了对方头领首级，无数魔教徒都跟着欢呼着。另外2位魔剑纷纷表示可惜，竟然被那个傻大个抢先了。但随着永恒战马的使徒消失，圣域战场的效果也跟着消失了，他们的内力也随之消失。此时幸福的传教士开启神格，因为不是全盛状态，所有的教徒都陷入了沉睡之中。此时金孔子拉了拉异端审判者，让他先不要生成范围免疫，因为他惊讶地发现他们3个人并没有受到影响。异端审判者一脸期待看着金孔子，死亡之王，你是用了什么魔法吗？传教士看向没受到影响的3人，你难道没有幸福的回忆吗？当然不是，曾经让我不幸的原因有很多，无数次的失去生命和伙伴，还被囚禁在漫长的时光中，送了曾经夸我帅气的师长。但今天却不一样，现在才是我最幸福的时刻，今天是我结婚的大喜日子，比起之前的百种不幸，今天活得幸福才是最重要的。而异端审判者应该说从未幸福过，或者说他每天都很幸福。下一瞬间，圣神之术展开，金孔子被瞬移到了传教士上方，一剑落下，传教士的使徒也随之消失，最后就只剩下金丝梅一位使徒了。他痛苦地躺在深坑之中，接下来该好好教训一下他了。